全民穿越宿舍求生，所有人都被困在学校宿舍里。白天四处收集物资提升实力，夜晚利用防御工事抵御丧尸爆发。看龙傲天如何玩转宿舍求生。一阵光芒闪过，龙傲天出现在一个简陋的房间里。欢迎来到宿舍求生游戏，每个玩家将绑定一间宿舍，你们要想办法存活4天。本轮游戏白天相对安全，到了夜晚危险程度将直线上升，请玩家在白天时尽快提升实力。随着系统框消失，龙傲天面前又出现一个面板，里面有聊天、地图和好友等界面。还在懵逼状态的龙傲天随手打开了聊天频道。我刚才还在送外卖，怎么突然就到了这个鬼地方？你们又是谁？咱们都是莫名其妙传送到这里的，宿舍里一点吃的都没有，该怎么存活4天啊？系统说外面有恐怖的怪物，我好怕，哪个哥哥可以保护我呀？通过他们的对话，龙傲天得知其他人知道的线索也没比他多多少。这间宿舍看着好简陋，我该如何存活4天呢？赶紧去收集资源，不然1小时后丧尸来临你会死的。是谁在说话？我是这个游戏的实习管理员，利用某种能力给你发送消息，别人是听不到的。你为什么帮我？没时间解释了，想要活下去就根据我的提示去做。好，那我下一步该做什么？我现在把你连接到聊天群，这样你就能听到其他管理员的消息了。还没从震惊中反应过来的龙傲天，这时脑中又响起了其他人的声音。这帮玩家真迟钝，现在还不行动。新人吗？咱们的游戏没有新手教程，所有玩家刚开局都不知道该干什么，留给他们的时间可不多了。现在不去收集资源提升自己，等天黑了就麻烦大了。我恨不得现在就把僵尸激活。别急，咱们慢慢来。听完耳边的对话，龙傲天深吸一口气，消化了这些信息。既然是收集物资，不如先看看自己宿舍里有什么可以用的。想到这，说干就干。经过一番搜寻，龙傲天在房间内找到了一卷胶布和一个零件。这些破玩意能有什么用啊？这个叫龙傲天的玩家居然找到了重要的升级资源，这些可都是用来升级宿舍的关键材料。原来这些资源如此重要。龙傲天二话不说将这些东西揣进兜里，随后他便悄咪咪的出了宿舍。走廊上每一间宿舍都有编号，龙傲天住的位置是815。随后他便进了隔壁816房间，里面没有人，宿舍配置也跟龙傲天的一样。他顺手拿走了宿舍里的胶布和零件，这点东西应该不够升级宿舍的，我继续搜索其他房间吧。随后他便开始探索整个楼层，期间他在别的宿舍又获得了一些胶布跟零件。他还用拖把棍制作了一根木刺当做武器。现在的他左手握着木刺，右手拎着物资，而此时的走廊里已经聚集了很多玩家，人一多胆子就大了起来。门上的编号都是8开头的，我们很可能是在8楼，干脆直接顺着楼梯下去吧。是啊，咱们先出去，然后再想办法报警。那个人是怎么回事？挨个房间折腾，他挨个房间敲门，还敲过我的房间，把我吓了一跳。呵呵，估计是想临走前顺点东西回家吧。他看起来像个神经病，咱们别理他，还是先下楼吧。他们5个人准备顺着楼梯下去，临走前有人朝着龙傲天喊道：“喂小子，我们要一起下楼找出口，你到底跟不跟我们走？”不去，我还有事要忙。不去拉倒，好心当成驴肝肺，你就一个人在这里捡垃圾吧。快看，有人开始下楼了，下去也是死路一条，根本出不去。这个龙傲天早就开始行动了，我很看好他，但他这样收集物资效率太低了。等他找到827号房间的次元背包，就方便多了。次元背包，那是什么东东？在得知了827号宿舍有次元背包后，龙傲天这个老六先装作去别的房间翻找材料，然后顺理成章的靠近827房间，这样管理员就不会怀疑他。可刚进门就把他吓了一跳，房间的地上赫然躺着一男一女2具尸体。龙傲天甩了甩脑袋，很快就冷静下来，仔细观察了下现场的环境，只见尸体旁边静静躺着一个普通的背包，这应该就是管理员所说的次元背包。他故作淡定的走了过去，一把将它捡了起来。发现1级次元背包，容量为25单位，只可以储存物体，无法储存有生命的活物。龙傲天的系统栏上多了一个背包选项，他兴奋的点击了一下，一个跟游戏里一样的背包就弹了出来。他将之前收集到的零件一股脑的塞了进去。好东西，这下我收集资源就更方便了。龙傲天觉得这个房间可能还有资源，他四下张望，发现这个房间比普通宿舍大很多，而一个长长的桌子引起了他的注意。发现初级工作台，可用于制作各种物品装备，如果使用工作台，请投入制作材料。不知道这玩意能做出什么好东西，先拿一卷胶带和零件试试水。缺少图纸配方，本次为盲目制作，是否开始？开始。龙傲天二话不说将材料投放了进去，只见工作台一阵转动后，砰的一声冒出许多黑烟。制作失败，材料已报废。龙傲天一阵心疼，好不容易收集来的材料就这么浪费了。看来有图纸才能做出东西。他不再乱来，而是尝试着把工作台整个收走，只是随手试试，发现工作台竟然能拿起来，然后一整个就被塞进了次元背包里。大约还有半小时就要天黑了，到时候会有大批的丧尸出现，我要尽快提升自己的保命能力才行。龙傲天能防身的武器只有一把木刺，拿它对付丧尸是远远不够的。就在他迈步要离开这个宿舍时，耳边却传来管理员的声音：“他就这么走了吗？也不好好翻翻尸体。男士下面可是有好东西啊！他不敢动也可以理解，毕竟谁第一次见尸体都会害怕的。有好东西，我怎么可能错过？直接在尸体上翻找就显得太刻意了，看来又得演戏了。”只见龙傲天这个老六经过尸体旁时，故意脚下一滑摔倒在地，他迅速起身后指着尸体破口大骂，装出很生气的样子，对着尸体还踹了一脚。这时尸体身下一道闪光亮起，原来在男尸下面压着一把明晃晃的水果刀。获得1级武器水果刀，
龙傲天看着手里锋利的水果刀，感觉自己又行了。木刺攻击力只有2，而这把水果刀有5点攻击力，这下对付丧尸就有信心了。随后他在2具尸体上又翻找了一阵子，再也没有收获，还弄了一手的血，这就让很爱干净的他有些难受。刚才看到楼道的尽头有共用卫生间，我还是去洗洗吧。龙傲天出了宿舍向卫生间走去，这时正赶上之前下去的那些人折返回来，双方在走廊相遇。下去的时候这伙人是5人，回来时增加到了8人，肯定是途中有人入伙。他们一眼就看到了龙傲天手上的血迹，还有那把水果刀。这家伙手上有血，还握着刀，他该不会是杀了人吧？刚才就觉得他不对劲，一看就不像好人。几人嘀嘀咕咕，看着龙傲天的眼神充满警惕。龙傲天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干脆当这些人不存在，径直走进了走廊边上的卫生间。里面的灯光一闪一闪的，让人感觉十分的压抑。游戏里提到过白天相对安全，所以龙傲天并不害怕。他拧开卫生间的水龙头，哗啦啦的清水就这么流淌出来。万幸没有停水。经过5分钟的清理后，龙傲天总算洗漱完毕。随后他便四下张望，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能拿走。卫生间里找了一圈后，收集到了肥皂还有卫生纸。他刚要离开卫生间时，余光瞥见肥皂和下面压着一张纸条。龙傲天立即意识到这张纸可能有用。发现武器配方长矛，发现装备配方木盾，发现升级配方2级门、3级门。结果在回宿舍时又碰见了刚才那伙人。1楼的大门封死了，根本出不去，窗户也都打不开，这该怎么办啊？难道我们真的要被困在这里4天？实在不行就把1楼的门撞开。几人说话时恰巧看到走过来的龙傲天，在他们眼里此人就是异类，身处险境不聚在一起研究怎么逃出去，反而挨个房间捡垃圾。这家伙是不是有病？还真把这当成求生游戏了。听到男人的嘲讽，龙傲天并不理会，而是默默地往宿舍走去。领头人看对方没有理他，十分的生气，就开始挑拨离间。你们说这个家伙会不会知道点什么？我怀疑他是安插在咱们中的卧底。有这个可能，刚才他一手的血，还拿着刀，有可能刚杀过人。应该把他抓起来拷问一下，咱们这么多人，还怕他一个吗？几人越说越起劲，领头的男人带头走到龙傲天宿舍门前，然后哐哐的砸门。小子，你把门打开，你要是不出来，我就一直守在这里等你。宿舍内，龙傲天并不理会门外疯狗一样的喊声，他正准备制作武器。武器长矛成功率98%，是否开始制作？开始。龙傲天把材料投放进去后，工作台就开始忙碌起来。还好这次没有冒出黑烟。制作成功，恭喜你制作出2级武器长矛。只见这根长矛木棍为柄，水果刀在前，中间由胶布跟一些零件固定组合，看起来很像那么回事。不错，算是有了把像样的武器。眼看龙傲天不开门，门外的肌肉男越来越粗暴，已经开始用力踹门了。这只是一扇木门，外面的男人每踹一下耐久就会减1点，再这样下去房门就会被打破。龙傲天的脸色越来越阴沉，以前的他只是个普通人，你骂他2句甚至打他几下他都可以忍，但你打坏他的房门，那他晚上可能就会被丧尸攻击而死。这一下他可真忍不了了。只见他把房门打开了一条缝隙，外面的男人看到门开了，瞬间来了精神。特么的，总算开门了，看老子怎么整死你！男人骂骂咧咧的想要伸手将门彻底拉开，但迎接他的是门缝中伸出的长矛。噗的一声，长矛刺在了男人的身上。紧接着龙傲天又刺噗了第2下、第3下，男人连话都没来得及说，踉跄2步后栽倒在地上。这些人没想到龙傲天真的敢打人，直接吓得脚底抹油开溜了。龙傲天第一次打人也有点害怕，而讽刺的是，刚才打人还得到了经验值。击杀目标，获得5点经验值，距离下一级还需10点。是你逼我的，你不让我活，我就得让你死。刚才肌肉男带着一伙人上门找茬，如果龙傲天表现软弱，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他果断出手，选择了奋力一搏。而他打人这件事引起了管理员的关注与高度赞赏。哈哈，终于有人死了！生存游戏，不死人怎么能行？我越来越看好龙傲天这个选手了，够果断，够狠了。另一边的玩家群聊也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人在群聊里证实了这件事。杀人了，是815房间的那个人杀的。大家一定要小心815房间的人，他就是个疯子。聊杀人话题的同时，还有人提到了一个情报，有人将一把木头椅子砸碎，得到了1单位的木料。这个情报没有杀人那么刺激，却引起了龙傲天的注意，因为他现在正缺木料来升级宿舍门。有了目标后，瞬间就打起精神，走出宿舍门看了看躺着的尸体，怕夜晚到来新鲜的尸体引来更多的丧尸，他索性将尸体塞进隔壁一个空宿舍里。之后他开始搜刮木材，找到一把木头椅子，拿起来就往地上哐哐砸，碎掉的椅子自动转化成了一捆木材。终于有一份木材了，看来普通群聊偶尔也会有重点情报，两边都得关注才行。在此过程中遇到的其他玩家都躲得远远的，因为他已经被打上杀人犯的标签。不过龙傲天并不在意，别人都躲着他，他就可以更方便的收集资源。而此时另一边的管理群里又透露出一个关键信息：龙傲天这样收集木材也太费事了，要是拿到消防斧，3两下就能把椅子砍碎。是啊，现阶段消防斧是最好的工具，说是新手神器也不为过。至少比他自制的那把长矛好用。消防斧自然是在消防箱里。龙傲天这老六再次切换戏精模式，装作在走廊里搜索的状态。路过本层消防箱时，他假装走过去，然后半路折返回来，发现消防箱里果然有一把红彤彤的消防斧。新手神器是吧？归我了。随后龙傲天便找到一把木椅，抡起消防斧，咔咔3下就把椅子劈碎了。这下效率比之前大大提高。对了，门是木头的，既然劈椅子能得到木料，劈木门应该也可以吧？龙傲天当即就对着门砍了起来，木门要比椅子更加坚固，劈了10来下才将其破坏，爆出来的木料更是有5个单位。此时他手上已经有了11份木料，一路回到自己的815号房间，一进门他就开始忙碌起来。首先是制造木盾，龙傲天将各种材料组合到一起，一块造型简易的木盾就此诞生，足足有8点防御。接下来就该升级宿舍门了。龙傲天走到门边，拿出图纸看了下，眼前立马跳出了提示：满足升级条件，是否升级？
确定升级。龙傲天抬手点击了下确认键，一个进度条慢吞吞的走着，足足等了有5分钟后总算完成。升级过后的房门变得更加厚实，给人带来了一种更高的安全感。房门等级2，防御12，耐久50。这还没完，我还有3级门的配方。满足升级条件，是否升级？继续升级。紧接着又重复之前的升级过程，这次的进度条走得更慢。与此同时，隔壁814号房间里住着一名女玩家，她从游戏开始到现在一直躲在房间里不敢出来。此时她正顺着门缝往外张望，她惊讶地发现周围的房门都是统一的，唯独815的房门变成了更加高级的房门。靠我自己的实力很难存活4天，我到底要不要寻求他的帮助呢？这时815的房门又闪了一下，外观再次发生改变，房门变得更加厚重结实。他的门又升级了，躲在他的宿舍里，肯定比其他人都更加安全。刚才曹青青还在犹豫，现在把心一横，发誓一定要抱上这条大腿。而这时龙傲天从宿舍走了出来，这次他打算去别的楼层收集材料。而这时住在隔壁的女孩走了过来，你好，我叫曹青青，我想问问你，需要合作伙伴吗？龙傲天打量一下对方，还真就产生了合作意向。就比如在他出门时，就需要有人帮忙照看自己的宿舍，免得被其他人偷家。合作倒是可以考虑。真的吗？你要是愿意合作，干脆让我跟你住到一起算了。你的宿舍看着比我的安全多了。不是这种合作，而是在我外出探索的时候，如果有人攻击我的门，你立即私聊通知我，到时候分给你一些好处。这倒也行。曹青青想了想，觉得还是可以的，毕竟大家都不熟悉，对方肯定也不放心让他住进去。就这样，双方一拍即合，当场加了好友。我还要去搜集资源，这边就交给你了。好的，你出门一定要小心。顺便问一句，你应该知道我杀过人，为什么还要跟我合作？就因为你敢杀人，我才跟你合作。原来是这样，那我懂了。曹青青是一个很聪明的女孩，她心里知道，只有像龙傲天这样聪明且勇敢的人，才有能力保护她，一起在这恐怖的游戏中存活4天。之前群聊里有人提到过，8楼往下到1层都是畅通的，只是1楼大门被锁着出不去。龙傲天来到第7层后，发现消防斧还在，他高兴地收入囊中，随后继续往下探索。只可惜第6层的消防斧已经没了。到了第5层后，又出现了新的情况，只见几个人就在消防箱前面站着，为首的男人手里正握着消防斧，看来已经有人跟龙傲天一样在逐个楼层收集。飞哥，这人手上也有消防斧，要不要搞他？飞哥目光仍然锁定在龙傲天身上，沉默不语。龙傲天不想跟这么一群人拼命，就主动下了楼。群里提到过有个小子杀了人，大概率就是他，我们暂时没必要跟他硬碰硬。飞哥，他就一个人，再厉害还能干得过咱们吗？你特么懂什么？羊当然是要养肥了才好吃。这边的龙傲天已经到了1楼，他总共搜集到2把消防斧，既然都到了1楼，肯定要去正门看看。作为出口的大门是金属的，看起来坚固无比，绝不是一把消防斧就能破坏的。门边有个读卡器装置，看来开门需要门钥匙。此时管理群里那些人注意到了龙傲天的动作，现在就想出去，纯粹是白日做梦。门卡在惊魂夜的剧情 BOSS 身上，杀了 BOSS 才能拿到。在这栋楼里熬过4天，算是最简单的通关方式了。杀 BOSS 能门卡通关，没几个新人能做到。除非他能拿到楼内隐藏的那把武器，那把武器藏得太深了，要什么样的狗屎运才能拿到？管理群里肆意聊着，龙傲天窥屏聆听到这些信息，心中砰砰直跳。门卡在 BOSS 身上，另外楼内还有隐藏武器，只要拿到它，就有希望干掉 BOSS。龙傲天心里痒痒，恨不得现在就去干 BOSS。可是管理员们岔开了话题，没有继续聊这件事，这让龙傲天很是火大。还有多久会天黑？快了，还有不到5分钟。很好，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看僵尸大开杀戒了。才第1晚，僵尸还很弱，1级房门就挡得住，应该不会死很多人的。我靠，天马上就要黑了。听到这里的龙傲天扭头就往楼上跑去，5分钟的时间到8楼倒也来得及。就在他刚跑到自己的楼层时，楼内突然警铃大作，响应刺耳，还伴随着红光闪烁。大喇叭里传出一名男子的声音，语调里带着兴奋与狂热：天终于黑了，第3批实验品开始你们的表演，让我看看你们的身体活性。警告，夜晚即将降临，倒计时10、9、8、7。倒计时如同催命符。曹青青躲在房间里，眼看着龙傲天撒腿如飞，急忙开门喊道：晚上了，让我去你家躲躲吧。没时间了，躲回你自己的宿舍，先熬过这一晚，明天我会给你分红。龙傲天二话不说进了宿舍，曹青青见状气得直跺脚，随后也把门关上了。原本雾蒙蒙的窗外，现在彻底黑了下来，整座宿舍在外面看透露出渗人的气息，而宿舍内的走廊里一道道光影闪过，一大批的丧尸就出现在了楼道内，他们行动非常缓慢，口中发出动物般的嘶吼声。丧尸们做出用鼻子嗅的动作，似乎找到了目标，分散开对着各个宿舍缓慢走去。815房间内，龙傲天站在门口，通过猫眼往外窥视，能看到十分有限的范围，几只丧尸在宿舍外来回游荡着。而这时的玩家群内也是炸开了锅，是丧尸，外面有丧尸，我也看到了，他们长得好可怕，跟野兽一样。我以前玩过那种恐怖类型的密室逃生，里面有工作人员假扮的妖魔鬼怪，这些僵尸会不会也是假的？到底是谁在幕后操控这一切？龙傲天正静静地看着群聊，此时的他紧握着消防斧，要说一点不紧张，那肯定是骗人的。突然，一声嘶吼在他的宿舍外传来。此时838号房门口，一只丧尸正拿着棒球棍照着房门猛砸，屋内的曹青青已经吓得花容失色，他急忙通过私聊向龙傲天求助。傲天哥哥，你快来救我啊！我好害怕。别着急，再稍等片刻。还要等？
丧尸就要破门而入啦！龙傲天并未急于救援，因为他记得管理员曾提及，第一页的丧尸力量弱小，很难打破房门。果然，那只丧尸在连续攻击了10几次后，发现无法破门而入，便转头往龙傲天的宿舍走来。而这时的管理群谈到了一个重要话题：第一晚的丧尸实力弱小，正适合玩家主动出击。结果这群废物全都躲在房间里不敢出来，毕竟都是新手玩家嘛，胆小点很正常。第一个击杀丧尸的能触发手杀奖励，必掉1张技能卡。外加一件道具，就看哪个幸运儿能获得了。龙傲天听到管理员的对话，怦然心动。第一晚的丧尸是最弱的，要是现在都不敢拼杀，从明晚开始难度就会更大了。龙傲天一手紧握消防斧，一手持着木盾，毫不犹豫地冲出了宿舍。那只拿着棒球棍的丧尸看到龙傲天，立刻迈开僵硬的步伐，挥舞着棒球棍冲了过来。龙傲天毫不畏惧，他挥舞着消防斧迎了上去，与丧尸展开了激烈的搏斗。而838房间内的曹青青看着这一幕，心中充满了疑惑和不解。我求救的时候你不出来，现在却出来跟丧尸拼命，真是让人捉摸不透。此时管理群的聊天室内再次沸腾起来。快看快看，8楼的龙傲天跟丧尸干起来了。真是菜鸡互啄，难道不知道丧尸只有攻击头部才能死的吗？4楼那个叫飞哥的也行动了，就看他们2个谁更快了。龙傲天听到这些言论，心头不禁一紧。如果手杀奖励被飞哥夺走，那将是一个巨大的损失。然而更糟糕的是，对面的楼梯口竟然又出现了一只丧尸，他对付一只都很吃力，要是2只丧尸夹击他，基本就玩完了，得速战速决才行。对了，击打头部。龙傲天想起刚才管理员的对话，一个闪身绕到僵尸身后，全力抡起消防斧，重重砍在僵尸的后脑勺上。强大的冲击力导致僵尸栽倒在地。龙傲天冲上去补刀，抡起消防斧跟不要钱似的往上招呼。击杀目标，获得10点经验值，等级提升至2级，获得属性提升，解锁技能槽位。龙傲天眼睛发光，直接以最快的手速将这些都塞进次元背包。获得1级技能卡3连击，获得紫外线手电筒。龙傲天还来不及高兴，那边的胖僵尸跑了过来，对着龙傲天就是一下。还好龙傲天反应够快，拿木盾挡住。奖励已经到手，现在没必要那么拼，还是先回去研究一下刚刚得到的奖励吧。龙傲天决定求稳，转身撒腿如飞，跑回了自己的815房间。那只胖僵尸一路追杀到门口，对着3级房门开始攻击。龙傲天无视挠门声，开始研究刚刚的收获。首先是一张技能卡，技能3连击，效果在短时间内连续发动3次近战攻击，且第3次攻击必定暴击。玩家是否学习该技能？确定学习。只见一阵光芒闪过，龙傲天便学会了技能。他拿出消防斧，对着空气就是一个3连击，动作帅气又优雅。随后他又拿出电筒，但凡有点脑子，一眼就看出他的用武之地了。那当然是用来照丧尸的。他们白天不敢出来，80%是惧怕阳光，就是不知道对丧尸能造成多大的伤害。具体如何，只有出去找只丧尸试了才知道。那个叫飞哥的也打死了一只丧尸，这可把他的小弟们高兴坏了。他们给丧尸拍了照片，发在群里开始炫耀。看到没有，这是我飞哥一个人干掉的，跟着飞哥混准没错。有漂亮妹子想抱大腿的，可得趁早啊！我飞哥护着你。看到群里的对话，龙傲天一阵后怕，要不是能提前知道内部消息，那奖励可就被飞哥抢走了。趁着第一晚丧尸比较弱，多杀一些，提升自己实力才行。门外那个胖僵尸还在对房门进行攻击，龙傲天猛地打开门往外一推，丧尸差点摔了个大跟头。随后他举起手电筒按下开关，紫色的强光照在胖丧尸脸上，疼得他嗷嗷直叫。龙傲天趁机出手，只听咔嚓一声，丧尸应声倒地。随后龙傲天又补了几下，确保丧尸彻底死亡。这次击杀又让他获得了10点经验，可惜这次傻宝贝也没爆出来。龙傲天没有急着走，而是伸手在尸体上翻找了一下，倒是没白忙活，从丧尸的口袋里翻出一条巧克力，正好他也饿了，几口下去吃了个干净。然后他走到隔壁838房间，站在门口的曹青青看到了龙傲天打死2只丧尸，现在看到他有点害怕。你要干嘛？咱们现在是队友吗？我给你点好东西。好东西？那是啥呀？曹青青心里直嘀咕，不知道龙傲天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结果龙傲天递过来一把消防斧，我还有备用的，这把给你，你继续留在屋里帮我看着，如果有人敢动我的门，赶紧私聊告诉我。原来是这个好东西啊！曹青青看着那把杀过丧尸的消防斧，心里有点嫌弃，但还是接了过来。我乖乖在家看门，你自己多加小心，早点回来哦。龙傲天没再多言，他转身顺着楼梯向其他宿舍进发。此时的夜已经非常的深，各处都有丧尸的咆哮声传来。龙傲天才刚走出没多远，一扇房门猛然被撞开，一只面目狰狞的丧尸猛地冲出，直奔龙傲天而来。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龙傲天心头一紧，他赶忙拿起手电筒对着丧尸照去，紫色强光骤然亮起，而丧尸则像是做了亏心事一般，捂着脸踉跄后退。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龙傲天毫不犹豫地施展出了自己的武器。3连击，消防斧带着呼啸的风声，精准无误地击中丧尸的头上。3连击下，丧尸直接倒地死去。击杀目标，获得10点经验值，等级提升至3级，获得属性提升。有3连击技能在，今晚的我强得可怕。3连击的优势在于速度快，只要打中脑袋就可以秒掉1级丧尸，这样会大大提高他的升级速度。而龙傲天升级的速度引起了公共频道的注意，因为别的玩家还都停留在1级，而他已经3级了。这个龙傲天都3级了，他是怎么升级的？他杀过人，肯定还杀了丧尸，所以才能升级。大神，带我呗，我也想变得和你一样厉害。龙傲天没理他们，继续去搜丧尸身上的东西。这次他从丧尸身上找到了一张纸条，发现武器配方狂人手锯，发现装备配方刺猬护腕。做手锯需要锯片，现在没有。
做护腕需要铁钉，之前用完了，得继续收集材料才行。他这下有了收集目标，上路出发前去没探索过的地方。现在有丧尸出没，大多数玩家都选择躲在屋里，就只有龙傲天在到处搜刮，很快就找到了铁钉以及常见的零件盒、胶布、木料等等，整个8楼都被他翻了个底朝天。然后他下到7楼继续找，刚到7楼就看到一只丧尸在挠门。龙傲天一来，丧尸就不挠门了，转过头来就朝他走来。这时候楼梯口那边传来吵闹声，一群人走了上来，一共有7个人，领头的竟然是飞哥。这伙人上了楼，就看到了之前就见过的龙傲天。老大，又是那小子，排名第1的龙傲天。龙傲天刚来到第7层，就有一只丧尸慢悠悠向他走来。只见他一个灵活绕后，对着丧尸的后脑勺释放迅猛的3连击，咣咣3下就把丧尸秒杀。这一幕直接给飞哥几人看懵了。是技能，这小子竟然有技能！飞哥升到2级后有了技能曹魏，但是没有技能。刚才龙傲天的攻击大概就是他想要的，而龙傲天这边也注意到了飞哥他们。你们有事吗？这位朋友，我看你刚才使用了技能，能不能说说是在哪弄来的？飞哥说完话，领着几人就走到龙傲天的近前。他们7人手上都有武器，最差的也是根木棒，一副龙傲天如果不说出技能的出处，他们就要动手的架势。龙傲天想了下，技能这个情报大家早晚都得知道，告诉他们也无所谓，毕竟对方人多，如果强行出手，可能自己也会受伤。那是我打丧尸爆出来的。哦，原来是这样，没别的事，那我就先走了。龙傲天后推着拉开距离，随后转身走了。这时飞哥扭头对其中一个小弟说道：“你去8层，长期监视815房间，等时机成熟，我们再阴他一把，直接把他做掉。”飞哥，刚才怎么不直接干了他？他毕竟就一个人。你懂什么？他有技能在身，等级也比咱们高。刚才要是动手，说不定咱们也得死几个。一场针对龙傲天的阴谋马上就要展开，而龙傲天这边他已经击杀了2只丧尸，并且又升了1级。到了4级后，各项属性小幅提升。龙傲天惯例开始摸尸，经过一番摸索，发现了一个长方形的巨片，竟然爆出巨片了，爽！这下就可以打造那把狂人手锯了。龙傲天回到房间后，按照配方的内容开始打造狂人手锯。投入所需的材料后，机器一阵的转动，工作台上出现了一把威风凛凛的电锯。获得3级武器狂人手锯。等级3，攻击力16。这玩意可真帅啊！再碰到丧尸，岂不是砍瓜切菜一样？龙傲天正要出门试试电锯的威力，这时窗外面照进来微弱的亮光，预示着白天的到来。随后一个游戏提示框出现在眼前。各位玩家早上好，恭喜你们看到了第2天的太阳。本轮游戏100位玩家，还剩81人，请尽早打消幻想，早点调整状态，好好享受接下来的游戏吧。系统音刚一落下，龙傲天的耳边又传来游戏管理员的声音，聊天内容妥妥是龙傲天的专属福利。今天会在宿舍内解锁一些新地点，5层的图书室，3层的医务室，负1层的太平间，13层衣柜后面的密室，可都是好地方。要是今天还只知道躲在宿舍里，不知道出去提升自己的话，活到最后一天的可能性就很低了。管理员们提到的这几个地方，今天都得走一趟了。随后龙傲天第一时间先去了隔壁的838房间，把升级宿舍门的配方和需要的材料交给曹青青。原来房门是用这个升级的，好神奇。今天还是老样子，你给我当摄像头，盯着我的家，有情况就私聊告诉我。放心吧，家里就交给我。此时的第5层的图书馆已经开放，这一层已经有好几人在活动。经历了第1天，敢于出门的玩家明显变多了。这里怎么突然有了个图书室？以前怎么没发现有呢？应该是系统刚鼓捣出来的，管他呢，咱们进去看看。这时龙傲天也走了过来，有人一回头注意到他的到来。我操，这家伙是怎么回事？他身上哪来的这些装备？这位仁兄大为失态，说话都磕巴了。所有人看向龙傲天都有些害怕，他们大多数人连个装备都没有。对面的龙傲天已经全副武装，而龙傲天略显尴尬，将狂人手锯收入了次元背包。别害怕，我是好人，不会伤害你们的。经过一晚的惨烈厮杀，原本100位玩家现在只剩81人。不过好消息是，今天开放了很多新的场景让玩家探索，其中的新场景图书馆外已经聚集了很多人。大家不要怕，只要你们别来找我的麻烦，我就不会攻击你们。这里可能藏着什么好东西，大家各找各的，先到先得。龙傲天的一番话让紧张气氛化解了一些。有个胆子大的胖子男生说道：“行，就按你说的，谁找到东西就算谁的。”就这样，一个口头上的约定成型了。龙傲天率先进入开始探索，大家也放下了戒备，进入图书馆内。既然是图书馆，最多的当然是书，每个书架都罩着一层玻璃，书架上分别标注了3个类别：建筑类、手工类、玄学类。输入用户信息即可借阅书籍，每个用户只可借阅1本书。有人当即进行了尝试，输入了自己的门牌号跟虚拟名称后，这个书架光芒一闪，一本书出现在玩家手上。那个玩家拿起书查看，上面记载着一个配方。哈哈，我得到升级2级门的配方了，这下就不怕丧尸打坏我的门了。才2级门配方，小爷我的门早都升到3级了。龙傲天和在场的玩家都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每个人能在书架上得到1本书，书里夹着配方，3个书架也就是能获得3个配方。大家开始自发的排队领取书籍。龙傲天来到玄幻类书架，按照流程取出1本书，翻开后，在里面找到了一页特殊的内容，图案似乎是用朱砂撰写的。发现血炼符辟邪，解锁符箓档案，解锁画符功能。这就是符箓，你们都在这里拿到了什么符箓？叫什么血炼符辟邪？我的也是。看来大家都是同样的符箓，也就没必要互相交换配方了。龙傲天紧接着去了另外2个书架，在手工类拿到的是2级头盔配方，在建筑类拿到的是3级宿舍配方。配方都已经拿到，时间有限，得抓紧去其他场景看看。
大佬请留步。就在龙傲天准备走时，有人喊住了他，回头一看，说话的是之前那个小胖子。大佬，我的游戏名是白小胖，你应该是排名第1的龙傲天吧？是我，我赶时间，有什么事还是直接说吧。大佬，那我就直说了，你能不能带上我一起探索？我给你当小弟，以后全听你的。不行，你找别人组队吧，我现在倾向于单干。别啊，大佬，你一个人势单力孤，多个帮手多好呀！哎，大佬，你别走啊！龙傲天直接扬长而去，懒得再听对方逼逼。白小胖被晾在那泄了气，等龙傲天消失了，他才酸溜溜的嘀咕：行，你是大佬，你高贵，咱高攀不起。另一边的龙傲天一路探索来到了3楼，管理员提到这里有医疗室，龙傲天来到走廊尽头时，赫然多了一个新的房间。之前来3楼探索没见过医务室，看来是今天刚刷新的，得趁别的玩家发现之前搜刮干净才行。龙傲天不再犹豫，直接进了医务室，发现房间里有很多瓶子和药盒。龙傲天心花怒放，他赶紧拿起一个药瓶，手感很轻，原来是个空瓶子。他连着换了几瓶，全都是空的。逗我玩呢？全是空的有个屁用！龙傲天打起精神继续搜刮，花了不少时间，才在屋里陆续找到了一些真正的药物。疗伤药恢复60点生命值，解毒剂解除各种中毒状态，坚韧药剂恢复30点生命值，临时提升体质20点，获得30%物理减伤，持续2分钟。止血绷带恢复10点生命值，解除流血效果。全是好东西啊！龙傲天一共找到这4种药物，加在一起共11份。他很清楚这些药剂的价值，宿舍求生，生死攸关，多一瓶疗伤药就多一份活下去的希望。比如那个坚韧药剂，可以临时提升体质属性，获得额外减伤，明显是在危急关头使用的。在这里花费了很多时间，得去下一个地方了。龙傲天在医务室搜刮完药品后，又马不停蹄地往负1层的太平间赶去。期间他没有在普通房间上浪费时间，因为管理群提到过白天的时间是1小时整，距离下一次天黑也就还有10分钟左右。他很快就来到了负1层，这里灯光十分的昏暗，手电筒只能照亮一小部分区域，一直往里走来到尽头，总算看到一个大门，用灯光往上照，上面赫然挂着太平间3个字。龙傲天二话不说直接走了进去。与此同时的8楼，有3名玩家正鬼鬼祟祟地聚在815房门前。都说这里是第1名龙傲天的宿舍，看看人家这么高档的门，应该错不了。这次来只是踩点，等明天我们再过来。为啥要等明天？现在能拿到的东西有限，等明天里面的东西肯定更多，到时候我们给他一锅端了。就这么办，趁他离开的时候我们再动手，这样很安全，没有风险。3人鬼鬼祟祟地敲定了一个计划。游戏有很多种玩法，偷别人的家也是玩法的一种。与此同时的负1层太平间内，龙傲天刚一进来就被吓了一跳，因为大厅内横七竖八躺着很多的丧尸。按照游戏规则，丧尸在白天陷入了沉睡，不会攻击玩家，现在是杀掉他们的绝佳时机。龙傲天拿出狂人手锯，将锯片对准丧尸的脑袋开始攻击，电锯的嗡嗡声和切西瓜的声音不断响起，直至把丧尸彻底杀死，获得经验值为止。这些不会动的丧尸，妥妥都是我的经验包啊！就在这时，龙傲天的耳边又响起管理员的对话。管理员们一直在重点关注龙傲天这个特殊玩家。他的运气真好，第一个找到了太平间，里面的丧尸都随便他杀了。是啊，太平间可不只有丧尸，还有别的好东西，不知道这家伙能不能发现。其实我不希望有人把这里的丧尸杀光，这样会导致第2晚的丧尸数量太少。不要紧的，我们可以动用权限，临时投放大量的丧尸进入游戏场地，这是个好主意。而且还有9分钟天就要黑了，他的动作得快点才行。还剩9分钟，确实得抓紧。一旦到了夜晚，地上这些丧尸都会活过来。龙傲天再厉害也只能凉凉。他不断的击杀地上躺着的丧尸，气力不够，他就掏出之前找到的能量棒临时吃掉。最后终于杀完最后一只，他的等级也提升了1级。恭喜玩家等级提升至5级，获得属性提升，解锁技能槽位。终于解锁了第2个技能槽位，可是根本没有第2张技能卡。当前技能卡比较稀有，他到现在都没获得第2张。龙傲天眼看停尸间的丧尸都已经全部解决，正准备离开时，突然发现角落里有一个柜子。刚才管理员说停尸间还有好东西，不会就是在那柜子里吧？随后他便来到柜子跟前，打开查看，赫然发现柜子里有张技能卡。恭喜玩家获得技能卡，名称2路重脚，效果1，起身飞踢攻击敌人头部，有30%概率导致敌人晕眩3秒。效果2，用扫堂腿攻击下盘，附带击倒效果。龙傲天当即将技能卡装备上，这次得到的技能还附带特殊效果，踢上面能把敌人踢晕，踢下面能把敌人击倒。爽啊，这下直接起飞了。就在这时，各个楼层的大喇叭突然发出声音，连太平间里都能隐约听到。各位玩家们，我对实验品进行了优化，集满的丧尸将具有更高的攻击性，请大家尽情享受吧。又是之前那个声音，惊魂夜游戏背后的 BOSS。这个声音一旦响起，就意味着天就要黑了。果然，一个倒计时出现在提示框里，警告，夜晚即将降临，倒计时10、9、8。龙傲天清空了太平间的丧尸，但不代表整栋楼都安全了。何况管理员还有权限投放新的丧尸，这下回到8楼的宿舍将十分的困难。没什么好怕的，我现在就一路杀回去。冰冷的倒计时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恐怖的黑夜悄然而至。宿舍楼的每一个角落里，丧尸如潮水般涌现。而我们的主角龙傲天刚走出负1层的太平间，门外2只丧尸就像苍蝇见到大便一样，飞快地向他冲来。而龙傲天敏锐地察觉到，今天的丧尸似乎速度更快，动作也更加敏捷。管理员说的果然没错，今天的丧尸被加强了。这是他第一次同时面对2只丧尸的进攻，而且今晚的丧尸比昨天更强。龙傲天把手电筒切换成盾牌挡在身前，另一只手的狂人手锯随时准备进攻。很快，2只丧尸一前一后冲到跟前，龙傲天果断用出刚学的扫堂腿攻击丧尸的腿部，竟然将2
两只丧尸一起绊倒了。龙傲天二话不说，抡起手上的狂人手锯，咔咔一通暴力输出，锋利的锯片把僵尸的脑袋开了口，攻击了几下之后，将这两只丧尸当场毙命。新学的技能真不错，配合狂人手锯简直无敌了。大佬牛逼啊，一次搞定2只丧尸。是谁在说话？这时一旁的楼道里走出一个胖胖的身影，原来是那个游戏名叫白小胖的家伙。这小子白白胖胖，一脸福相，就像是年画里的抱着鲤鱼的小子长大了。大佬，我们又见面了，一回生2回熟，这下咱们可是朋友了。都天黑了，你在这里闲逛什么？我是想上楼回宿舍，听到这边有动静，就过来瞅一眼，正好看到你在这。我是打算回去的，没别的事，我就先走了。大佬，干脆一起走吧，人多了安全。不必了，我可没兴趣给你当保镖。龙傲天拒绝了同行，加快脚步往前走着。这个白小胖是个厚脸皮，尽管被拒绝了，但还是跟了上来。大佬放心，我就是在后面跟着，有你在前面上楼安全一些。那好，你就在后面跟着吧。两人就这样一层一层的往上走，途中遇到的丧尸都被龙傲天轻松干翻。一旁的小胖子看得目瞪口呆，直呼666。过了大约有5分钟的样子，二人便来到了8层。白小胖恳求说道：大佬，你能不能再送我一程？我的宿舍就在9楼，拜托了。这一路上你都不敢杀丧尸，如果你处处依赖别人，在这款游戏里活不长的。小伙子，你得支棱起来。龙傲天说完就直接走了，留下孤独如注的白小胖干瞪眼。随后他像下定决心一般暗暗发誓：那好吧，我会变强的，争取不给大佬拖后腿。此时的第8层的走廊里，有一只丧尸正疯狂攻击838的房门，将木门抓得嘎吱作响。屋里的曹青青吓得哇哇乱叫，急忙向龙傲天发出消息求助。傲天哥哥快回来，丧尸在攻击我的门。别怕，我已经到8楼了。也算曹青青走运，正好龙傲天刚回来，只见他加速冲过去，飞身就是一记重脚技能，丧尸的脖子都被踢断了，身体踉跄数步后陷入了晕厥。龙傲天落地后冲上去，对着丧尸的脑袋继续输出，咔咔几下就把丧尸爆了头。只见丧尸身上流光一闪，爆出了一件物品。龙傲天拿起来一看，发现是一小瓶迷迭香水，效果是喷在身上后消除味道，让僵尸难以发现，持续5分钟之久。这东西不错，龙傲天当即将香水收了起来。这时一旁的房门打开，曹青青把脑袋探了出来。傲天哥哥，我等你等得好苦，你总算是回来了。今晚不安全，让我进你的屋里躲一躲吧，求求你了。曹青青做楚楚可怜状，两个水汪汪的大眼睛都快要掉下眼泪了。可龙傲天暂时并不想让对方住进他的宿舍，以免被对方发现他能听到管理员对话的能力。你就在这里安安心心住着，如果再有丧尸过来挠门，我肯定过来帮你解决，别的我不敢保证，至少我能保你活到游戏结束。曹青青入住815宿舍的请求再一次被拒绝，这让他气得直跺脚。而龙傲天回到自己宿舍门前准备进去时，突然灵光一闪，他还没用过那张神秘的符箓呢。血炼符，它的具体效果究竟是什么呢？不如现在就试试吧。说干就干，他一口咬破手指，鲜红的血液瞬间涌出。接着他开始在宿舍门上专心致志的作画，在他的脑海中符箓的画法清晰无比，念头一动，手指就跟着动了起来。然而就在这关键时刻，走廊尽头却晃晃悠悠的走来一只丧尸，他用力嗅探着空气中的气味，仿佛在寻找着什么美味。这可真会挑时候，符箓才画了一半呢。丧尸很快就嗅到了空气中弥漫的血腥味，他兴奋的迈步向这边走来。就在距离龙傲天不远时，符箓终于画成了。龙傲天迅速闪身进入宿舍，而那只丧尸却扑了个空。这时门上的辟邪符突然散发出耀眼的光芒，丧尸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嚎叫后狼狈的逃跑。这辟邪符还真管用。龙傲天靠在屋里的墙上松了口气，然后整个人瘫坐下去。刚才经历的这些挑战让他身心俱疲，需要好好休息一下。曹青青在隔壁看到了刚才的一幕，发来了消息：傲天小哥哥，你刚才在门上画的是什么呀？能不能给我也画一个？龙傲天已经进入了半睡半醒的状态，没有理会对方。与此同时，玩家群内突然有一名玩家发出了求助：我是350房间的人，丧尸马上就要攻破我的房门了，不管是谁，快来救我，求求你们了，门要破了，门要破了！一声惨叫后，这名玩家头像黑掉了。所有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不是说躲在房间里就安全了吗？这时那个飞哥突然发话了，给所有人泼了一盆冷水。告诉你们一个坏消息，今晚的丧尸变强了，不想死的可以私聊我加入我的团队，美女优先哦。此时外面的天仍然是黑的，楼道里仍然有丧尸活动。这边还在睡觉的龙傲天被耳边管理员的声音吵醒，他们在研究投放丧尸的具体细节。我提议把僵尸分成3批，每一批都有1只变异丧尸带队。我同意，8层肯定要投放1批，因为龙傲天在8层，得给他加点难度。飞哥所在的4层也来1批吧，最后1批投放在顶层。听着管理员的对话，龙傲天简直想骂人，就因为他等级最高就要给他增加难度。龙傲天不能再耽搁下去了，急忙开始行动。他把狂人手锯放在工作台上修复一下，之前的战斗让手锯持久度掉了很多。就在这时，讨厌的大喇叭又叫了起来。我连你制造了1批新型丧尸，其中的精英丧尸可是非常厉害的，玩家们尽情的享受吧。喇叭声音刚结束，一处天花板上竟掉落下来几只丧尸，为首的一个竟然戴着恐怖的面具，双手拿着血淋淋的电锯，他们都在用鼻子努力嗅探，寻找着猎物的气味。距离丧尸最近的玩家躲在807房间，亲眼看到了这个丧尸小队，胆子都要被吓破了。我看到了一群丧尸，他们要朝我这来了。别吓我，你在哪一层了？我在8层，完了，丧尸发现我了，这么多我怎么可能打得过？这个游戏不公平，不公平！
这是他在群聊里说的最后一句话。这边的龙傲天已经修复好狂人手锯，随后他又拿出木盾查看，看着木盾平整的表面，突然灵机一动，要是能在木盾上面画出血炼符，或许能有奇效。就在这时，一阵呼救声在隔壁传来，一只精英丧尸游荡到了曹青青的房门前，抬起硕大的电锯开始攻击他的房门。狂暴的攻击让房门的持久度不断的下降，估计过不了多久门就要被破开。屋内的曹青青被吓得大喊大叫，都开始语无伦次了。别打我的门，我还不想死！傲天哥哥，你快来救我啊！说好的你会保护我。此时曹青青已经被吓得花容失色，因为门外的丧尸马上要把房门攻破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龙傲天终于出现。他之所以耽误了这么久，就是刚才在给盾牌绘制符箓。门外那个凶猛的电锯丧尸一看到龙傲天的身影，立刻向他冲去。屋内的曹青青这时总算松了口气。那个拿电锯的丧尸可不好对付，傲天哥哥你要加油呀！这时走廊上，龙傲天已经和精英丧尸打了起来，两把电锯碰在一起，火星四溅。可龙傲天没想到精英丧尸劲这么大，直接用蛮力把他的电锯给劈开了。丧尸电锯的锯条像刀一样插在了龙傲天的身上，一下子就打掉了他65点生命值。要知道龙傲天总共就只有120点生命。这次攻击可真是要了他的半条命。是我大意了，不能只靠蛮力，得用脑子才行。相比之下，那只丧尸却没有脑子，只会一味的用蛮力攻击。龙傲天将手中的盾牌稍微抬起，当丧尸的攻击和盾牌碰上时，上面刻画的符咒突然发出了一道耀眼的闪电，一下子就把丧尸电的后退了好几步。龙傲天抓住这个机会，脚下使出一个扫堂腿，把丧尸掀翻在地，然后抡起自己的狂人手锯就是一顿猛攻。恶心的家伙，去死吧！龙傲天持续攻击了好几分钟，才将这只精英丧尸杀死。他的身上冒出了2道光芒，悬浮在尸体上方，分别是一个医药箱和一把武器。可还来不及高兴，他就因为失血过多，眼前一片模糊。这时曹青青急忙把门打开，让龙傲天进到他的宿舍。傲天哥哥，你受伤了，这可怎么办才好？不要紧，我有疗伤药。他拿出刚才报的基础医药箱，小小的箱子里摆了4瓶药、2卷绷带。二话不说，猛猛灌了1瓶恢复药剂后，血量开始慢慢恢复。这仗打得并不漂亮，面对变异丧尸，我多少还是有些轻敌了。哪有？现在别说单挑精英丧尸，就算是普通丧尸也没几个玩家敢单独面对。傲天哥哥最棒了！曹青青的一番话说的龙傲天有些不好意思，随后他又拿出另外一样战利品——弹簧铁拳，攻击力20%，效果：按下按钮将铁拳弹出去攻击敌人，攻击距离2.2米，造成85%物理伤害，并击退敌人。这件武器的攻击力比狂人手锯高出4点，还附带了击退效果。紧接着他又取出了那瓶迷迭香水，我还要出去打丧尸，临走之前送你个小礼物。龙傲天对准曹青青喷了几下，香水的效果是让僵尸难以发现，可以保他今晚的安全。随后龙傲天也往自己身上喷了几下，然后毅然决然地出了门，而曹青青则留在宿舍里，心里默默地为龙傲天祈祷，希望他能平安归来。此时的8楼走廊内，2只丧尸正趴在一名玩家的尸体上享用晚餐。龙傲天握着弹簧铁拳，悄咪咪地靠近，将武器对准其中一只，按下了按钮，拳套重重打在丧尸的背上。这只丧尸被打得摔了出去，撞在了墙上，而弹飞出去的拳套自动收了回来。另外一只丧尸恶狠狠地向龙傲天冲来，龙傲天直接点亮手电筒，用紫外线将这家伙逼退，然后抡起弹簧铁拳就是一通砸。这东西还挺好玩。将2只丧尸解决后，龙傲天又拿出了电锯，感觉还是这东西用起来更刺激的。经过一阵激烈的战斗，8层的丧尸都被他一人清理干净，他的等级顺势升到了6级，各项属性又有提升。而这时的玩家群内都看到了龙傲天等级提升，他又升级了，我才2级，他都6级了。人家肯定是外出猎杀丧尸了，你要是眼红，你也去呗。大佬，你要是愿意杀丧尸，快来11层这边吧，这边太多了，有个身上缠满绷带的丧尸，特别恐怖。看到玩家群里发的消息，龙傲天有些心动了。击杀变异丧尸有丰厚的奖励，100%会爆东西，只要小心些还是能拿下的。看来11层还有一只精英丧尸，有必要去冒一次险，搏一搏，单车变摩托，干了！上集说到龙傲天在玩家群里得知了精英丧尸的消息，他二话不说就往11楼赶去，毕竟风险越大收获就越大。路上遇到落单的丧尸就一套3连击带走，好不容易爬到11楼，突然听到远处传来人类的尖叫声。龙傲天好奇地望去，这一看可把他吓坏了，原来一只全身缠满绷带的丧尸正趴在一名玩家身上大口大口地啃咬着，那瘆人的咀嚼声听得人心里直发毛。丧尸吃了一半似乎察觉到了什么，抬头看向了龙傲天这边，又是一场硬仗。他深吸一口气，做好了战斗准备。万幸的是，精英丧尸身边没有别的丧尸小弟，是龙傲天最喜欢的1对1局面。只见龙傲天快步上前，右手上的辟邪盾蓄势待发，精英丧尸俯下身来，做出运动员起跑的准备动作。短暂的蓄力过后，身体像是利箭一样击射出去，眨眼之间就来到了龙傲天近前。速度好快！龙傲天连忙举盾格挡，精英丧尸直接撞在了辟邪盾上，强大的冲击力将龙傲天击退出去好几米远。这一击直接打掉了辟邪盾10点耐久。我靠，再来一下，这面盾牌就会碎掉。龙傲天稳住身形后，立即展开反击，一个冲刺来到近前，使出3连击，还好这3下全都命中了。可精英丧尸并没有死掉，他抬手对着龙傲天就抓来，这一下猝不及防正中腰部位置，龙傲天感觉自己骨头可能都断掉了，他紧咬牙关上前一个扫堂腿，结果这一脚像是踢在铁板上，根本无法将他踢倒。这精英根本破不了防。对了，我还有手电筒。不等他多想，精英丧尸又抬手抓来，龙傲天急忙避开对方的攻击路线，同时取出手电筒往对方的脸上照去，紫外线打断了丧尸的攻击动作，他像是害羞的媳妇用手捂住了脸。龙傲天抓住机会抡起弹簧拳头，拳头像不要钱一样砸在
在丧尸身上，大概砸了有5分钟左右，终于给精英丧尸砸死。精英丧尸太肉了，竟然要打这么久。这时他发现丧尸身下爆出了一件物品，他赶忙拿起查看。恭喜玩家获得惊魂夜游戏场地完整地图。玩家本身就有地图功能，这份地图直接把龙傲天没去过的地方都一并补全了。每个玩家住在哪个宿舍全都一目了然。其中在地图的最底部是负3层，那里有着一个大房间，标注着危险区域。看来最终 BOSS 就在这里。今晚投放了3只精英丧尸，我干掉了2个，剩下的1只会被谁干掉呢？就在这时，玩家群里一片沸腾。那个飞哥发出了好几张照片，是他们几人击杀精英丧尸的合影，旁边还有别的人类尸体。看到没有？这就是实力，想活命的就来投靠老子吧！飞哥在那得意洋洋，估计投靠他的人不会少，因为他给了玩家们一份希望。但看他们身边的人类尸体，多半是拿投靠他的玩家当炮灰而已。随后天开始亮了，从最开始的100人，到现在只剩下了56人。昨晚又死了10几人，龙傲天没有时间为陌生人的死亡而哀悼。今天他有一个目标必须完成，那就是13层的那间密室。他给曹青青发消息，让对方继续帮自己看家，然后就上了楼。之前管理群提到过密室在一个衣柜后面，他刚刚解锁了完整地图，地图上标注了密室的位置。很快龙傲天便来到大衣柜的跟前，他绕着衣柜检查，还抬腿照着衣柜踢了一脚，显示伤害是0，意味着这个衣柜是不可破坏物品。这衣柜的线索在哪？我到底该怎么进到密室呢？就在这时，一道系统音传来：本密室会出3道题，答对2道即可进入，答错2题者将永久无法进入。是否进行答题？还要做解密游戏吗？我接受答题。第一题，一坤年等于多少年？我靠，这是什么鬼才问题？一坤年等于2年半。回答正确。第二题，哥哥的4大爱好是什么？抽烟、喝酒、烫头。回答错误，是唱跳、rap 还有打篮球。看来我不是个合格的小黑子，怎么办？再错1道题就进不去密室了。上集说到龙傲天需要答对2道题才可进入密室，此时他还有最后一次答题机会，下道题再答错，可就没法进入密室了。你都出的什么破题？能不能出点正常的？可以，请听题。哪吒的师傅和2个哥哥分别叫什么名字？这题我会，师傅是太乙真人，哥哥是金吒和木吒。回答正确，准许进入秘境，开启中请稍后。这时衣柜缓缓向两边移动，露出了藏在后面的暗门。龙傲天二话不说便走了进去，屋里面积不大，一面货架上摆放着牛奶罐头等食物，还有一些药品等等。龙傲天高兴的全部放进了次元背包。这时一张桌子引起了他的注意，桌子上摆着2个带引线的瓶子，一本笔记本。龙傲天拿起桌上的那瓶子查看，燃烧瓶效果。点燃后投掷出去，引燃一片范围，造成火属性伤害。这玩意对付丧尸的效果肯定不错，而且一烧就是一大片。龙傲天将2个燃烧瓶都收了起来，目前他并没有火柴跟打火机，暂时用不了燃烧瓶。随后他拿起桌上的笔记本查看，上面的内容是一个年轻小伙写的：3月16日，我跟随父亲一起来到了这栋大楼，在这里我见识到了他的疯狂。父亲竟然用活人做实验，将彼岸花的力量注入尸体，就能让尸体复活。他说这都是为了救活我妹妹。4月18日，尸体确实活了过来，但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复活。尸体长出了尖牙利齿，极具进攻性，张嘴咬死了1名研究员，这分明是丧尸啊！4月30日，父亲彻底疯了，他竟然说要把我也变成丧尸，这样就可以永生不灭了。5月7日，我想好了，宁愿死也不要变成丧尸，而且我也不会允许妹妹变成那种恶心的怪物。变成丧尸必须保证脑袋完整，只要我一枪打爆自己的脑袋，就不会变成那鬼东西了。不想死在这间屋里，还是去14层的1450房间自我了断吧。龙傲天看完了日记内容，只觉触目惊心。剧情中一个疯狂的父亲用某种邪恶方法将尸体变成丧尸，他甚至疯狂到连自己的儿子都不放过。后来这个儿子选择了自我了断。枪，日记上说14层的1450房间里有枪，之前我拿到的可都是冷兵器，要是能有一把枪，在这个新手局里，那不是乱杀。要干掉游戏 BOSS， 就指望这把枪了。龙傲天对这把枪志在必得，他加快了探索速度，把这个房间仔仔细细翻找了一遍。后来又找到了一个燃烧瓶配方，以后就可以自己制作燃烧瓶了。出发，上楼搞那把枪。龙傲天动力满满。这时曹青青发来了紧急消息：傲天哥哥，你快回来，有3个人在砸你的房门。啊，砸我们做什么？我说的是真的，他们肯定是想破门而入，抢走你家里的存货。就算你的房门升过级，也架不住他们一直砸下去啊！收到，我马上回去。龙傲天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他就担心自己外出的时候会有人过来偷家，所以才会跟曹青青这个人肉摄像头合作。不管是谁在砸我的门，非弄死他们不可。此时的815房门前，3名玩家正在一起进攻龙傲天的房门，他们3人都红了眼，急着将门快点打破，然后抢走里面的一切。在这3人的联手之下，房门的耐久度不断减少，攻破门只是时间问题。快点儿，再加把劲！这可是龙傲天的房间，里面肯定有很多好东西。是啊，这下咱们可要发财了。3人非常的兴奋，感觉自己马上就要夺走属于龙傲天的一切。房门的耐久度只剩下了8点，眼看着就要成功了。就在这时，一道冰冷的声音响起：你们路走窄了。眼看宿舍门就要被破开，就在这时，龙傲天冰冷的声音传来。3人闻声看了过去，就见一名全副武装的玩家带着杀气走来，这给3个刁毛吓坏了。
是龙傲天，他回来了。咱们不是对手，快跑！三人吓得魂飞魄散，撒腿就要跑。但龙傲天速度更快，一个箭步就冲到三人身边混战了起来。龙傲天现在是6级，面对这种2级玩家，就像砍瓜切菜一样简单，没几下就把3人全部搞定。击杀3个目标，获得30点经验值，距离下一级还需365点经验。龙傲天现在等级太高，这样的2级玩家要杀好多个才能升级。随后他对着3具尸体拍照，然后将照片直接发到了玩家群。这3个人敢砸我的门，全都被我杀了。我这个人脾气不太好，希望你们引以为戒。宿舍是玩家唯一的避难所，敢砸一个玩家的房门，这就是赤裸裸的死仇。杀了其实也不冤枉，所以玩家群内并没有掀起太大的波澜。修门，简单整理一下吧。龙傲天回到自己的宿舍，开始对受损的房门进行修理，修理进度条缓慢涨着。这时玩家群里一名叫做豆豆的玩家提起了让龙傲天感兴趣的内容。那个，有没有人愿意用武器跟我交易？我可以用手上的东西交换，不能识破木棍那种东西糊弄我。随后豆豆发出了一张照片，里面乱七八糟的有好几样东西，其中包括1节电池以及1盒火柴。龙傲天看到照片，心中顿时为之一动。电池跟火柴都是他需要的，电池可以补充紫外线手电筒的电量，火柴能配合燃烧瓶使用。电池跟火柴我要了，用2级武器跟你换，是一把防爆棍，很不错的。大佬，没想到能引起你的注意，你等级太高，跟你交易我不太放心啊。如果我要硬抢的话，直接杀到你家就行了。你放心，别说一把2级武器，就是2把我都出得起。之前击杀3名玩家是因为他们砸我的门。我有自己的原则，不会对无辜的人出手的。龙傲天的话终于打消了对方的戒备心，双方约定好10分钟后在宿舍的11层交易。他这边门也修好了，随后先去了隔壁的838房间。这次曹青青的及时通知算是立了一功，龙傲天赏罚分明，给曹青青留下了能用来升到3级门的材料。之后他便前往和豆豆约定的地点。龙傲天很快就来到了第10层，这时他突然停了下来，因为楼梯在往下面淌血。龙傲天举起盾牌放慢速度往上走，一来到11层就见地上躺着一具尸体，身上还有鲜血汩汩流淌，而凶手就站在尸体旁边，是一名身体精壮男子，手上握着一柄染血的尖刀。双方的目光碰撞在了一起，气氛瞬间变得紧绷。龙傲天看了一下好友列表，其中叫做豆豆的头像黑掉，这证明地上躺着的尸体就是豆豆。龙傲天看着凶手冒出一个猜测，你是子颖。对方目光阴沉，微微点头承认，这名叫做子颖的是排名第3的玩家，仅次于飞哥和龙傲天。你升级这么快，经验值是哪来的？当然是杀人。对方的话龙傲天早已预料到了，子颖就是那种典型的杀手型玩家，以猎杀别的玩家为主，可对方再强也不是龙傲天的对手。我跟这小子约好了在这里交易，用东西换他手上的火柴跟电池，现在人被你杀了，你说怎么办吧？我刚刚从他身上搜到了你说的这2样东西。子颖从自己身上掏出火柴跟电池一一丢了过来，龙傲天接住后收进了次元背包。对方主动上交这2样东西的做法让龙傲天改观了看法。至于杀人越货这种劣行，只要别找龙傲天的麻烦，他就管不着。你还挺上道的。东西给你的，我可以走了吗？可以，你走吧。龙傲天拿到了自己想要东西，心情大好。子颖慢慢向后退，然后转身跑远了。龙傲天心里还惦记着那把枪，不想在这里浪费时间，匆匆上楼来到了13层，还想往上走，结果被一扇厚重的铁门挡住，根本过不去。龙傲天正发愁怎么进到14层呢，结果听到管理群里说14层要等第4天才会开启，这回算是白跑一趟。看来只能等到明天再来。惊魂夜游戏一共就4天，拿到手枪才能跟那个 boss 决战。距离天黑还有一段时间，正好用这些时间升级一下宿舍。他手上早就有2级宿舍的配方，之前一直没来得及升，而升级宿舍主要材料是石料，获取的方式就是直接砸墙。龙傲天用消防斧的背面对着一面墙就哐哐的砸，砸碎墙壁后获得了5个单位的石料，当即返回宿舍开始升级。升级宿舍所需材料：石料5、木料5、金属2，满足升级条件。是否升级？确定升级。一个进度条出现，缓慢走着。龙傲天化身为土木老哥，拿着消防斧到处敲敲打打，周围烟尘四起，整个宿舍为之震动。宿舍升级成功，等级2级，面积18平米，房门耐久度65，墙壁耐久度150。升级之后，整个宿舍空间大了很多，以后就可以储存更多的东西，墙壁也变得更加厚实。龙傲天打开门往外面看了看，他发现从走廊里看格局是没变化的，每一扇门的间距原封不动。这么厉害，外面空间不变，仅仅是宿舍内部进行了空间延展。就在这时，楼道里讨厌的喇叭声又传来了，这意味着游戏的第3个夜晚要到来了。恭喜各位迎来了新的夜晚，丧尸是实验品，你们同样是实验品，努力活下去吧。最后能来到我面前的人，我将赐予他永生。今晚还是老样子，那就是主动出击。夜晚杀丧尸给的奖励更高，值得冒险。龙傲天就这么站在宿舍外等着，结果左等右等也没有丧尸出现。啥情况？我的丧尸呢？管理员那帮坏蛋会这么好心不投放丧尸？龙傲天有些疑惑不解，打算下楼看看情况。一路向下，陆续遇到了几个拿着武器的玩家。龙傲天没有理会他们，一心只想找丧尸干掉。结果转悠了半天，一只丧尸都没找到。不是吧？我的丧尸小宝贝都去哪了？就在龙傲天懵逼时，玩家群里有人发言了：各位朋友，我是1层的玩家，楼下的负1层有很大的响声，感觉不太对劲。接着又有几名玩家在讨论今晚特别的安静，都没有丧尸出来砸门。龙傲天也发现了问题所在，到现在为止一直丧尸都没出现，那可能今晚的重点在地下。龙傲天二话不说往楼下跑去，一来到负1层就听到了砰砰的砸门声。龙傲天打着手电筒往声音的来源处走着，就在这时他耳边传来管理员交谈的声音：距离丧尸破门还有多久？还有2分半，
龙傲天要是一个人下去，8成要挂在里面。是呀，今晚的考验需要至少3个玩家合作，就算龙傲天再强，一个人也是不行的。推动门前的货箱堵住2个房门，就能减少丧尸数量。如果所有门一起打开，就算是龙傲天也必死无疑。管理员说话的同时，龙傲天已经来到声音源头。原来这里是刚解锁的新区域，一共有3扇铁门，门口有2个大号的货箱，正有丧尸在里面疯狂砸门。3扇门对应着3批丧尸，铁门之上显示出剩余的耐久度即将被攻破，到时候会有3批丧尸一起冲出。龙傲天来到一个货架旁边，伸手想要推动它，这时一个系统框弹了出来。此为场景互动道具，至少需要3名玩家合力才能推动。我去，这是强行逼着玩家组队啊！快来人到负1层帮忙！一大群丧尸即将破门，必须来人帮我移动铁箱将门堵住才行，至少要来3、4个人。龙傲天在公共群聊里发言，同时附上了照片作为证明。时间紧迫，生死关头，如果没玩家来帮忙，他就只能跑了。快来人！尤其是1层、2层的玩家，你们距离最近，要是不过来帮我，等丧尸冲出来，先死的就是你们。眼看门后的丧尸就要撞破铁门冲出来，在这紧要关头，群里竟然有人出来唱反调。兄弟们别听他的，下去不是送死吗？龙傲天他的极高，就让他自己在那顶着好了。听到这话，龙傲天顿时血压升高，直接开麦狂怼：不会说话就给我闭嘴！今晚的丧尸数量极多，要是一股脑破门而出，楼上所有玩家都有危险。我最多只等你们2分钟，一直不来人帮忙的话，我就上楼了，到时候看谁倒霉。龙傲天发完消息就不再理会群里的玩家，如果一直不来人，那龙傲天只能开溜了。他才不要自己一个人在这里抵挡尸潮。就在这时，一路急促的脚步声传来，龙傲天抬头看去，来的是个长相阳光的帅小伙，好像还是个体育生。傲天大佬，我来帮忙了。你来的正好，这任务需要3个人，再来1个就能把事办了。好，那咱们再等个人来。2人就这么干等着。门后那些丧尸发出的声音简直就像是催命符。眼看铁门的耐久度越来越少，体育生小伙有点慌了。咋回事？怎么还不来人帮忙啊？再等等，要是还不来人，我就带你一起上去，丢下这里不管了。龙傲天话音刚落，一名玩家飞奔着向这边赶来。来人正是那个极度危险的男人，总积分排名第3的子隐。龙傲天紧了紧手中的武器，戒备心大增，毕竟来人实力非常强。我是来帮忙的，今晚大家只杀丧尸，不内斗怎么样？你是聪明人，如果在这里内斗，只会害死自己。过来帮忙吧。龙傲天现在也不能挑挑拣拣了，有人帮忙就得用上。3人开始合力推动货架，货架开始移动起来，可这移动速度实在太慢了，时间上很可能来不及。我也来帮忙。这时声音响起，又跑来一名玩家，身材白胖的，是那个白小胖。他能来这里让龙傲天颇感意外，只是现在来不及细问。快来帮忙推箱子。好嘞，傲天大佬，我来了！白小胖冲到近前上手帮忙，多了一个人后，货架移动速度明显加快，很快就将铁门堵住。随后，龙傲天带着几个临时的同伙一起推动第2个货架。这扇铁门的耐久度已经见底，门后丧尸进攻似乎比刚才更加疯狂。好在最后关头总算是把门给挡住了，这样一来就只剩下1扇门可供出入。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那扇门，他们知道即将发生什么。砰的一声，门破了，一群丧尸杀气腾腾的从门内走出，看到门外的几个大活人后一拥而上的冲来。大家各凭本事，杀丧尸赚经验。龙傲天交代一句后，拿起电锯就冲上去。一阵电锯的咔咔声过后，第一批出来的丧尸就这么被全部灭杀，给其他3人都给看懵了。一直以为龙傲天也不过如此，没想到竟然这么强。不愧是傲天大佬，杀丧尸就跟吃饭一样简单。是啊，感觉都不用我们帮忙，傲天大佬自己就能解决所有丧尸了。好了，少拍马屁，第2批也要出来了，你们也抓紧杀几只丧尸，提升下自己等级。不等龙傲天话说完，又有一大批丧尸从门里冲出来。在场的子隐反应最快，挥动武器攻向一只丧尸，他明显是用了某种技能，挥出的刀光呈现半月形，没几下就将一只丧尸的脑袋给削掉。这家伙实力真的不弱，我得小心提防才行。随后体育生小伙跟白小胖也加入战斗。游戏进展到现在，玩家都明白了一件事，一味的苟且是不行的，想活命就得先拼命。就在这时，又有更多的丧尸冲进来，数量增加到了20只。龙傲天眼看丧尸数量太多，果断掏出燃烧瓶跟火柴，紧接着点着燃烧瓶，你们让一让，我要烧烤丧尸了。龙傲天用力将燃烧瓶丢进尸群当中，咔嚓一声，瓶子碎裂，火焰引燃了周围的丧尸，这些丧尸都成了火。燃烧中的丧尸痛苦挣扎，直至血条清零，全部倒在了地上。大佬就是大佬，这一把火放得好啊！龙傲天仅用一个燃烧瓶就解决了大批丧尸，剩下的几只漏网之鱼也被子隐几人轻松解决，就连白小胖都捡漏干掉一只。就这样，第1扇铁门的战斗总算是结束。然而危险并未解除，另外2扇铁门后的丧尸还在疯狂撞击铁门，估计要不了多久货架就会被撞开。如果2个铁门同时出现丧尸，咱们可能顶不住。大伙先歇一歇，等都恢复体力了，咱们再放些丧尸出来，逐个击破。好的，大佬，都听你安排。没问题的，大佬。这时一旁的子隐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狡黠，对着龙傲天说道：“你还有燃烧瓶不？刚刚可多亏他力挽狂澜了。”龙傲天犹豫了一下要不要说实话，但考虑到现在大家一起合作，坦诚点没坏处，就如实说道：“就剩最后一个了，这可是咱们的底牌，情况不妙就靠他救场。下一场开场就扔，别犹豫，先给丧尸来个下马威。”子隐听到燃烧瓶只剩1个，脸上露出一个不易察觉的阴笑。龙傲天这边心里也泛起了嘀咕，看着子隐那副模样，总觉得他没安好心。放心，要是丧尸数量太多，我肯定第一时间扔的。几人在原地抓紧时间休息，白小胖却闲不住，他跑到丧尸尸体那儿开始翻丧尸的衣斗，满心期待能找到什么宝贝。结果翻了半天，就找出几个小药瓶。什么嘛，负1层的丧尸也太穷酸了，连一把像样的武器都没有，真是白忙活一
一场。龙傲天听到白小胖的抱怨，突然想起自己背包里还有宝贝，他赶紧掏出一把3级钉头棒，这可是之前打精英丧尸爆出来的超强武器。阿火兄弟，我这有把多余的3级武器，你人不错，就送你了。这都不好意思啊！阿火嘴上说着不好意思，可手却像装了弹簧一样飞快地接过来。毕竟他原来那把2级武器和这比起来威力差太远了。而龙傲天送武器可不只是表面这么简单，他悄悄给阿火发了条消息：这个子颖有点不对劲，你帮我盯着点，有异常马上告诉我。放心，包在我身上，以后大家都是兄弟，有好事可别忘了我。两人很快结束私聊，白小胖眼巴巴看着阿火拿到新武器，心里那叫一个羡慕。随后他也厚着脸皮凑了过来：傲天大佬，你要是还有多余武器，也给我一把呗。我这1级武器根本不够看，有了好武器，我才能跟着你好好打丧尸啊！龙傲天看他态度积极，而且眼下确实需要大家齐心协力，索性大出血的又掏出一把武器。我这儿还有一把3级武器，也是之前打精英丧尸爆出来的，本来我想自己留着备用，看你这么积极，就给你吧。白小胖一听，扑通一声直接给龙傲天跪了，那样子像是见了亲爹一样亲。傲天大佬，你就是我的神，以后我就死心塌地跟着你。好了，快起来休息会，待会还要战斗呢。经过几分钟的休息后，众人总算恢复好了。子颖率先开口道：开干吧，我等不及再收拾一波丧尸了。好嘞，开干！阿火和白小胖听到子颖的话，也跟着热血上头，士气直接拉满。龙傲天选了一扇门，几人一起推货架，货架和地面摩擦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仿佛在奏响战斗的前奏。龙傲天一边用力一边喊：我喊松手就一起松，别忘了燃烧瓶。子颖的语气好像在催促龙傲天赶紧把底牌扔出去。龙傲天也猜不透他心里在打着什么主意，只好先应付一句：放心，我心里有数。这时货架被推到了对面，没了他的主导，门后的丧尸纷纷从门内涌了出来，看数量肯定在20只以上。龙傲天看到这么多的丧尸一起出来也是一惊，数量太多了，这下非得用燃烧瓶不可了。龙傲天有心还想防着子颖，可眼下的情况他别无选择，只好引燃了宝贵的燃烧瓶，朝着尸群丢了过去。之前出现过的一幕又上演了，燃烧瓶在尸群中爆开，火光四散开来，引燃了众多丧尸。龙傲天又大显神威了，靠着燃烧瓶撂倒了大批丧尸，可现在仅剩的1只燃烧瓶也已经用光，就我们4个人想扛住这最后一波，属实有点悬。没了大杀器燃烧瓶，龙傲天现在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关键时刻，白小胖站了出来，说道：老大，你可是等级排名第1，在群里喊一嗓子，大家肯定都会来帮忙的。你可拉倒吧，之前我喊了半天，结果只有你们3人过来了，不过只剩最后一批了，他们应该不会再怕了吧。说到这儿，龙傲天立马把满地尸体拍了照发到群里。我们已经解决了这么多丧尸，就剩最后一批，只要来帮忙，好处少不了。之前大家都怕危险不敢下楼，可现在一听只剩最后一批，再加上龙傲天这等级第1的大佬出面，瞬间就有了响应。惊了，你们居然杀了这么多丧尸，今晚的丧尸这么容易对付吗？算我一个，这就下去，大佬可别坑我们啊！还真不是光嘴上说说，陆陆续续有人往负一层赶来，等人数凑够10个，龙傲天觉得反击的时候到了，他果断下令，首先让3个人推开了架子。架子被推开的一瞬间，大批的丧尸从门后疯狂冲了出来，众人见状立刻冲上去与丧尸展开搏斗，而龙傲天更是霸气外露，他手持电锯一路火花带闪电，所到之处丧尸纷纷毙命。一番激战过后，丧尸横七竖八的倒在地上，但这场战斗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人类玩家一方总共死了2个人。各位辛苦了，都休息一下吧。此时的他已经累坏了，直接一屁股坐在地上休息起来，众人也放松下来，开始交头接耳的聊天。就在这时，阿火给龙傲天发来一条私聊：小心你身后。龙傲天反应极快，看到消息后猛然起身进入战斗状态，犹如幽灵一般站在后面的人正是子颖，他手持一把尖刀，距离龙傲天仅有1米远。子颖，你要干什么？要说子颖没什么坏心思，鬼都不信。他见事情败露，并没有慌张，而是淡淡道：没什么，丧尸都杀光了，咱们后会有期。说完，他快步后退，拉开距离，然后从一侧匆匆走了。龙傲天望着子颖离去的背影，心中暗自警惕，这家伙果然是个危险分子，得防着点。以后有机会还是除掉他吧。他与子颖身上都背了人命，所以谁杀了谁都不冤枉。这时，楼上传来了大喇叭的声音：恭喜你们又坚持了1天，好好珍惜剩下的时光吧。通过一次次实验，一次次优化，我的技术已经趋近完美。今晚我会创造出最完美的丧尸，将我的挚爱复活，而你们都会成为今晚的后继品。天总算亮了，这也预示着惊魂夜到了最后一天。在场的玩家激烈讨论，分析着大喇叭说的话，毕竟这是关乎性命的事情。这时候，白小胖率先发言：各位，趁着咱们现在人多，我提议一起向前探索，看看前面是什么情况。大喇叭里那个人说晚上才会制造出丧尸，我们白天过去，没准能提前把他干掉。这个提议得到了众人的响应，典型的人多壮胆，再加上现在到了白天，大家的胆子就更大了。龙傲天也决定一起过去看看。就这样，由龙傲天带头，他们一起从中间的铁门进去，走到尽头是一扇关闭的铁门，上面时不时有电流闪过。这门是带电的，不能碰。那也得先试试看。龙傲天从次元背包里取出一个金属零件，随后朝着铁门丢了过去。零件打在铁门上，激起一阵阵的电流。这果然是带电的，看来只能到今晚才能见到 BOSS 了。现在进不去就看不到 BOSS， 自然就无法提前解决对方。众人也都有些失望。之前地上那些尸体身上或许还有油水可摸，很多人选择了留下来翻找，碰碰运气。龙傲天惦记着14层的枪，没有在这里逗留，而是快步上了楼。只有拿到哪把枪，才有把握通关这场死亡游戏。
今天是恐怖惊魂夜的最后一天，也是神秘 BOSS 即将出现的日子。在这之前，龙傲天必须得先搞到一把枪才行。来到14层后，龙傲天经过一番寻找，总算找到了1450房间。刚一走进房间内，一股特别臭的味道扑面而来。只见椅子上坐着一具男尸体，显然这就是日记的主人。在他旁边的地上有一把手枪。终于找到手枪了，这可是扭转局势的关键。与此同时的8层，曹青青正守在宿舍门内关注着外面的情况。龙傲天到现在还没回来，这让他有些担心。不知道傲天哥哥在负1层怎么样了？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回来？几天的相处下来，曹青青也有点喜欢上这个面冷心善的大男孩。不知道傲天哥哥喜不喜欢我呀？嗨呀，大家能不能活着回去都不知道，傲天哥哥怎么可能考虑这些？就在曹青青胡思乱想时，一张纸从门下面塞了进来。曹青青疑惑地把纸拿起来查看。小美女，我们知道你在帮龙傲天看家，我们兄弟几个想对付他，要是你敢冲锋报信，我们在他回来前就砸烂你的门，不想死就跟我们合作。龙傲天再厉害也只是一个人，就给你半分钟时间考虑，别让我等太久。曹青青看完纸条，一时不知该怎么做好，她眉头紧皱地想着，没一会儿就下定决心。飞哥他们太坏了，我绝对不会背叛傲天哥哥。曹青青这样想着，然后给龙傲天发去了消息。傲天哥哥，飞哥他们想让我帮他们对付你，还给我发了威胁纸条，你一定要小心。青青坚持住，我马上就回来，你先别和他们硬拼。好，我会小心的，你也快点回来啊！曹青青心里虽然害怕，但还是很坚定地相信龙傲天一定会没事的。另一边，龙傲天还在把玩着手枪，他原来的武器才4级，这把手枪可是8级的，竟然有120的攻击力，就是子弹太少，只有8发，现在得抓紧回去救曹青青才行。龙傲天正想着，又收到了曹青青的消息，他们好像发现我给你报信了，现在在疯狂砸门。青青，你把门顶住，我马上就回来，你坚持住。好，我好害怕，傲天哥哥你快点啊！此刻的曹青青双手拼命抵住门，听着外面飞哥等人疯狂砸门的声音，每一下都像是砸在他的心上。飞哥在门外一边砸门一边怒吼：小丫头，竟敢坏我好事，等我进去，有你好受的！伴随着飞哥的叫骂声，还有沉重的砸门声，门板已经开始出现裂缝。而此时龙傲天正飞快地往回赶来，他刚开始也不太信任曹青青，觉得对方只是个可有可无的花瓶，但没想到的是，对方面对飞哥的威胁，竟然坚定地站在他的一方。终于，他赶到了宿舍门口，此时门外一共有8人，他们发现了龙傲天的到来，纷纷目露凶光地盯着龙傲天。龙傲天，你竟然真敢回来！这是游戏的最后一天，是时候宰掉你这只肥羊了。飞哥扬起手中的武器，正准备出手，就在这时，响声响起，子弹打中了飞哥的胸口，鲜血冒了出来。飞哥被一枪秒了，低头看着伤口，露出痛苦的表情。他又枪！说完这句遗言，飞哥栽倒在地。龙傲天手上握着余温尚在的枪，枪口弥漫着硝烟味。那些原本遗言，飞哥栽倒在地。龙傲天手上握着余温尚在的枪，枪口弥漫着硝烟味。那些原本耀武扬威的小弟们，在看到手枪的瞬间，也都吓得呆若木鸡。他有枪，不知是谁喊了一嗓子，剩下的小弟们作鸟兽散，转头就跑。龙傲天也懒得再开枪攻击其他杂鱼，毕竟子弹是非常宝贵的。这时曹青青从宿舍内走了出来。傲天哥哥，你太厉害了，我就知道你能行。多亏你提醒我，青青，咱们一起面对最后的挑战。没问题的，我们一定能赢。两个人笑着站在一起，准备迎接恐怖惊魂夜最后的威胁。龙傲天大显神威的一枪，直接就把等级榜第2的飞哥给秒了。随后潇洒的从尸体上搜出宿舍钥匙。飞哥混得这么牛，宿舍里指定有不少好货。说干就干，他麻溜的跑到飞哥所在楼层。好家伙，一进屋就发现各种基础材料，像零件盒、木料、石料堆得满地都是，抽屉里还躺着2张制作图纸。龙傲天眼睛都不眨，直接把这些战利品一股脑全塞进次元背包。本来飞哥还想着把龙傲天宿舍给抄了，结果自己家被反端，这剧情反转真的绝子。就在这时，龙傲天的耳边传来管理群的重磅消息：刚收到通知，有个通关3次游戏的老玩家获得了故地重游特权，随即到了我们这个新手游戏。老玩家要来新手区虐菜了，就怕老玩家把新人都杀光了。别怕，就1天时间，应该不至于那么夸张。老玩家通常会有很严重的心理疾病，希望这人不是个变态。龙傲天一听心里咯噔一下，这老玩家要是真来个大屠杀，自己这7级小身板可扛不住，还是先躲为妙。龙傲天麻溜回到自己宿舍，刚在沙发上坐稳，就掏出刚到手的2张图纸，一张是3级宿舍制作方法，一张是2级大木盾等。他心里清楚，当务之急是升级宿舍，可一看材料、木料和石料都不够，正发愁呢，结果系统公告来了。提示：本轮游戏发生特殊情况，一位老玩家马上要空降到游戏场地，老玩家只会停留24小时，空降倒计时60秒。这消息一公开，玩家群瞬间炸群，好多玩家开始恐慌起来。老玩家啥情况？难不成咱就算完成这轮游戏，也回不了家，还得接着玩？我咋有种不祥预感？这老玩家该不会追杀咱们吧？极有可能。大家都小心点。很快，一道光束嗖的落在1楼大厅，从里面走出个超酷的全副武装男子，他穿着复古大风衣，背后还挂着一把长刀，看着就不好惹的样子。他瞅瞅四周没啥危险，就打开群聊查看情况，先看了眼剩余存活人数。好家伙，都死这么多人了，实在太惨烈了。接着目光落在第1名龙傲天身上，看到等级70，他脸色一变。要知道他自己历经3轮游戏才升到10级呢。还有个硬茬子，不过再牛也是个只玩过1轮游戏的菜鸟罢了。看我开启这场游戏盛宴。
大家好，我是一位参加过3轮游戏的老玩家，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才来到这里。这个惊魂夜游戏我是通关过的，游戏里存在一条暗道，就在1楼这里，跟着我，咱们一起出去。真的假的？你不会骗我们吧？对呀，你不会是想骗我们下去，然后抢夺我们的装备吧？还嘴，我没必要骗你们，你们的东西对我来说真没什么吸引力，我就是想帮大家少走点弯路，愿意相信的就来1楼找我，我也是能救一个算一个，我真心希望能有更多新手通关。这位好叔叔感觉是个好人，真的愿意帮助我们。也是哦，他一个高等级玩家，杀我们这些菜鸟又没什么好处。不是吧，这家伙竟然玩这一套。说真的，对方的发言颇具煽动效果，要不是提前听到管理群的对话，龙傲天都要相信对方了。好叔叔骗人都不打草稿，这栋楼根本不存在所谓的逃生暗道，看来他是要把这些新手都骗到1楼，再集中处理。毕竟他的时间有限，要是满地图追杀，杀不了几个的，就看有多少人中招了。另一边，好叔叔发完消息后，就在原地静静的等待着，那眼神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狡黠，仿佛在等着猎物上钩。在好叔叔的一通忽悠下，那些单纯的玩家被点燃了求生的希望，纷纷朝着一层涌去。他们全然没察觉到这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危机。此刻，好叔叔正悠哉的在一层大厅站着，眼看陆续来了几名玩家，就开始训话：大家都耐心等会，等人多些，我就带你们离开这鬼地方。玩家们一听，瞬间来了精神，七嘴八舌的问个不停：大佬，你真能把我们带出去吗？我在这儿都快带崩溃了。这时，好叔叔一改之前的和善，脸上挂着不耐烦的表情，说道：别问那么多，信我能带你走就行了。说完，他就闭上了嘴。新人们这时也不敢多问，都乖乖的站在那等着。随着时间的推移，下来的人越来越多，等人数涨到12个时，好叔叔觉得差不多了。你们当中有个叫龙傲天的吗？在场的新手们纷纷摇头，表示自己并不是。提前知晓内情的龙傲天，怎么可能傻乎乎的自投罗网？他此刻正躲在暗处，密切观察着大厅里的一举一动。他不在吗？那可惜了。好叔叔脸上闪过一丝惋惜，可下一秒眼神瞬间变得凶狠无比，仿佛来自地狱的恶鬼。他飞快地拔出身后的长刀，然后出刀快如闪电。被刀光扫到的玩家全部皮开肉绽，血肉横飞；没被攻击到的玩家全都吓傻了。这哪是什么好叔叔，分明是个恶魔！哈哈，杀这些新人菜鸟也太爽了，一群蠢货，我随便说几句就信了。杀你们也没啥大好处，就是图个乐子。好叔叔大笑了，但手上动作不停，说话间又砍倒2个新手玩家，剩下的人吓得屁滚尿流，四散奔跑。快跑吧，被我追上就只有死路一条。好叔叔猛地将长刀投掷出去，那刀像子弹一样呼啸着飞向一名跑在最后的玩家。这人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就躺在地上没了气息。这么一会儿功夫，7名新手玩家命丧当场。好叔叔走上前，拔出插在玩家身上的长刀，又继续追杀其他猎物。其中一名逃跑的玩家因为太过惊慌，脚下一滑，直接摔倒在地。而此时好叔叔已经步步逼近。别杀我，我还不想死。这是这位新手玩家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句话。话音刚落，就被好叔叔一刀解决。这些新人杀多了也没什么意思，不如上楼找等级榜第1的家伙乐呵乐呵。好叔叔正准备上楼找龙傲天，全然不知危险已经逼近。你是想找我吗？一个冷酷的声音从背后响起，好叔叔急忙回头望去，这一瞧，他脸上的表情瞬间被恐惧取代，映入他眼帘的是一把枪。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他。要知道，在这个残酷的游戏世界里，枪可是顶级的稀罕物，即便是像好叔叔这样已经达到10级的老手，也从未有幸得到过一把，几乎没有任何迟疑。近距离之下，持枪之人果断扣动扳机，而且是瞄着脑袋开的枪。好叔叔不愧是经历了3轮游戏的老手，千钧一发之际做出躲避枪口的动作，子弹没有打中头部，而是打在了他的肩膀上。这一下做不到致命一击，但还是打出了高额的伤害。开枪之人自然是龙傲天，他守在这里找准机会阴了对方一下，可惜没能一枪爆头。你怎么会有枪？恐怖惊魂夜我也通关了，并没有发现有枪的存在。龙傲天并不想对一个马上要死的人废话，他二话不说又抬起枪口对准了好叔叔。兄弟别开枪，你就是龙傲天吧？我知道怎么从这游戏里出去，只要你不杀我，我把所有知道的秘密都告诉你。好叔叔眼看自己阴沟里翻了船，又开始胡编乱造，想让龙傲天放松警惕之后再找机会偷袭对方。你把我当傻子了吗？你要是知道怎么出去，还至于在这游戏里待了3轮吗？不，你听我解释。枪声再一次响起，好叔叔直挺挺的躺在地上挂了。很显然龙傲天不想听他的鬼话，他本以为这次故地重游就是过来虐菜，没想到把命搭上了。那些求生游戏都没能杀死他，反而死在了一个新人手上。就在刚刚，参加过3轮游戏的老玩家居然阴沟里翻了船，被龙傲天这个老六砰2枪就给整没了。击杀特殊目标，获得260点经验值。这时从尸体上绽放出3道光芒，化作3个物品悬浮着，分别是10级武器斩邪刀、10发手枪子弹以及一张卡牌。过年了，过年了！这波简直赚大了！龙傲天兴奋地把战利品全都收起来，这次的收益完全超出了预期。10级斩邪刀不知道比他手上的3级武器强了多少，手枪子弹更是现在最缺的，而卡牌则是一张名为死亡一刀斩的2级技能，正是好叔叔之前用过的。龙傲天之前的技能可都是1级的，这2级的攻击力更高，效果也更棒。随后龙傲天就准备摸尸，毕竟是10级的老玩家，身上好东西指定少不了。结果呢，摸了半天啥也没拿下来。警告：为了游戏的公平性，玩家不可获得任何物品。突然冒出的系统音让龙傲天差点爆粗口，显然是怕龙傲天变得太强大，禁止他再获取任何物品。
品。我凭本事杀的，为什么不让我摸尸？算了，应该马上就要天黑了，还是先回宿舍吧。龙傲天一路上楼，很快就回到自己的宿舍里。才刚进门没多久，天就黑了。走廊里的大喇叭又响起一番神神叨叨的言论。这些都已准备就绪，伟大的仪式即将开始。我挚爱的女儿即将复活，你们是见证者，同时也是今晚的祭品。此时大楼的负3层，一名疯狂的男人刚刚说完那番讲话，一旁摆放着一口棺材，棺材里面躺着一具小女孩的尸体。男人缓缓地走到棺材跟前，低头看着里的尸体，眼神里全是疯狂。小林，我可爱的女儿，你复活的时候到了。这个男人就是整栋大楼灾难的源头。只见他掏出一张古老的卷轴，口中开始吟唱人类无法解读的咒语。念咒声通过大喇叭传遍整栋楼，楼内瞬间刮起了一阵阵阴风，其中还有鬼魂在飘荡。凡是听到这个声音的人，理智属性都受到重创。本来剩下的玩家就已经接近崩溃，这一波精神攻击简直是落井下石。有几人的理智素质太低的，拿起武器开始了自残行为，一边拿刀往自己身上捅，一边嘴里念叨：“我们都会死的，我们都会死的。”龙傲天也不太好过，他正咬牙抵抗着喇叭里传来的精神攻击，好在咒语没持续太久就结束了。另一边的地下负3层内，尸体从棺材里直挺挺的悬浮而起。小林，我的小林，你终于复活了！复活仪式圆满成功，男人激动地看着飘在空中的小女孩，小女孩的身体咔咔直响，斜着脑袋看向了男人。小林，爸再也不会失去你了，我们可以永远在一起，永远不分开。你想与我永远在一起？小女孩竟然能够开口说话，不过声音听上去非常的僵硬。是的，我们要永远在一起。在一起，嘻嘻，在一起，呵呵。小女孩发出诡异的笑声，飞扑到男人的身上，然后用2只小手将男人的脑袋硬生生拉着下来。小女孩抱着血淋淋的人头，轻轻抚摸着。我们可以永远在一起了。所谓的游戏 BOSS 就这么死了，显然小女孩才是隐藏的终极 BOSS。这时的大楼内安静的可怕，游戏群里有玩家发出了询问：刚才那阵咒语差点把我搞疯掉，身体不受控制的拿起武器捅了自己几下，差点把自己嘎掉。也不知道 BOSS 什么时候出来，好想快点结束这场噩梦。就在玩家们七嘴八舌讨论时，广播里冒出来一个小女孩的声音：小林，喜欢玩游戏，让我们一起玩游戏吧。我知道你们在跟我躲猫猫，我会找到你们，打开门，把你们抓出来，再把你们的脑袋摘下来，扯出你们的5脏6腑。我喜欢吃你们身体里的东西。游戏开始了。恐怖惊魂夜的最后一晚终于降临，紧接着系统的提示出现在玩家们的眼前。本轮游戏惊魂夜的最终 BOSS 小林已经诞生，他即将上楼开始一场大杀戮，胜利近在眼前，只需要坚持到天亮，你们就能通关本轮游戏。祝各位都能看到明天的太阳。此刻游戏内仅剩30几名玩家，他们都在群里热烈讨论着，都将希望寄托在了龙傲天身上，而龙傲天确实打算跟 BOSS 碰一碰。在另一边的一层楼道里，小林正慢悠悠地飘行着，身后还悬浮着一把散发着血色光芒的镰刀，那场面简直诡异恐怖到了极点。紧接着他似乎发现了猎物，停在了一扇门前。我来找你们了，你们要好好躲着哦。唰的一声就一下，房门被镰刀砍得稀碎，小林慢悠悠飘进屋里，屋内静悄悄的一个人都没有。小林发出诡异的笑声，他心里清楚有人躲起来了。宿舍的角落里，一名玩家正死死捂住自己的嘴，大气都不敢出。怎么办？怎么办？这怪物应该没发现我吧？我找到你了！小林突然出现，吓得玩家崩溃大叫，慌乱中握着水果刀就朝小林刺去。然而小林身后镰刀速度更快，光芒一闪，玩家瞬间被劈成2半，死的不能再死了。我要开始进食喽！小林轻轻的一抬手，死去玩家的半个身子就飞到他的面前。死寂的宿舍里，那瘆人的咀嚼声不断回荡。群里玩家看着一个头像黑掉，心情瞬间跌入谷底，每个人都生怕自己是下一个。这时阿火赶忙发言：这 BOSS 居然能破门，咱们再躲宿舍口这肯定不行，建议靠逃跑求生，熬到天亮就赢了。这确实是个办法。还有人分析，如果 BOSS 在1到4层，他们就跑到10到14层，跟丧尸玩起躲猫猫游戏。而龙傲天这边还在做最后的准备，工作台上崭新的大木盾刚做好不久，盾牌上还画着辟邪符，这2级盾牌能扛 BOSS 几下谁也说不准。龙傲天索性一口气做了3面，想着只要一块破了，立马换上新的，压力好大，以前考试都没这么紧张过。这时玩家群里又一个头像黑掉，这次是2层的玩家，意味着 BOSS 已经到了2楼，拼了，干这一票！龙傲天咬咬牙，临走前在玩家群里留了句话：我要去打 BOSS 了。现在 BOSS 在2层，3到5层的玩家想活命就赶紧往上面逃。龙傲天迎着危险，顺着楼梯一路往下冲。这一路，他与个别拼命跑上楼的玩家擦肩而过，大家都处在生死边缘，根本顾不上彼此。等他跑到3层楼梯口时，一股寒意扑面而来，浑身瞬间起满了鸡皮疙瘩。他来了！龙傲天心中一凛，往后退了几步，以标准姿势举起手枪，另一只手握着手电筒。一道诡异的身影慢悠悠地飘上了楼，闯入了龙傲天的视野。仅仅是看了一眼，龙傲天就感觉自己的理智属性锐减5点。妈呀，这玩意长得也太瘆人了！小林嘴唇弯成月牙状，黑底红瞳的双眼，满含笑意地说道：我们来玩游戏吧。话音刚落，小林猛然加速，快得如同出笼的野兽。龙傲天不再犹豫，连续扣动扳机，第1枪打空了，第2枪命中小林下半部分，只造成了18点伤害，第3枪命中小林本体，造成了70点伤害，不同部位伤害差异巨大。可龙傲天根本来不及高兴，因为小林已经如闪电般冲到了他眼前，那种扑面而来的压迫感让他遍体生寒。龙傲天赶忙按下手电开关，一道紫色光束瞬间射出，光芒照在小林身上的瞬间，他的周身立刻弥漫起黑气。以往用这招对付丧尸能让他们定格几秒钟，可这一次仅仅是让小林稍微难受了一下。
呵呵，你手上拿的是什么？借给我玩一玩。小林一边用黑气抵挡着手电筒的光照，一边猛然抡起镰刀，朝着龙傲天凶狠地挥了过去。小林抡起血红色的镰刀，朝着龙傲天凶狠地挥了，还好被龙傲天用盾牌挡住。不过这一击直接让盾牌碎成2半。妈呀，这 boss 也太猛了吧！龙傲天见势不妙，撒腿就跑。等拉开一定距离后，他抬手就往后方开了一枪，子弹打在了小林的身上，造成了90点伤害。不确定小林的生命值具体有多少，不过这一枪也激怒了他。你打得我好痛！小林发疯似的向龙傲天追来。龙傲天打一枪就跑，绝不练正。小林中了几枪后气得更加疯狂，他张嘴对着前方，剑力发出了刺耳的尖笑声，声音形成肉眼可见的音波，把一侧的玻璃都给震碎。龙傲天受到音波攻击，生命值与理智一起减少，他用双手堵住耳朵，可是没什么用，只觉头痛欲裂，眼前模糊，还得跑。龙傲天咬牙坚持，脚下不敢停歇，一路又跑回了楼上。到了上面摆脱了音波肆虐的范围，身体都不适才开始好转。可刚没高兴1秒，又听到那让他恐怖的声音：“来跟我一起玩！”真是阴魂不散啊！小林已经跟着龙傲天上了楼，刚才他中了好几枪，但还是活蹦乱跳。双方就这样一路扯皮拉锯，一旦有机会了，龙傲天就回身开上几枪。这家伙的血也太厚了，开了这么多枪都没打死。龙傲天边跑边开枪，13发子弹被打得一发不剩。再看小林，他的状态终于有了变化，移动速度慢了许多，身体就像个被玩坏的布娃娃，多了好几个窟窿。杀了你，吃你的心！怎么办？放弃还是上去拼命？龙傲天看着状态不佳的小林，最后还是决定拼一拼，毕竟现在放弃的话，之前那些子弹就白费了。你喜欢玩游戏是吧？哥哥陪你玩到底。他从背包里抽出斩邪刀，另一只手掏出了大木盾，大步流星地走向 BOSS。而这时的管理群内正在为此事感到兴奋，就跟看直播的心态一样，非常上头。快看，他要上去莽了！小林是残血状态，他是有希望能打赢的。新手局能干掉最终 BOSS 的情况太少了，他要是能成功，妥妥的奇迹。这帮管理员简直成了气氛组。龙傲天捕捉到了关键信息，那就是小林已经残血了。他目光一凛，2级技能死亡一刀斩悍然使出，这强力的一击结结实实的打在小林的身上，让对方陷入了僵直状态。龙傲天趁机上前抢攻，手中的大刀跟不要钱一样砍在小林身上，就这么足足砍了2分钟，一颗人头掉落在地上 ，BOSS 小林就这么死了。击杀特殊目标，获得500点经验值以及额外奖励，等级提升至8级，获得属性提升。一道道光芒从 BOSS 尸体上亮起，化作了各种物品，可谓琳琅满目。龙傲天将战利品一一塞进包里，抱的好东西实在太多，暂不一一介绍，因为这时系统音在整个游戏场景内响起。本轮惊魂夜游戏宣告结束，100名玩家参与者，存活24人。恭喜玩家龙傲天以特殊的方式通关本轮游戏，获得10枚游戏币奖励。玩家龙傲天本轮游戏表现优秀，特别奖励1枚新手之王徽章。剩余玩家将传送到下一个游戏副本。倒计时1分46秒。1分45秒，系统倒计时还在继续。这时，龙傲天陆续收到了曹青青、白小胖还有阿火的祝贺信息，他们表示下一轮游戏继续跟着龙傲天混。不等龙傲天一一回复消息，一阵白光绽放，充斥整个世界。游戏结束，人员与宿舍安全转移中，欢迎来到9号初级宿舍楼，房牌号重新分配，获得新的房牌号606。恐怖惊魂夜游戏圆满通关，存活下来的玩家被传送到一个叫9号宿舍的地方。欢迎来到9号宿舍，请尽情享受你的假期。宿舍楼内绝对安全，距离下次游戏开启剩余时间24小时。龙傲天看了看周围的环境，整个人都蒙圈了。这哪是什么宿舍，简直就是个简陋的大监狱。原来游戏结束后会有一段短暂假期，在这里玩家之间不能互相伤害，说白了就相当于安全区。一旦假期结束，就会强制进入到下一轮游戏。第一轮游戏就这么危险，到底什么时候才是个头？难道要一直玩下去吗？就在这时，一阵敲打铁门的声音打断了龙傲天的思绪。门外是一名年轻漂亮的女玩家，她正一脸焦急地拍打着宿舍门，看到走过来的是龙傲天，一脸难过的说道：“为什么会是你？我男朋友呢？这明明是他的宿舍啊！”女孩情绪失控，哭着跑开了。龙傲天反而被搞得有点摸不着头脑，他猜测肯定是女孩的男朋友在游戏中死掉了，然后这个宿舍分配给了自己，莫名其妙，关我屁事啊！龙傲天开始观察房门外的情况，宿舍走廊很长，两边都是一间间像牢房一样的房间。这时已经有不少人从房间里走出来，还有人在那里大喊大叫：“老子活过第3轮游戏了，妈的真是好险，差点就死在这一轮了。”走廊里越来越热闹，看来不只是通关第1轮游戏的新人会来到这里，通关了多轮游戏的也会来这里休息。小老弟，你应该是新来的吧？我是老玩家，可以低价卖给你一些好东西。一名男子的声音响起，龙傲天转头看过去，对方是个长相猥琐的中年男人。我这里有一笔买卖，你肯定感兴趣。游戏通关后至少会给你1枚游戏币，你只要用1枚游戏币，就能从我这里换取整整100个配方。龙傲天隐隐觉得对方不太靠谱，对方越是主动热情，也就越是显得可疑。100个，我没听错吧？没错，哥哥没骗你，保证真实有效，童叟无欺。100个配方嘛。龙傲天低头思索着，这次通关让他积攒了足足10枚游戏币，用1枚换取100个配方，似乎是划算的买卖。就在这时，一道女子的声音响起：“狗东西，又在这里骗新人了是吧？这位帅哥别听他胡扯，游戏里最不值钱的就是配方，因为配方可以无限分享。你要的话，我白给你100个都行。”说话间，一个年近30多岁的女子走了过来，穿着十分火辣，是那种典型的火辣女郎。臭女人，我在这边跟小老弟聊天，关你什么事？滚一边去！怎么踩到你尾巴了？有我在这里，你休想骗人。你等着，将来要是我们分配到同一局游戏，看我怎么收拾你。谁怕谁？
本姑奶奶可不是吃素的。两人大吵大嚷，似乎以前就有过节。猥琐男见事情泡汤，就骂骂咧咧的走开了。姐多亏了你，不然我就要被骗了。小帅哥不用客气，毕竟都是从新手期过来的。对了，你对这座宿舍楼还不熟悉吧？为了避免你再被骗，今天我来当你的向导，带你把宿舍楼走个遍。姐，那怎么好意思呢？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我是惦记你的游戏币，你要是觉得姐姐对你够意思，之后送我1枚游戏币就是了。游戏币又是游戏币。这些老玩家们左一个右一个，都是冲着游戏币来的。龙傲天已经深刻意识到自己那10枚游戏币价值非凡，毕竟普通玩家通关才只有1枚游戏币。龙傲天知道这女人也不见得是什么好鸟，但宿舍内玩家无法互相攻击，所以他也并不怕什么。辣妹子非常主动，直接牵住了龙傲天的手，就好像两人已经认识了很久。之后辣妹子把他带到了一间商城大厅，里面到处摆着各种机器，有些机器像扭蛋机，有些像自动贩卖机。龙傲天在9号宿舍结识了一位超飒的辣妹子，对方直接把他拽到商城大厅。好家伙，这里围满了玩家，有的人在叫骂，还有人欢呼雀跃，一下子就勾起了龙傲天的好奇心。姐，这些人都在搞啥呀？当然是抽奖了。跟姐走。辣妹子麻溜的拉着龙傲天来到一台空着的机器前，1枚游戏币抽1次，啥稀奇玩意儿都能抽到。运气爆棚的话，神兵利器直接到手。那要是运气背呢？那可能就抽到1卷卫生纸了。龙傲天进这游戏后运气一直在线，兜里还揣着10枚游戏币，心想用1枚试试谁也无妨。我来试试，可千万别抽到卫生纸啊！他一边念叨，一边投入游戏币，机器瞬间运转起来。不一会儿，机器停下。恭喜玩家获得随机单人游戏1次，难度等级为 S 级，倒计时60秒，玩家是否进入？啥情况？龙傲天还一脸懵，旁边的辣妹子却惊恐的瞪大了眼睛。真不知道你这运气算好还是差。咋了姐？这 S 级单人游戏有啥门道？你抽中的可是 S 级，老玩家都叫它死亡级，没几个人能从里头活着出来。听说活着出来的都带着神器，但我劝你别去。多人游戏还能互相照应，单人游戏可就全靠自己了。龙傲天犹豫了一下，下一秒眼神坚定起来。风浪越大鱼越贵，搏一搏，单车变摩托。我决定去。玩家接受单人游戏，随机生成中，生成完毕，即将进入的游戏为长生树。本轮游戏需要玩家与宿舍共同参与，准备工作完成，开始传送。眨眼间，龙傲天被白光淹没。等他回过神，自己连同宿舍竟出现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你已进入长生树游戏场景，游戏时长为期3天，出入游戏的时间段为夜晚。祝你游戏愉快。还不错，起码宿舍跟着我一起过来了。龙傲天刚松口气，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就响起来，他的心瞬间悬到嗓子眼。谁在敲门？龙傲天小声问了一句，门外的敲门声立马停了，紧接着传来一个沙哑的声音：外面雨大，行行好，让我借宿一晚，开门放我进去吧。毕竟是 S 级游戏，龙傲天也不敢轻易的打开门，可宿舍等级低，连个猫眼都没有，根本看不到外面到底是人是鬼。差点忘了，宿舍还没升级呢，升了级说不定就有猫眼了。龙傲天之前得到过3级宿舍配方，现在正好有空升级。喂，门外的，你等会儿，我忙完再考虑让不让你进来。好吧，别让我等太久，外面雨太大了。龙傲天没搭话，当场触发升级功能。好家伙，升级全靠他自己忙活，木匠、瓦匠、电工的活都得干，2只手根本不够用。宿舍升级成功，新增设施。猫眼、防护窗、武器架。宿舍升级后面积大了些，门上多了猫眼，墙边冒出个武器架，还多了扇窗户。透过窗户往外看，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只能听见哗哗的雨声。龙傲天走到门口，然后通过门镜往外查看，只见外面站着一名衣衫褴褛的男人，头上戴着兜帽，帽檐遮住了大半张脸，整个人看上去非常的恐怖。我靠，谁会让这种可疑的家伙进门啊？抱歉，私人住宅，谢绝借宿，您换个地方避雨吧。雨还在下，不断的淋在门外之人的身上。门外之人并没有走，而是阴森森道：你在看我对不对？那你好好看，这是什么？说完，门外之人手在身上摸索起来，突然在肚子里掏出一个人头，这人头的脸跟他一模一样，嘴巴还在咯咯的响。就算龙傲天平常胆子大得很，可瞧见眼前这诡异的场面，也忍不住心里一嘟囔。门外那人嘿嘿怪笑了好一会儿，然后转身走了。龙傲天这才暗暗松了一口气，结果新的麻烦又来了，又有个行为举止怪里怪气的家伙跑到门口砰砰敲门。龙傲天只觉得心烦意乱，扯着嗓子不耐烦的大喊道：滚滚滚，我家不让借宿。咱们的男主龙傲天运气简直爆棚，直接闯进了单人 S 级死亡游戏里。刚到这里没一会，就有恐怖的怪人接连不断的冒出来。门外的怪人见屋内不开门，居然掏出一颗人头，这操作直接把龙傲天烦得直冒火。这都什么妖魔鬼怪，就算是 S 级游戏我也不惯着。这一会的功夫，已经有4、5波怪人来敲门，龙傲天这会刚松了一口气。可就在这时，敲门声再次响起，又来。龙傲天将斩邪刀抽了出来，气冲冲地走到门前查看。这一看他愣住了，门外站着的是个正常人，至少看上去像个正常人。新来的这位穿的是现代人的衣服，手上还拿着一把手电筒。屋里有人吗？我想进来避避雨。就在龙傲天考虑要不要开门时，久违的管理员声音在他耳边响起：咱们才一会没盯着，没想到龙傲天竟然进了 S 级副本。是啊，就是不知道他能不能活着回来。话说门外来的是关键 NPC， 开不开门都会带来影响。我记得给 NPC 开门的话，结局给的奖励会更多。龙傲天听着耳边的对话，意识到门外这个人的重要性，随后他收起武器，然后把门打开。门外的人见房门开了，主动伸出一只手问好：你好，我叫燕侯人，是个记者。你好，我叫龙傲天。龙傲天与对方握了握手，有温度，是正常人类的手。随后将对方请进了屋，二人在沙发上坐下后就开始聊了起来。你说你是记者，那为什么会到这里来？我来这里的理由有点奇怪，说出来你大概不会相信。没事，你尽管说吧。
我来这里的理由肯定比你更奇怪。你只是个游戏 NPC， 能有多离奇的理由？龙傲天这样想着，对面的嫣红人这时也打开了话匣子，悠悠的讲了起来。原来从小到大经常会做一个古怪的梦，在梦中他看到死气沉沉的树林，最深处有一棵狰狞诡异的参天古树，树干上长着人头一样的果实，有一群怪人围绕着古树起舞。更恐怖的是，怪人们会抓来活人在树下杀死，然后献给古树，古树就会从树上生长出一颗颗血淋淋的谷子。那些怪人们争先恐后吃下谷子，露出疯狂的笑容。以前他不知道梦中场景代表着什么，直到最近发生了一系列失踪案的报道，其中有些照片与梦中景象一模一样，于是他就请假来到了这里调查。龙傲天听完讲述后，敏锐地发现问题就出在那棵古树上，只要把那棵古树解决掉，应该就能通关了。等天亮之后，我陪你一起探索这片树林，争取把树林里暗藏的秘密弄清楚。你要是肯帮我，那就太好了。今晚咱们养精蓄锐，明天再出门。好的，没问题。两人商量好后，就在沙发上闭眼休息起来，一直等到外面开始蒙蒙亮。这时龙傲天发现了一件事，新手游戏里每一天都有提示之类的，而这轮游戏只有开局有提示，之后就没有了。看来这就是 S 级副本难的地方，通关线索全靠自己摸索。随后龙傲天将斩邪刀拔了出来，这动作把嫣红人吓了一跳。你还带这么大一把刀出门啊？我觉得这片树林不安全，带把刀心里踏实些。我的包里还有别的武器，要不要给你一把？不了，我这个人从小就没打过架，都是别人欺负我。但你现在不是小时候了，来拿着吧。龙傲天掏出之前的消防斧，不容拒绝地塞给了对方，毕竟多一把武器就多一分的安全保障。随后二人就踏进了森林里，他们也没什么目标，根本看不到太阳。为了防止迷失方向，龙傲天用刀在树上砍了几下留作标记。你就在这里住，难道还会迷路吗？说实话，我也是刚搬来的，对这里的了解并不比你多。咱们一边走一边留记好，有备无患。好吧，希望这样做会有用。就这样，两人渐行渐远。等两人的背影消失在迷雾中，刚才用刀划破的那棵树，竟然沿着地面缓缓移动，改变了位置。全民穿越宿舍求生，所有人都被困在学校宿舍里。龙傲天二人刚踏进森林没多久就迷路，他们身后已被迷雾彻底吞没，眼看没了退路，那只能继续往前探索。没走出多远，又有了新的发现。前方一棵树上有之前留下的记号，他们明明一直走直线，可这记号却跑到了前面。更诡异的是，两棵紧挨着的树上面都有记号。龙傲天清楚记得自己做记号都是隔开一定距离的。两人对视一眼，心中都涌起不妙的预感。树在移动，这树林竟然是活的。正说着，龙傲天注意到前方的树竟然并列成两排，形成了一条整齐的道路，就像在引诱他们继续往前走。而他们也别无选择，就这么走了大约10分钟，二人来到一片山谷内，只见一棵大树就在山谷中央耸立着，树下堆满了各种各样的骨头，有人骨、兽骨，数量成千上万。我在梦里看到过这个场景，古树吃完人，剩下的骸骨就堆在这里。就在这时，龙傲天听到管理员们的对话，对话内容让他顿感不妙。是时候给龙傲天上点难度了，我早就等不及了，开始攻击吧。说时迟那时快，一支箭矢呼啸着向嫣红人飞来，还好及时被龙傲天用木盾挡下。他们这才发现，在大树的周围出现大批敌人，这些怪人手上都拿着弓箭。龙傲天迅速将大木盾塞给嫣红人，自己则拿出手枪，拿着这个保护好自己。这些坏人交给我。龙傲天快速冲向敌人，那些怪人纷纷射出箭矢，可龙傲天速度太快，纷纷躲过。等距离拉近后，龙傲天单膝跪地举枪瞄准，连续开了几枪，怪人们应声倒地。看着挺唬人，其实也怕手枪嘛。可战斗远未结束，嫣红人那边传来阵阵惊叫，只见他举着大木盾挡下前面的大批的箭矢，然而在他的背后有一个怪人已经瞄准了他。不好！龙傲天快速开枪，将嫣红人身后的怪人击毙，然后换上斩邪刀，对着剩下的怪人释放出了死亡率高的。幸亏有你，如果只有我一个人，刚才死定了。嫣红人刚才受了点轻伤，也不知道他从哪掏出一瓶疗伤药，大口大口喝了起来。龙傲天看到这一幕大为欣慰，治疗药物在求生游戏里是真的宝贵，用在 NPC 身上哪里省啊？你知不知道自己是个 NPC？ 什么 NPC？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嫣红人被龙傲天问得一脸懵，也不知道是装出来的还是真的一无所知。不过这对龙傲天来说并不重要，他只要能完美通关游戏就好。休息了一会后，二人决定绕着白骨山走一圈。走着走着，他们发现了一处地洞入口，龙傲天带头走了下去。二人在山洞里一脚深一脚浅的走了很远，便看到一块土埋半截的石碑。龙傲天用手电把上面的文字都照亮了，原来这块石碑上记载的是一份县志。按照县志记载，当年有一位自称是徐福后代的方士来到此地，他来这里是为了帮皇帝寻找长生不老之法。后来县里陆续有人失踪，原来是方士用邪术创造出了一棵长生树，树上会凝聚一种血肉果实，吃下去就能延年益寿。为了培养这棵树，方士献祭了很多人，他与一群弟子食用长生果，吃的多了，身上发生变异，长出了第二颗头。县里剩下的人沦为了一批批的祭品，最后将整个县城的人全部吃光了。而县志的最后还提到一个关键，有一位燕大侠来到了这里与邪恶方士大战一场，之后的描述到这里戛然而止，不知道燕大侠这场战斗的结果。怎么后面没字了？可能记录县志的人刻到这里就死翘翘了。这时龙傲天突然像是想到了什么，对着嫣红人说道：当年有个燕大侠来这里打妖怪，然后你本人也姓燕，你分明就是这个燕大侠的后代，是为了完成祖上的未竟之事，所以才来到这里的。其实我也这样想过，只是这个推断也太离奇了。而且你看看我，从头到脚哪里像是个能斩妖除魔的人？这不是还有我吗？骑虎难下，走吧，还得继续探索。就这样，二人又踏上了探索之路，也不知道后面还有什么危险等着他们。龙傲天正在 S 级副本里疯狂寻找通关线索，突然一阵超级凄美的女子歌声从前面飘来，这还能忍？
两人撒开腿就冲到了歌声源头。好家伙，山洞中央有个抱着琵琶的绝美女子在那吟唱，嫣红人当场就看直眼了。这时候女子也察觉到他俩的到来，嗖的一下直接飘了过来，这可把嫣红人吓得一激灵。我的娘啊，鬼啊！公子莫怕，你是主人的后代吧？我在你身上察觉到了他的血脉。一直在旁边没吭声的龙傲天耳朵立马竖起来了。好家伙，这女鬼竟然管燕大侠叫主人，紧接着两人一鬼就唠上了。原来这女鬼叫聂小倩，500年前燕大侠拿着仙剑跟长生树大战了整整3天3夜，最后还是没干完，被长生树给嘎了。而这仙剑竟然就是聂小倩变的，也就是说，一直是你给嫣红人托梦，把她忽悠到这儿来的吧？没错，我都等了500年了，可算把主人的后代看来了。眼瞅着他们准备行动，这山洞突然开始疯狂震动，原来是长生树感觉到危险了，打算把他们几个困死在这。莫慌，我知道有条密道能出去，你俩跟我走。两人麻溜的点点头，跟在小倩后面往密道冲。这时候山洞外面长生树正疯狂震动，紧接着咔咔几声，长生树竟直接幻化成一个树妖。这树妖仰天大喊一声，那动静整个山谷都跟着晃3晃。恰巧龙傲天他们刚好从山洞里出来，一看到这怪人，心里都咯噔一下。别害怕，长生树都500年没吃过人了，现在弱爆了。说着，直接变成一把锋利的仙剑，飘到嫣红人旁边。嫣红人看着慢慢朝他们走来的树怪，腿都软了。不行，我不敢，这怪物太吓人了。既然你不敢，那就让我来。龙傲天毫不犹豫地握住天剑，瞬间一股超牛的力量涌入他体内。不愧是燕大侠的武器，我现在强的离谱啊！这边长生树妖看到这一幕，气得嗷嗷叫：卑微的人类，乖乖让我吞了你们！说着，举起武器就冲了过来。龙傲天一点不慌，大喊一声，技能发动，天外飞仙。只见他身影一闪，直接消失在原地。再看树妖旁边，瞬间出现无数刀光剑影，树妖身上被划得一个血条刷的一下，从满血直接见脸，轰隆一声，庞大的树妖就这么倒地挂了。刚用完天外飞仙的龙傲天一脸懵圈，不是吧？就这么秒了？说好的 S 级副本呢？就这？这时候龙傲天耳边传来管理员的声音，这龙傲天还以为游戏太菜，殊不知是他自己太强了。是啊，要是仙剑被燕红人拿到，估计长生树妖能把他们团灭。龙傲天这才反应过来，长生树真被自己干掉了。这时系统提示音也响起来了，你完美通关本轮游戏，获得5枚游戏币奖励。本轮长生树游戏宣告结束，即将回归宿舍楼，倒计时60秒。还有不到1分钟，龙傲天神色复杂看着嫣红人，语气中满是不舍。兄弟，游戏要结束了，我得回现实世界了，这仙剑得还你。嫣红人则是一脸懵，不知道龙傲天在说什么。傲天兄，啥情况？现实世界是哪儿？你咋突然要走啊？兄弟，这事太复杂，一时半会真解释不清。但你放心，只要有机会，我绝对回来看你的。虽说他俩相识时间短暂，嫣红人只是游戏里的 NPC， 可龙傲天早就把他当做过命的兄弟了。嫣红人眼眶微微泛红，目光坚定地说：傲天兄，这仙剑在你手里才能发挥出最大威力，你带着它，在你的世界里狠狠教训那些妖魔鬼怪，就当是替我行道了。真的，兄弟，你这太够意思了。话还没说完，倒计时已然归零，一道夺目的光芒瞬间将龙傲天笼罩。他下意识地抬手遮挡，在睁眼时，眼前的嫣红人与副本世界已消失不见。龙傲天通关游戏后再次回到9号宿舍，这次通关他获得了5枚游戏币和一堆零散的装备，但此次最大的收获是得到了超级战宠聂小倩，她有比较特殊的成长性，可以伴随龙傲天一起提升。喂，你能听到我说话吗？聂小倩闭着眼睛并没有反应，看来是之前斩杀长生树后消耗了太多能量，估计要疗养一阵才行。对了，商城大厅应该能买到滋养魂魄的道具。想到这说干就干，龙傲天轻车熟路的往商城大厅走去，很快便到了类似自助取款机的机器前面，里面的商品种类繁多，他挑挑选选买了很多自认为有用的东西，其中包括各种装备、弹药箱、家具以及技能卡。他还花费1枚游戏币给聂小倩买了个养魂幡，作用是鬼魂住在里面，类似于人类的3室1厅。龙傲天结束购物打算回宿舍，这时一位陌生玩家挡住了他的去路，对方正露出不怀好意的笑容看着他。这个人长相好奇怪啊！龙傲天想到了辣妹子之前跟他说过，要小心那些奇奇怪怪的玩家，比如多一只眼睛、多一条手臂之类的，这种人是玩家中最危险的存在，而面前这个家伙恰恰就是这种人。兄弟，你有事吗？对方咯咯怪笑，身上隐约散发着黑气，阴森森的眼睛好似看到了猎物。我盯上你了，因为你在这里买了很多东西，这证明你手上拥有很多游戏币。关你屁事？当然关我的事，因为我在物色自己的猎物，既然是猎物，当然越肥美越好。那祝福你能跟我分到同一局游戏，给你狩猎我的机会。不需要你祝福，因为我刚才抽奖抽中了一个权限，可以锁定1名玩家，下一局游戏100%跟对方分在同一局游戏内。男子嘴角上扬，露出疯狂的狞笑。龙傲天心中一凛，扭蛋机的抽奖能抽出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对方不像是在虚张声势。我叫惊蛰，下一局游戏不见不散，我可爱的猎物。惊蛰说完话转身就走，这时龙傲天却叫住了他。惊蛰是吧？你给我听好了，如果下一轮游戏我们真的分配到一起，谁是猎物还不一定呢。龙傲天公然表现出强烈杀意，他可不是待宰的羔羊，把他当成猎物是要付出代价的。对面这个叫做惊蛰的家伙深深地看了龙傲天一眼后扬长而去。龙傲天对此事并未放心上，毕竟多一个敌人和少一个敌人对他来说没多大影响。他很快来到宿舍，开始清点刚采购的东西，游戏币竟被他花到只剩下最后1枚，投入这么大回报自然小不了。就比如刚买的大冰箱，龙傲天将冰箱放置在门口旁边，这台冰箱不仅能冷藏食物，还有别的用途。一旦有敌人闯入宿舍，冰箱就会自动喷出寒气，将敌人当场冻结。他接着将房门升到了5级，5级房门以上就可以转化成特殊房门了，就比如骷髅门，一旦房门遭受攻击，这些骷髅手臂
就会进行反击，相应的材料是各种骨头，这种材料他在上个游戏里收集过很多，然后又把技能卡也装备上，现在有3个技能槽，多出来的一个槽位正好能装备新技能。龙傲天把2级技能卡勇者战吼装备上去，这个技能的发动很简单，大喊一嗓子就行了。发动后玩家本人会获得临时的属性提升，并且有概率威慑敌人，削弱敌人的属性，然后又拿出给聂小倩买的养魂幡，让对方进到里面滋养魂魄。希望小倩尽快恢复实力，她可是我强大的助力。一整个白天就这么过去了，龙傲天躺在沙发上有些难以入睡，他突然想起一件事，给辣妹子发去了好友私聊，用自己手里仅剩的1枚游戏币换取了对方100多份制作配方，这东西是可以无限转手的。随后又给曹青青、胖子阿火发去消息，将刚买的配方也给了他们1份，毕竟之前几人在第1轮游戏里建立了友情，龙傲天也不希望他们出事，几人也很想下轮游戏能跟龙傲天分在一起。很快他坐在沙发上沉沉睡去，明天又要进到新的游戏里，休息好才能面对新的挑战。龙傲天在9号宿舍安稳地度过一天后，终于迎来了属于他的第3轮游戏。你已进入门牌号大作战游戏场景，本轮游戏的胜负主要由门牌号决定。当游戏结算时，3位门牌号数字相加，总和低于12的玩家将被抹杀，总和高于20的玩家不仅存活，还有额外奖励。要是门牌号是888，将会获得最高级奖励。随后系统又说，玩家在每个回合都可以生成1张卡牌，并且这张卡牌是玩家制胜的关键。规则其实并不复杂，说白了就是想办法更改自己的门牌号，其中最好的就是888。龙傲天来到宿舍门外，惊讶地发现自己的门牌号竟然是188，简直是天胡开局，只需要把第1个数字也改成8，就可以获得高级奖励。但很快他就意识到事情没这么简单，188的门牌号肯定会被人盯上。果不其然，点开玩家群聊后发现，所有人的门牌号都是公开的，比如自己的就是龙傲天188，这下就没有秘密可言了。他在列表里还看到了老熟人惊蛰，那个开局前就针对他的玩家。龙傲天目光一冷，上次的恩怨还没了结，这次见面肯定是一场恶战。当前宿舍的卡牌生成完毕，请接收。这是一张卡牌从半空缓缓飘落，卡牌的效果是可以将门牌号中的任意一位数字改变为数字3。这回合要把门牌号的数字变大才有优势，变成3这种效果没什么用，除非……龙傲天意识到了这张卡牌的真正用法是拿来害人，可以把敌对玩家的门牌号替换成3，一旦门牌号相加总数小于12，就会被系统抹杀。再看玩家群已经吵翻了天，有的玩家哭诉说自己门牌号加起来才6，肯定死定了。还有玩家呼吁大家团结，更是有人羡慕龙傲天188的门牌号。就在这时，一个叫史莱姆的陌生人私聊龙傲天，还发了张卡牌照片。这卡牌效果绝了，是能把一个门牌号数字变成8。这是我宿舍生成的卡牌，你应该感兴趣吧？龙傲天的呼吸都变得急促，对方也肯定算准了这一点。作为188门牌号的玩家，急需对方手上这张8，以便凑齐888这个最珍贵的门牌号。随后龙傲天便发去了消息，对方直接开价，要么1枚游戏币，要么龙傲天帮他把门牌号总和变成20以上。而龙傲天果断选择了第2种交易方式。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最多只会等你到结算前10分钟，太晚了就别来找我交易了。双方就这么达成了口头约定，但这种口头约定没有太多的信用度，对方随时都可能反悔。龙傲天也只能走一步判一步，该出门收集更多的卡牌了，光靠手里这张远远不够。龙傲天出门后，先是在门口进行了一些操作，他取出一份地刺陷阱放置在门口，还在上面刺破手指，喂了一些鲜血进去，这样陷阱会记录他的血液信息，他踩在上面也没事，换成别人就不行了，踩中就会受到地刺攻击。随后龙傲天便转身离开，而他刚才所做的每一个举动都被藏在对门的玩家看在眼里。门后的人看了看自己手上的卡牌，上面的效果是将自己的门牌号与另外一个玩家的门牌号调换。对面这个玩家一看就是游戏中的强者，他的门牌号只差一个就能进化成888，只要我找准时机跟他调换门牌号，就能获得巨大的收益，到时候他房间里的一切就都属于我了。这人越想越激动，最后忍不住大笑起来。自由活动时间是1小时，现在才刚刚开始，所以不急。他想着等结算前几秒再调换门牌号，不给龙傲天反应的机会。妈妈、爸爸、儿子、女儿，你们等着我，我一定会回家的。男人为了回家已然不择手段，坏事做尽。而另一边的龙傲天对即将降临的危险毫不知情，且看他将如何应对这场危机。龙傲天的第3场游戏开始已经10分钟，此时的他还在走廊里瞎转悠。这轮游戏所有玩家的门牌号是乱来的，所以没办法根据门牌号判断是几楼。走到楼梯拐角时，他发现墙上写着5层，他索性顺着楼梯下了楼。此时4层正有一名玩家拿着一把大斧子对着另外一名玩家的房门猛砍，屋内惊叫声连连。求求你别再开我的门了，我的宿舍一穷二白，没什么能给你的。斧子男并未停下手上动作，一边砍门一边恶狠狠地喊道：把你手上的卡牌给我，我就放过你，不然就打破房门，砸烂你的脑袋。可是我的卡牌已经用掉了，真的给不了你。我不管，没有卡牌买命，那你就去死吧。斧子男继续进攻，这时一旁的脚步声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转头看去，就见一名手握宝剑的玩家步步走来，那压迫感一下让斧子男慌了。你是谁？滚远点，别多管闲事。没错，来的人正是龙傲天。听到斧头男的威胁，他不屑的一笑，紧接着大喊一声勇者战吼。龙傲天的背后出现状态加持，主要是速度与力量得到了临时加强，他挥舞7星剑发动进攻，斧子男仓皇抵挡却根本不是对手，没几下就被清空血条瘫在了路边。为什么游戏里会有你这种高级玩家？这不公平。公平吗？
你砸别人房门时怎么不谈公平？你可以伤害别人，别人也能伤害你。龙傲天打开了个人面板，设定成了展示状态，上面清楚地显示出了通关次数2。斧子男愣住，对方这么强大，竟然是才玩了2轮游戏的新人。随后他怀着难以置信的心态离开了这个世界。龙傲天二话不说，开始搜刮战利品，除去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重点自然是卡牌。找到了，龙傲天将一张卡牌拿出来查看，效果是让门牌号的任意一位数字加6，如果数字达到10则算作0，如果数字超出10则保留个位数，比如12变成2，还不错，至少在这回合里是个很有优势的效果。这时一个好友私聊发了过来，是惊蛰。我可爱的猎物，狩猎就要开始了，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我在4层，你快点来吧，不来的是小狗。这个回复还附带了一张刚被嘎掉的斧头男照片，这波操作直接把对面干沉默了。你啥时候来？要不要我在这里等你？呵呵，算你狠，既然是游戏，我们还是慢慢玩吧。你笑屁呢，废物一个，让你来都不敢来。龙傲天的粗口又把对面干沉默了，对面惊蛰只敢动嘴，而龙傲天可是二话不说就敢动手的主。这时管理群内出现了一条重要情报，有玩家发现了4个地下试炼的入口，但还没有人敢进去。地下试炼里能得到额外的卡牌，等他们尝到了甜头，就会主动进去了。地下试炼，看来非得下去走一趟不可了，总不能一直在这里傻等着惊蛰送上门。龙傲天迅速来到1层，这里有一处宽阔的大厅，厅内聚集了一些玩家，有人正在当众发表演讲。大家别再被游戏牵着鼻子走了，游戏规则就是要诱导我们自相残杀，只要大家团结起来就能提高生存几率，而配合的关键就在于手上的卡牌，我们可以利用卡牌帮助有需要的人。他的发言引来了一些玩家的附和，言谈中那个人说出了自己的游戏名叫做狮子座。那个，你们要是真心想帮助人，能先帮帮我吗？我是个孕妇。只见一名女玩家怯生生地走到狮子座旁边，她肚子圆溜溜的，确实是名孕妇。当一群人遇到灾难，孕妇无疑会被优先施救。如果连一个孕妇都不肯帮，那这个玩家联盟就是个笑话。这位女士，请问你的门牌号是多少？狮子座和善地开口询问，而一旁孕妇的话将会惊掉所有人的下巴。我的门牌号码是000。快看，眼前这位孕妇的门牌号竟然是000。要知道本轮游戏的规则相当残酷，门牌号低于12的玩家都会被系统抹杀。之前狮子座喊着要互帮互助，那他就得为弱者做点什么。我自己手上有一张卡牌，效果是把一个数字变成7，我帮你把门牌号改一下。那可太感谢您了，我这就带你们过去。狮子座带着一群支持者往楼上走，路过龙傲天时忍不住多看了一眼，他一眼就看出这是强力玩家，是必须要拉拢的对象。不过龙傲天可没空搭理他们，他心里只有一件大事，那就是找地下试炼入口。很快，还真让他在1层找到了一个很大的场地，内有4个入口，每个入口都有着不同的试炼名称。其他玩家还在犹豫是否进去，龙傲天想都没想就朝战斗试炼走去。毕竟战斗试炼主要就是靠战斗，这里就像他的专属战场。他这举动可把门外围观的玩家惊得不行。这人疯了吧？一个人就敢进战斗试炼？没看到人家手里拿着宝剑吗？这叫艺高人胆大。这边大家还在热烈讨论，那边龙傲天已经到了一个像丛林一样的场景里。突然，场景中央2个魔法阵发出强烈光芒，2只拿着钢刀的骷髅怪张牙舞爪地朝着龙傲天扑过去。龙傲天反应很快，他先给自己加上强力buff，紧接着挥舞7星剑如闪电般发动进攻，2只骷髅怪毫无招架之力，瞬间被打得粉碎。这战斗试炼也不过如此吗？他话音刚落，5只骷髅怪同时刷新出来，只见龙傲天身形一闪，又是一套连击，直接瞬间击杀3只，但另外2只抓住机会砍中了他，掉了20点血。好在龙傲天防御力高，要是换了其他玩家掉的血可就不止20多。又经过一番战斗后，另外2只骷髅怪也被消灭了，其中1只还爆出了一张卡牌。这卡牌的效果是让一位门牌号数字发生随机变化，共随机2次，可选择其中1次进行替换。干掉这么多怪物才出一张卡牌，爆率不太高啊。龙傲天在原地休息了一会儿，这时他注意到管理群里有人在聊天，里面透露出一个关键信息：只有到达试炼终点才能拿到那个特殊卡牌。龙傲天这种轻怪效率，猴年马月才能到达试炼终点，那张特殊卡牌可是战胜发牌员的关键。一路杀过去，时间上来不及，要想到达终点只能跑酷了。龙傲天听着消息，心里琢磨着试炼终点和特殊卡牌这些关键词，还有提到的发牌员肯定不简单，要跑酷才能到终点。我要是现在就跑，感觉太可以了，还是再打一回怪吧。他刚准备行动，这时兜里的手机突然发出警报声，这警报声意味着有人正在接近他的家门。龙傲天急忙掏出手机查看，另一边，一个青年悄悄地靠近房门，他手上还拿着一张卡牌，结果刚走到门口就被脚下的地刺击中，痛得跳到了一边，然后就撒腿跑了。小子，我记住你了。龙傲天的门牌是188，别人动歪心思也很正常，不过他并不打算回去，他决定继续眼下的试炼。接下来又到了考验演技的时候，龙傲天先是进行了一段正常的战斗，每次挥舞7星剑，他都有一种砍瓜切菜般的畅快感觉，随便2-3下就能把怪物砍死。在击杀怪物的过程中，他又陆续得到了2张卡牌，一张卡牌的效果是在一回合内遮盖门牌号上的一位数字，无论这个数字如何变化，其他人都无法看见。另一张卡牌的效果是当门牌号的数字之和小于40，将所有数字翻倍。与此同时，龙傲天打开玩家群，了解到已有玩家踏入另外几个试炼。原来不同试炼的内容都不一样，知识试炼需玩家答题，答对会收获奖励，答错则会遭受惩罚。运气试炼以开盲盒的形式进行，同样存在奖励与惩罚2种结果。机关试炼里布满机关陷阱，参与者举步维艰。另外群里还提到，战斗试炼区域被一位实力强劲的玩家占据，此人正在里面全力杀怪，大家最好不要靠近。战斗试炼里说的当然是龙傲天本人了。
龙傲天听说试炼终点有张特殊卡牌，他撒腿开启了跑酷模式，所到之处骷髅怪被纷纷激活，张牙舞爪的追在后面。可龙傲天哪有心思管这些，一心只想快点冲到终点。终于，他跑到了试炼尽头，在那正中间一张卡牌飘在半空，卡牌边缘镶着闪亮金边，一看就不一般。找到了，就是它。龙傲天一把抓住卡牌查看效果，原来是能复制门牌号里的一个数字，然后贴到另一个数字上，让俩数字一样。这回合游戏得搞出888的门牌号才能拿高级奖励。龙傲天现在的是188，有了这卡牌，复制个8马上就能变成888。好家伙，这可太棒了，高级奖励稳了。龙傲天心里正美呢，结果还没高兴2秒，手机突然响了，他赶紧掏出来一看，又是之前那小子鬼鬼祟祟来到他的宿舍前。这家伙学聪明了，躲开了门口的地次陷阱，对着龙傲天的房门用了卡牌。龙傲天这边马上收到提示，玩家彦祖分组对你的门牌号使用了卡牌效果，你的门牌号数字变更为108。原本好好的188，中间那个8变成了0，龙傲天当时就火了。虽说料到有人会搞鬼，可真碰上了还是气得不行。彦祖分组是吧？你小子等着。龙傲天没办法直接回去，只能一边杀怪一边往回走。路上又爆了2张卡牌，效果还挺不错。好不容易从战斗试炼里出来，之前找他交易卡牌的史莱姆发来消息，问时间快到了，到底还换不换我这张卡牌？换。你在几层？我这就去找你，就按第2种交换方式。我在6层，你从1号楼梯口上来，我出去找你。行，一会儿见。要是交易顺利的话，龙傲天就能搞出888的门牌号。他到了6层后，放慢脚步沿着走廊走，突然发现地上有一大滩血，一看就是有人死在这儿了。龙傲天正纳闷呢，管理群里发了条消息，好戏要开场了，看龙傲天怎么应对。不对劲，太不对劲了。管理员平时不会胡乱说话，接下来肯定要有事发生。龙傲天抽出7星剑，警惕的四处张望，嘎吱一声，旁边一扇门开了，一个青年探出头，我是史莱姆，你是来交易的吧？没错，是我。那快过来，就在这儿交易。好。龙傲天走过去，眼睛死死盯着史莱姆，两人对视的瞬间，史莱姆眼神闪躲，龙傲天指着地上的血问，这些哪来的？游戏里打打杀杀很正常，又不是新手区，别大惊小怪的。也是。行，那开始交易，先让我看看卡牌。那可不行，现在拿出来你抢咋办？你先帮我改了门牌号，我再给你。不行，我得先验货。我说了先改门牌号，到底换不换？你不肯拿卡牌，明显没诚意，这交易取消，再见。龙傲天转身要走，史莱姆急忙喊住他，哎，别走别走，给你看给你看，你等会儿。史莱姆说着转身回了房间，就在这时隔壁的门悄悄开了一条缝，从里面伸出一把弩箭对准了龙傲天的后背，箭头上还冒着一缕毒气，嗖的一声，门后的人扣下了弩箭的扳机，而龙傲天也在同一时间急速转身，一下就将弩箭劈成了2半。他早就有所防范，察觉到了身后有动静，立即有所行动。眼看偷袭落空，持有弩箭的玩家大喊道，快出来帮忙。这时又有3名玩家从不同的房间冒了出来，4个人把龙傲天围在了中间。龙傲天，今天是你的死期。随着史莱姆一阵的大笑，其他几人也跟着笑了起来。是人数上的优势给了他们迷之自信，因为彼此的宿舍挨得近，这4个玩家达成了结盟，主要由史莱姆手上那张卡牌作为鱼饵，调来一个就杀一个，地上的血迹就由此而来。在这之前已经有2个玩家上钩了，而现在轮到了龙傲天。你们确定能吃得下我吗？全民穿越宿舍求生，所有人都被困在学校宿舍里。眼下的龙傲天正被4名玩家团团包围，他们的目的也很简单，就是杀死对方后抢夺卡牌。只是这一次，他们选错了目标。你们确定能吃下我吗？听说你天子卡牌多，识相的赶紧交出来，老子兴许饶你一命。面对包围，龙傲天不但不害怕，反倒是燃起斗志。他蓄势下蹲蓄力，释放出了死亡一刀斩，强大的剑气不断斩在前方2人身上，仅仅一击就秒杀了2人。后方2人先是一击，然后转身就跑。他们听说过龙傲天强，却没想到他强到如此地步。可龙傲天怎会给他们逃跑的机会？砰砰2枪，剩余2名玩家也被放倒在地。就你们几个小喽啰，也敢来抢我龙傲天的东西？4名玩家中有2人爆出了技能卡与天赋卡，分别是2级技能死亡连斩，另一个则是缓慢自愈。死亡连斩是典型的攻击型技能，攻击力不如死亡一刀斩，但技能间隔比较短，可以经常使用。缓慢自愈则是生命值会以极其缓慢的速度自愈恢复，毕竟游戏里的疗伤药颇为珍贵，所以还是有点用的。龙傲天继续搜刮，第一个自然是搜刮那个史莱姆，他身上有龙傲天最想要的卡牌，果然被他找到了。卡牌的效果是将一位门牌号的数字变成8，这样他手上的卡牌就足以创造出一个888的门牌号。虽然过程出了点问题，但结果是好的。龙傲天继续搜刮，他把尸体搜刮一遍之后，又开始搜刮宿舍。宿舍里面的东西就多了，都是几个玩家一轮轮游戏积累下来的家当，他把能拿的都塞进背包里，直到把背包塞满为止。随后他看了下时间，还有4分多钟结算，这个时间正好够他用来调整门牌号数字，获得想要的888。龙傲天加快速度往回跑，这里是6层，距离他居住的5层仅有1层之隔，时间是充裕的。可刚跑出没多远，他手机里的警报声突然响起，玩家惊蛰对你的门牌号使用了卡牌效果，你的门牌号数字变更为104。龙傲天门牌号变了。出手改动门牌号的人是惊蛰，也就是那个一直想对付他的人。糟糕，龙傲天脸色骤变，他倒不是被惊蛰吓到，而是门牌号的改动打乱了原本的计划。原本是108，只需要把1或者0变成8，再用上级获得的复制卡牌复制一个8，就能凑齐了3个8。可现在3位数都不是8了。更糟糕的是，惊蛰既然能改他的宿舍门牌号，那肯定在他家门口堵着。果然，龙傲天刚下到5层，惊蛰正阴森森的正站在他宿舍门口。真是个疯子，他不怕系统的惩罚吗？按照游戏规则，结算开始，如果门牌号不符合要求的，直接抹杀；如果逗留在外面没有回到自己的宿舍，则会受到惩罚。抹杀惩罚，龙傲天明白对方有什么打算了，用自己的惩罚作为代价，换取龙傲天的抹杀。喜欢我送给你的数字吗？
4代表死亡，这就是你的下场。狩猎开始了。惊蛰发出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随后缓缓伸出手臂，手上开始不断变换着各种诡异的手势，看起来像是在施展某种可怕的秘术。不好！龙傲天深知必须立刻打断他的施法，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毫不犹豫地加速朝着惊蛰冲了过去，然而还是晚了一步。惊蛰已经完成了施法，只见惊蛰的身体开始不受控制地慢慢膨胀，骨骼发出咔咔的声响，随后竟然变成了一头猪头人身的恐怖怪兽。那巨大的身躯几乎堵住了整个走廊，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恶臭气息，血红色的眼睛里充满了疯狂与杀意。怎么样？我现在的样子是不是很帅？惊蛰露出癫狂的笑声，声音出奇的大，震得整个楼道都晃动了起来。龙傲天则是一脸戒备地盯着对方。怎么，你怕了吗？并没有，我觉得你比起之前顺眼多了。说话间，龙傲天抬手，这是一枪，这一枪非常突然，换做其他人不可能有防备。然而令人震惊的是，那颗子弹竟然被惊蛰巨大的手掌抓在手心，他手一松，冒着热气的子弹就这么掉在了地上。徒手接子弹。龙傲天这下麻烦真的大了，惊蛰竟然变成一只可怕的怪兽，不仅皮糙肉厚，徒手接子弹，就连速度都快了下来。这一下可真疼，竟打掉龙傲天1/3的血量。龙傲天忍着疼痛抬手就是3枪，有一枪命中打在了胸口。按理说这一枪已经是致命伤了，但惊蛰伤口里并没有血液流出，显然变成怪物后让他获得了非人的力量。我就爱瞧猎物临死前挣扎。惊蛰狂笑着怒吼，身上诡异光芒大盛，庞大身躯又膨胀一圈，这变故让龙傲天心头一紧，打不过射。龙傲天脑子飞速一转，当机立断朝着宿舍狂奔。他心里清楚，此刻可不是硬拼的时候。想跑没门！惊蛰猛地甩起手臂，几根钢针般的鬃毛咻咻射向龙傲天。龙傲天反应极快，迅速举盾抵挡，带毒的鬃毛一碰到木盾就嗤嗤作响。龙傲天几步冲到宿舍门前，一闪身进了门，可前脚刚进去，惊蛰后脚就追到门口。以为躲进宿舍我就没办法了，太天真。惊蛰边说边往宿舍里挤，可身子刚进来一半，门口冰箱瞬间喷出大量寒气，眨眼间将惊蛰冻住。龙傲天故意引他进来，打的就是冰箱的主意，但龙傲天知道这冰冻持续不了多久，必须趁惊蛰解冻前解决他。是我一套连击。龙傲天不管不顾，把所有技能一股脑朝惊蛰招呼，在他一连串猛攻下，硬是将惊蛰一步步推出宿舍。与此同时，隔壁的向阳透过门缝将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他紧攥着一张卡牌，这可是他逆天改命的关键。他一直躲着就等最后捡漏反杀龙傲天，可没想到龙傲天这时竟被仇家追杀。不管了，这次我一定要成功，一定要回家。此时距离游戏结算只剩1分30秒，而惊蛰血量已经见底。可就在这时，惊蛰身上冰块哗啦碎开，诡异光芒再现，血量开始慢慢恢复，眨眼间血量竟然快满了。这一幕惊得龙傲天瞪大了眼，不是吧？这什么邪术这么强？着急了吧？我不会给你改门牌号的机会。再不滚回宿舍，你自己也没有好下场。没关系，规则只是说有惩罚，又不会被杀。你就是个疯子。哈哈，现在才知道。紧要关头，惊蛰突然脸色大变，转身朝着楼梯口拼命冲去。龙傲天脑子一转，立刻猜到肯定是有人改了惊蛰的门牌号，而且改成了危险数字。他再不回去就得和自己同归于尽。呵呵，疯子也怕死。龙傲天没去追，因为此时距离结算只剩25秒，每一秒都像死神在逼近。他深吸一口气，以最快速度冲向宿舍门前。此时还剩17秒，他脑子飞速运转，仍想着拿到888的最高奖励。有了。他先是使用卡牌将104的门牌号变更为134，这是一张改变数字的牌，将一位数变成3点，然后使用卡牌将门牌号变更为023，这是一张减法卡牌，让每一位数字减1。接着第3张将门牌号变更为083，这次是加法卡牌，让其中一位数加6，于是第二个号码变成了8点。第4张将门牌号变更为887，这次是把一位数变成8，还差最后一张。再复制一个8就搞定了。就在这时，隔壁的宿舍冲出一名玩家，他手里举着一张卡牌，效果是将对方的门牌号复制到自己的门牌号上。他原本打算等数字变成888再行动，但时间已经来不及了。谁也别想阻拦我回家，卡牌给了。不等把话说完，他的胸口就中了一枪，这一下直接让他瘫坐在了地上，嘴里的话怎么也说不出来。开枪之人自然是龙傲天，这家伙在关键时刻跑过来，自然是被龙傲天判定为必杀对象。此时距离结算还剩最后3秒。距离游戏结算还剩最后3秒，此时龙傲天的门牌号是887，只要再弄来一个8，就能拿下最高奖励。他大步走进宿舍，果断使用那张至关重要的复制卡牌，将其中的一个8复制到7上面，这下终于凑齐了888。您使用了复制卡，将门牌号变更为888。好家伙，龙傲天在最后1秒完成逆袭，多亏他数学还不错，不然这次可就悬了。小朋友们可得好好学数学啊，说不定哪天也能像我一样派上大用场。不等龙傲天继续臭屁显摆，系统发出了消息：第1回合游戏结束，你的门牌号为888，获得高级奖励，获得属性糖果1，获得医药箱2。获得10级装备飞轮盾，获得2级设施渐强。奖励的东西不少，可龙傲天顾不上细看，抬脚就走出宿舍。他心里惦记着隔壁那个玩家，那家伙在结算期间还躺在走廊里，并且门牌号是223，3位数相加才是7点。系统规定总数低于12的将被抹杀。龙傲天好奇系统会怎么惩罚这名玩家。走廊里的向阳也意识到了情况不妙，就算系统不惩罚他，刚刚龙傲天那一枪也会要了他的命。我只是想回家而已，家里爸妈等着我拿医药费，孩子等着我交学费，没有我，他们可怎么活下去啊？我不能死，我不能！话没说完，一股无形的强大力量从天而降，只听砰的一声闷响，向阳像被无形巨手拍扁，紧紧呼在地上，像滩烂泥，抠都抠不下来的那种。
龙傲天被这恐怖的一幕给惊到了，好在那股恐怖压力只持续了几秒就消散了。他浑浑噩噩回到宿舍，虽说获得最高奖励，可他怎么也开心不起来。与龙傲天低落心情形成对比的是，玩家群里却十分热闹。太惊险了！我们牌号加起来正好是12，差点被规则抹杀。开心，我拿到了20数字单位的奖励。龙傲天太牛了，凑齐888门牌号，肯定赚翻了。刚才改我门牌号的家伙等着，下回合看我怎么收拾你。原本120人的群里现在只剩98人，也就是说死了1/6的玩家。龙傲天还在翻看群聊，这时他耳边响起管理员的对话：龙傲天这波极限操作太精彩，19号贵宾看高兴了，要给龙傲天打赏，能获得贵宾打赏的玩家可不多，打赏什么时候发布？命令下来了，马上执行。不等龙傲天多想打赏到底是什么，就见一道光束出现，显现出一张技能卡。你受到某位贵宾的青睐，获得了贵宾的赏赐，获得3级技能卡延长。贵宾打赏留言：我喜欢你恐惧时发出的喘息声。这句留言越品越觉得变态。不过能拿别人的生命取乐的家伙，注定正常不到哪里去。我该说什么呢？感谢老铁刷的大火箭吗？龙傲天笑着自己调侃自己，然后才开始看得到的东西。延长技能得15级才能用，龙傲天距离15级还远着呢。打赏一张现在用不上的东西，真让人无奈。不过这种贵宾打赏属于意外之喜，反正早晚也能用上。他接着查看通关奖励，属性糖果是增加属性点的东西，直接一比之下，各项属性都增加了1点。医药箱自然不用多说，肯定越多越好。飞轮盾是边上藏着锋利的刀刃，一按开关就能发射出去，既能进攻又能防守，比之前的盾强太多了。剑墙是防御设施，能装在宿舍墙壁上，敌人出现在进攻路线上时就会发动攻击射箭，距离下场游戏开始还有2分多钟。龙傲天闲着也是闲着，就开始安装剑墙。剑墙被安装在了正对着房门的位置，只要敌人进门，先被冰箱冻住，再被剑墙乱射，这套组合简直无敌。也不知道谁会成为这些剑士的第一个目标呢？就在这时，系统那冰冷的声音再次响起：结算完成，开始第2回合游戏。想知道更多精彩细节的，记得点下追更，后续还有更多超赞故事等你哦。全民穿越宿舍求生，所有人都被困在学校宿舍里。在游戏的第1回合里，原本120名玩家，如今还剩98人。龙傲天很惊险的在第1轮拿到了最高奖励，很快迎来了游戏的第2回合。第2回合结算条件如下：结算条件1，3位门牌号数字总和高于16的玩家将会被抹杀；结算条件2，3位门牌号数字总和低于7的玩家将会存活，并得到额外奖励；结算条件3，3位门牌号数字分别为7、8、9的玩家将会存活，并得到高级奖励。结算倒计时1小时，现在第2回合开始。高于16抹杀，低于7才给额外奖励，但是最高档次的奖励反而需要789这么大的数字。龙傲天仔细阅读着规则，正常来说，大部分玩家都会追求更小的数字来确保自己的安全，但对于惦记着789最大奖励的玩家却很危险。一旦结算时门牌号数目过大，但又没能达到789，就会将自己亲手送葬。就在这时，每一回合赠送的卡牌凭空出现在宿舍内，效果让门牌号最后1位数乘以9，所得数字替换掉原本的门牌号后2位数。乘法都冒出来了，铁了心要考验我10以内的加减乘除啊！龙傲天走出宿舍，门外的向阳还躺在那，他注意到尸体旁边散落的一张卡牌，他将其捡了起来，一看上面的效果，他整个人傻了，直接调换别人的门牌号，难怪这家伙会在结算前跑到我门前。向阳的宿舍门还敞开着，龙傲天直接走进去，发现房间里有一张卡牌，这明显是这回合新出现的。玩家都死了，怎么每回合还会照常给卡牌？龙傲天把之前的规则重新看了一遍，这才注意到宿舍在每个回合可以生成1张卡牌，说的是宿舍而非玩家。就算人死了，只要宿舍还摆在那，每回合就照常发卡牌。龙傲天转头就往外跑。上一个回合他在6层杀了包括史莱姆在内的4个玩家，现在足足有4张卡牌等着他去拿。果然，这下直接让他入手4张。这时玩家群里有了特殊情况，那个叫狮子座的玩家在群里振臂一呼：本轮游戏的互助会正式成立，请互助会成员在群内发言，打出互助会3个字。许多玩家打出了同样的3个字，数量竟然多达30几个。龙傲天都不得不认可对方的组织能力。同时，狮子座还给龙傲天发来了私聊：傲天兄，我作为互助会的代表，想拉拢你加入我们。抱歉，我偏向于独狼型玩家，暂时不想加入什么组织。如果你愿意加入，我可以将互助会的卡池共享给你。狮子座开出的条件非常诱人，龙傲天确实心动了，但他并没有现在就答应。狮子座也表示随时欢迎他加入。随后，龙傲天又问起了关于惊蛰住在哪一层的线索，对方承诺一旦发现惊蛰住在几楼，立马会通知他。很快，双方结束了私聊，而这回合已经过去了8分钟。龙傲天准备下楼继续杀怪，很快就到了1楼大厅这里。他发现狮子座在这里正在说着什么，人群之中赫然还包括一个眼熟的身影，正是叫彦祖分组的家伙。这家伙上回合更改过龙傲天的门牌号，他不等对方反应过来，走到那人身后，把剑就架在了他的脖子上。这一举动直接给那人吓坏了。大哥，你干嘛？别杀我！那个人是谁？感觉他身上全副武装，实力很强。如果我没猜错，他就是上一回合拿到888奖励的人，游戏名叫龙傲天。人们议论纷纷，尽管他们的人数众多，可龙傲天给他们的感觉是一种近乎于游戏 BOSS 压迫感。傲天兄，冷静点，有话好商量。狮子座看到后连忙上前交涉，生怕龙傲天一刀把人嘎了。在龙傲天那情况后，他开口说道：原来如此，可是他已经加入了互助会，能不能放过他一马？这家伙的举动给我造成不小的麻烦，所以他必须死。全民穿越宿舍求生，所有人都被困在学校宿舍里。
第二回合游戏刚开始没多久，咱们的男主龙傲天就发现了仇家，这家伙上回合偷偷改了龙傲天的门牌号，简直是叔能忍，婶婶也不能忍。傲天兄冷静点，他是我的人，你不能杀他。谁能想到狮子座表面一套，背地又是一套。他说完话后，偷偷给龙傲天发了私聊。互助会的人都在呢，你在这儿动手，我面子往哪搁？那叫彦祖分组的宿舍在2层第3间，你找个机会解决他就是了。咱俩各退一步行吗？狮子座还是很会玩阴谋的。龙傲天权衡一番，还是决定先放过这小子，反正知道他宿舍，以后有的是机会。今天给你面子放他一马，但都给我记住，谁再敢动我门牌号，我可绝不客气。龙傲天撂下狠话后大步离开了。那自以为逃过一劫的小子还在跟互助会的人有说有笑的，殊不知在龙傲天眼里他已经是个死人了。他很快来到试炼之地，这一轮又选了战斗试炼，毕竟这对他来说才是最拿手的。这次试试新的打法，聂小倩出来吧。只见聂小倩从龙傲天的背后飘了出来，经过这段时间养魂幡的滋养，他已经可以幻化成人形了。主人有什么吩咐？前面有些小怪，你能应付吗？一些小喽啰而已，主人交给我。聂小倩说完后直接往前飘了过去。这时地面上冒出3只骷髅怪，只见他轻轻拨动琵琶，一道道剑光瞬间射出，把骷髅怪打得毫无还手之力。这一幕直接把龙傲天看呆了。小倩也太强了吧，以后升级稳了。聂小倩可是能跟龙傲天一起成长的战宠，龙傲天越强他也越强。没一会儿几只骷髅怪被聂小倩解决，一人一鬼同时获得经验。久违的升级提示出现，击杀目标获得80点经验值，等级提升至11级，获得属性提升，升到12级就能解锁第2个天赋槽位，到时候提升更大，继续杀怪。有了聂小倩帮忙，龙傲天升级速度那叫一个快，一人一鬼在战斗试炼里一路向前，杀怪过程中卡牌不断掉落，龙傲天的卡池也越来越丰富。走着走着，前方一道人影闪过，速度快如人形猎豹，龙傲天一眼就认出来人是谁。惊蛰又是你，是时候做得了断了。我现在可没空搭理你。惊蛰并没有理会龙傲天，而是身上突然冒出一股黑气，像是丢了一颗烟雾弹。龙傲天担心有诈，立即砰砰开了2枪，子弹射入黑雾，可黑烟里没一点动静。过了会儿黑雾散去，惊蛰早就没影了，这可把龙傲天搞懵了。以惊蛰的性格，不该畏畏缩缩，不敢迎战才对啊。这时的管理群内也在聊着此事。惊蛰怎么跑了？以他的实力来看，没必要跑。我才知道他用什么打算了。他有一种能力可以隐忍，大概是想用这种方式对付龙傲天。我去，惊蛰是要对我用阴招啊！算了，先去试炼终点拿奖励吧。龙傲天这次又用了跑酷手段，很快就跑到了战斗试炼的终点。因为上回合在这里拿到了特殊卡，所以特殊卡自动转化为3张普通卡。等他从战斗试炼里杀出来，背包里的卡牌一共正好20张。随后他又进入了知识试炼。到这里面一看，场地里有很多个类似于电话亭的大铁箱子，上面写着答题站，有的是空着的，有的里面有玩家在答题。龙傲天还是第一次过来，决定先观察一下别的玩家怎么操作。就在这时，只听咔嚓一声，答题站内突然冒出一道雷电，把里面的玩家电得浑身哆嗦，头上冒烟。很显然，那倒霉蛋答错题了。就见那人跌跌撞撞走了出来，没走2步就摔倒在地。谁能行好给我一瓶疗伤药？我的血量见底了。这人喊了好几声，可没人搭理他，毕竟疗伤药可是十分珍贵的。龙傲天继续往前走，找了个空着的答题站走了进去，然后答题站里面响起了电子音。一旦进入答题站，至少要回答1个问题才能离开。咱们的龙傲天这次来到了知识试炼场，这规则很简单，答对题就能拿奖励，答错就得接受惩罚。第一题，章鱼的血液是什么颜色？这场试炼问的全是冷知识，好在咱龙傲天平时书看得多，对这些冷知识门清，果断按下 D 选项蓝色。紧接着提示音响起，恭喜你答对了，获得了自热泡面1。只见1盒泡面自动弹了出来，这东西可太珍贵了，好多玩家吃饭都成大难题。不过龙傲天倒不怎么缺吃的。某些肿瘤会长出头发、牙齿、骨骼等身体组织，这种肿瘤称之为……龙傲天秒选 B 击开流。鳄鱼杀死猎物后为什么会流出眼泪？龙傲天再次答对，选 C 排出盐分。就这样，他一路答题，奖励也是五花八门，连卡牌都爆出来了。当然，他也不是啥题都会，这不就答错了一题。回答错误，本次的惩罚为接受1次毒气攻击。瞬间，答题站内噗的冒出深绿色毒气，龙傲天直接被包裹进入中毒状态，肤色都变深了。好在没一会毒气自动消散，龙傲天赶忙掏出一瓶解毒剂喝下去，这才慢慢抵消了中毒效果。还好我囤了不少药，不然可扛不住。就这样，龙傲天一路各种答题，就算偶尔答错受惩罚，整体算下来还是赚得盆满钵满。当他答对15道题的时候，答题站内突然响起了欢快的音乐。恭喜你在1回合内答对了15道题，获得特殊卡牌奖励。可龙傲天已经有特殊卡牌了，所以又自动转化为3张普通卡。这一回合龙傲天获得的卡牌数量那叫一个多，简直拿到手软。他收起来一清点，自己的卡牌数量已经增加到27张了，其中有几张效果搭配起来，足以制造出789这个数字。看来这回合的大奖又稳了。龙傲天想着该回去了，便走出答题站。此时距离结算时间还有6分钟，在回自己宿舍之前，龙傲天还有一件事要办。他来到2楼，停在了左手边第3间宿舍门前。这宿舍的房门是3级的，可这在龙傲天面前根本不值一提。龙傲天随手掏出一把消防斧，就开始用力猛砸对面的房门。屋里立马传出一名男子的惊叫声和怒骂声：“谁在打我的门？快滚开，不然我出门弄死你！”没错，听声音就知道是那个吴彦祖分组。他透过门镜看到外面是龙傲天，瞬间被吓傻了。你快住手！之前不是已经说好会饶了我？看在互助会的面子上，你就放过我吧。结果龙傲天根本就不听，他见求饶没用，又赶忙搬出互助会来威胁：“你要是
是再不住手，互助会的人马上就到，几十号人一起上，你绝对讨不了好。可龙傲天的砸门声依旧不停，他彻底慌了神。干爹，义父，别再砸了，求求你了，别砸了，我给你当牛做马都行。从他的话语里，能明显听出态度从强硬到崩溃的巨大转变。可龙傲天不为所动，又是砰的一次攻击，直接将房门彻底击破。龙傲天阴沉着脸站在门外，冷冷地说：“你刚才说用互助会的面子换你的命，告诉你，别说互助会，现在就是耶稣来了都不好使。我说的。”话音刚落，龙傲天便抡起手上的武器，对着屋里的吴彦祖狠狠砸了过去。这一下把他砸得头破血流，摔在了房间的地面上。龙傲天径直走入进去，继续往那小子身上砸。仅仅2次攻击，吴彦祖的生命值就见了底。两人的实力差距太大了，龙傲天甚至懒得用七星剑。求求你放过我吧，这屋里的东西你随便拿，还有我的卡牌，你也尽管拿走。说着，他哆哆嗦嗦从身上掏出2张卡牌，可换来的却是龙傲天又一次凶狠的攻击。这一下直接让他的血条清零，没了动静。从龙傲天过来到现在，一共也才花费1分多钟而已。他拿走了2张卡牌，然后扬长而去。或许有的小伙伴会觉得龙傲天手段太过残忍，可在这残酷的游戏世界里，如果不这么做，别的玩家都会以为龙傲天是个软柿子，谁都敢上门挑衅欺负。接下来就轮到那个惊蛰了。上回说到龙傲天3斧头就把吴彦祖给收拾了，紧接着他马不停蹄地回到自家宿舍门口。此时距离游戏结算只剩下3分钟，龙傲天心里清楚，那爱搞事的惊蛰说不定还会冒出来捣乱。可走廊里根本不见惊蛰的影子，这家伙不会是躲在暗处准备阴我吧？这是一个倒计时出现在所有玩家眼前，龙傲天清楚在结算前卡点改门牌号才最稳妥。此时他的门牌号还是888，按照这回合的结算条件，妥妥要被抹杀的。随着时间一秒秒过去，走廊里其他玩家的门牌号正陆陆续续的发生着变化。终于在倒计时只剩下15秒的时候，龙傲天果断出手，他先是使用卡牌将门牌号变更为998，然后又将门牌号变更为989，最后将门牌号变更为789。就这样，可以获得最高奖励的号码成功搞定。学好数理化，进入求生游戏也不怕。一连串的操作下来，看的人有些发懵，其实也并不复杂。他先用1张卡让前2位数分别加3达到9，第2张卡调换后2位的位置，最后1张这是把首位减2变成7，完美通关。达成目标后，龙傲天依然时刻防备着惊蛰可能会突然杀出来搅局。就在倒计时仅剩最后2秒的时候，龙傲天这才纵身一跃退回到宿舍里。这时系统音也响了起来。第2回合结算开始，你的门牌号为789，获得高级奖励，获得弹药箱1，获得小经验包1，获得保命符1，获得手榴弹2。只见一道道流光闪烁出现在龙傲天的面前，他将其一一捡起查看。弹药箱自不必说，多一个箱子就是20发弹药。小经验包打开后给800经验值。保命符效果是当生命值低于10点以下时，护符自动燃烧，强行回满血量。这件道具关键时刻是能保命的。龙傲天认真的将它收了起来。最后就是手榴弹了，虽然数量只有2个，却足以在紧要关头造成范围伤害。这回合又大赚了一笔，之后的3个回合争取保持这种节奏。这一回合下来总人数下降到了84人。趁着还有5分钟休息时间，龙傲天想着整理下房间，他正低头忙碌着呢。突然，一只古怪的虫子悄无声息地从沙发底下爬了出来，它身上长了好几只眼睛，很明显是一条蛊虫。它慢慢地爬向龙傲天的脚边，再顺着裤腿往上爬。还在干活的龙傲天根本没有察觉到异常，蛊虫一路向上，距离脖子越来越近。就在他即将对着脖子下口时，一声脆响，一道剑光飞了过来，将蛊虫击落。声音引起了龙傲天的警觉，他扭头过来，正好看到被击落在地的蛊虫。我靠，一定是惊蛰那家伙搞的鬼！龙傲天抬脚对准蛊虫狠狠踩下去，这一脚正踩在蛊虫的半截身体上，直接将其踩扁，剩下半截身体死而不僵，还想咬龙傲天。龙傲天又是哐哐2脚，把蛊虫给彻底踩死。这时聂小倩从龙傲天的背后飘了出来，主人您没事吧？多亏有小倩你在，不然我就让惊蛰那混蛋给阴了。主人不必客气，下次再遇到他，我助主人斩了那厮便是。小倩说着又飞回了龙傲天体内。随后龙傲天清理了一下地上的蜈蚣尸体，他的宿舍门口有各种机关，普通的虫子根本进不来，也不知道这东西是什么时候溜进来的。现在他明白为什么上回合惊蛰看到他之后转头就跑，原来是要用这种方式阴他一下。求生游戏变化多端，真是时时刻刻都不能大意。正盘算着，一连串提示出现，结算完成，开始第3回合。第3回合结算条件如下：结算条件1，门牌号3位数为顺子号码将会存活，例如123、456等连续数字即为顺子。结算条件2，门牌号3位数为豹子号码将会存活，例如222、666等连续数字即为豹子。结算条件3，门牌号为4位数的顺子号码、豹子号码可以获得高级奖励。当多个玩家满足结算条件时，根据规则比大小，数字最大者可获得奖励。新的游戏结算条件已经出炉，只要获得顺子号或者豹子号的玩家就可以存活。重点是4位数的大奖，也就是凑齐9999就是本回合的大奖得主。这时龙傲天收到了2条私聊，分别是惊蛰和狮子座发来的。我的小宠物没能杀死你，算你命大。接下来我们慢慢玩。我已经知道了惊蛰的位置，他是3层仅存的玩家，同一个楼层的都被他杀光了，其中包括很多互助会成员。这个疯子太危险，我想跟你合作联手除掉他。龙傲天毫不犹豫地答应。狮子座说要解决惊蛰无非2种方案，没多会儿2人就达成了一致。龙傲天个人实力强劲，狮子座背后又有组织支撑，这2人从决定合作的那一刻起，惊蛰的结局似乎就已注定。开始行动前，龙傲天先来到宿舍门口，他利用手里的牌很轻松地将门牌号改成9999。他和狮子座商量好，龙傲天离开时会有互助会的成员帮忙照看宿舍，这样龙傲天就能全身心投入到对付惊蛰的战斗中。此时的战斗试炼中，龙傲天通过互助会的情报网得知，惊蛰已经抢先一步钻进了这里，估摸都深入到试炼场的核心区域了。于是龙傲天灵机一动，决定就在入口附近这块区域战斗。地上那些阵法会定期吐出新的怪物，所以不用担心没怪打。就这样，龙傲天在这儿尽情杀怪。时间过得
得飞快，几十分钟眨眼就过去了。眼瞅着结算时间越来越近，一道身影突兀地出现在对面。此时的惊蛰还保持着那副恐怖的野兽形态。瞧见龙傲天堵在试炼入口，先是愣了一下，紧接着从他那猪头嘴里发出一阵难听至极的笑声。哟呵，你专程在这儿候着我呢？高大强，大小你就欺负我，今天非得把你撕成碎片不可。很明显，惊蛰这家伙已经神志不清了。他为了获取强大力量，用了那种伤天害理的秘法，付出了灵魂的代价。这会儿甚至把龙傲天错认成记忆中的某个人。龙傲天二话不说，掏出手枪就是砰砰两下。不过他心里清楚，惊蛰皮糙肉厚，这2枪压根伤不到对方。果不其然，子弹打到惊蛰身上，连个印子都没留下。这种小玩具连我的肉皮都伤不到，接下来该我了。说话间，他瞬间加速，如同一道闪电般朝着龙傲天冲锋而来。龙傲天见状大喝一声，发动勇者战吼，随后扭头就跑。注意了，他这次的目的可不是跟惊蛰硬拼，而是要死死牵制住对方。临走前，龙傲天还给惊蛰准备了个惊喜。刚冲过来的惊蛰冷不丁瞧见地上的手雷，哪怕他已经疯癫，也吓得一哆嗦，本能的用手臂和身体护住自己。轰的一声巨响，强大的冲击力直接把惊蛰炸得翻倒在地，很明显受伤惨重。我要把你碎尸万段！惊蛰变得更加疯狂，加速冲上去追杀龙傲天。两人就这么你追我赶，惊蛰一时间也拿龙傲天毫无办法。眼瞅着距离结算时间不到3分钟了，龙傲天在整个试炼场里绕着圈子跑，试图尽可能的拖延时间。惊蛰虽说疯疯癫癫，但也不是完全没脑子，很快就察觉到不对劲。你在故意拖延时间，根本不敢跟我正面交锋。哼，不陪你玩了。说完，他转身就往回走。龙傲天心里一紧，距离结算还有1分多钟，这时间还不够极限，还得再拖一拖。龙傲天眼神一凛，他知道该自己主动出击了。只见他蹲下身子，开始蓄力，紧接着释放出了威力巨大的天外飞仙。惊蛰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就被击中，杀灭剑无数剑光在惊蛰身上闪烁，这可是能秒杀一切的剑法。可谁能想到，竟然没能直接杀死惊蛰，不过也让他丢了半条命。而此刻，距离结算时间已经不到1分钟了。龙傲天赶忙在通讯里喊道：“狮子座，该你上场表演了。”收到。听到这话，惊蛰突然脸色大变，这次他是真的害怕，因为他惊恐地发现自己的门牌号竟然被人篡改。本场游戏已经来到了第3回合，此时的龙傲天正被惊蛰疯狂追杀，而这时的狮子座正悄悄对惊蛰的门牌号动了手脚。在得知情况后，惊蛰一路朝着自己宿舍狂奔。他之前在宿舍留了蛊虫看家，可到门前一看，蛊虫全死了。而他的门牌号被人改成了109。特么的，别让我抓到你！惊蛰赶忙掏出卡牌补救，很快把门牌号又变回9999。此时时间已不到10秒，惊蛰不敢大意，继续守在门口警戒，直到最后3秒才进屋。第3回合进入结算阶段，结算开始，你的门牌号为9997，不符合4位数结算条件，按照规则取后3位数进行结算，后3位数为997，不符合顺子号或者豹子号的结算条件，进行抹杀处置。抹杀开始。喂，等等，为什么我的门牌号是9997？之前明明是9999啊！惊蛰彻底抓狂了，可游戏规则的力量哪会给他解释？瞬间，巨大压力袭来，将他的身体扭成不规则的形状。不，我不该死！你们搞错了！惊蛰话音刚落，就被规则之力碾压成一滩烂肉，死的不能再死。另一边，龙傲天顾不上查看大奖，他先打开玩家群聊，在看到惊蛰头像变黑后才松了口气。这时，狮子座发来消息：“你看到了吧？我把他最后1位数字伪装成了9，把他给骗了。”其实这一波操作变数很大，好在我们赌赢了。原来龙傲天有张特殊卡牌，能让门牌号1位数字伪装成任意数字，持续1回合。龙傲天把卡给狮子座后，去试炼场拖住惊蛰，狮子座趁机打乱门牌号，再用特殊卡牌将最后1位7伪装成9，这才骗过了狡诈的惊蛰。下个回合一开始你就来3楼，我们分掉惊蛰的遗物。没问题，合作愉快。龙傲天舒服地靠在沙发上，干掉惊蛰这个心腹大患让他很是愉悦，这才开始检查收获。这次又给了不少好东西，分别是稀有配方强力胶、亡命跑鞋、断龙石。稀有配方里一共记载了5种配方，其中3个龙傲天已经有了，而另外2个没有的分别是火焰箭矢与扩容弹匣。火焰箭矢暂时用不上，扩容弹匣可以增加手枪的弹匣上限，战斗时换弹是很危险的，所以弹匣容量越高越好。至于强力胶可以制作道具，也可以直接喷在地上用于粘住敌人。亡命跑鞋是一双10级的鞋子，在紧急关头能让奔跑速度大幅提升，关键时刻没准能靠它救命。断龙石是用来安装在房门上方的，一旦有外敌走进房门，断龙石就会迅速落下当头一击。剩下的结算时间还有1回。龙傲天换上新鞋子，安装断龙石，以及升级宿舍。宿舍升级成功，新增设施：卫生间、空房间、电子锁。这次升级后面积加大很多，宿舍多出了卫生间以及一个小小的空房间。龙傲天对于宿舍的满意度是越来越高了，从最初的家徒4壁，慢慢有了现在的规模。卫生间不错，这下不用去外面找厕所了。至于空房间，暂时先当做小仓库用吧，也不知道那些最顶级老玩家宿舍是什么样子的，没准都打造成别墅了。突然，一个男人的声音回荡在本轮所有玩家耳畔，那冰冷的低语令人汗毛直竖。看到你们沉迷于我设计的游戏，让我心甘情愿。我是发牌员，也是这场数字游戏的设计者。现在我已经不满足于用第3视角看待这场游戏了，所以我决定加入进来亲身体验。游戏进行到了第4轮，从这一轮开始，我将成为你们共同的敌人。新的游戏规则与结算机制发布了，让我们一起把游戏进行到最后关。警告！警告！警告！游戏内容出现重大变更 ，BOSS 发牌员加入游戏。
这集剧情迎来惊天大转折，全体玩家都将面临生死危机。警告：游戏内容出现重大变更 ，BOSS 发牌员加入游戏，发牌员同样拥有宿舍和门牌号，并且会受到卡牌效果影响。第4回合玩法如下：发牌员手中拥有大量卡牌，并且可以远程改变玩家的门牌号。一旦玩家的门牌号变成0000或000，当场抹杀。1小时后进入结算时间，玩家的门牌号所有数字相加，总和大于发牌员的门牌号即可存活，低于发牌员的门牌号则会被抹杀。与发牌员的门牌号完全相同，将获得高级奖励。第4回合正式开始。游戏规则的改变让玩家群里仅存的68名玩家慌了神，但龙傲天还有别的事，他第一时间赶到惊蛰的宿舍准备搜刮战利品，没想到狮子座已经抢先一步到了。放心，我也才刚到，屋里什么都没动。只见宿舍内一片狼藉，惊蛰的尸体还在那躺着，旁边悬浮着几样掉落物。按照之前的约定，惊蛰身上的东西归龙傲天，房间里的归狮子座。先拿战利品，等会再商量下怎么对付发牌员。龙傲天说完后走向惊蛰的尸体，狮子座点点头，也开始搜刮屋里的物资。惊蛰爆出的物品有一套双刀、一个背包，还有一张卡牌。10级的御风双刀需要双持使用，一张2级的天赋卡名为双持武器。当玩家双手持有2把武器的时候，会有额外加成。最关键的是那个背包，里面东西可不少，有数字卡牌、药物以及各种道具材料。这一趟龙傲天收获满满。与此同时，狮子座也把属于他那份物资搜刮干净。这回合出现的发牌员，你怎么看？首先，必须团结所有玩家形成一个整体。如果有人不肯配合，那就用武力逼迫。两人很快达成一致，一场针对神秘发牌员的围剿行动就此拉开帷幕。他们同时在玩家群发布公告，要求所有玩家到1楼大厅集合，不配合的直接被当成全服公敌。互助会的人会亲自上门谈心。此时的1楼多出了一个房间，这里就是发牌员的专属房间。门上面有个长方形的显示屏。突然1969产生变化，第一位数变成了7，发牌员躲在里面不断的使用图案来改变数字。他与玩家群体的对抗已经开始了。这时大部分人都来了，就剩个别几个没到。我最后给你们1分钟时间，再不下来，那就只能让龙傲天上门找你们了。龙傲天连续拿到3轮游戏的大奖，什么样的实力你们应该清楚。这话一出，又有2个玩家赶紧下来了，就剩一个特别顽固的不肯配合。4层第2间宿舍，如果还不来，那就视为同敌，就地处决。狮子座对着几名玩家吩咐了一声，这几人立刻朝着4层跑去。这次合作关系到所有玩家的生死，没有商量的余地，要么合作，要么就只有死路一条。很快，那名玩家就被几人拖了过来。至此，所有玩家都在1楼大厅集结完毕。兄弟姐妹们，一旦翻牌员的数字超过我们，等到结算时，所有人都得死。你们不是在给我卖命，而是在自救。一盘散沙的话是赢不了这局游戏的。随后，他将玩家分成了 A、B、C 3组 ，A 组负责进入地下试炼获取卡牌，其中以龙傲天为代表 ；B 组负责使用减法卡牌，削减发牌员的门牌号。组内成员都是住在1层的玩家，只有住得近，他们才有勇气拖延时间，战斗到最后一刻才回家。C 组负责用卡牌保护楼上各个宿舍的安全，一旦看到有接近清零的门牌号，就使用加法卡牌。至于狮子座，他是中枢大脑，要负责掌控大局。分工结束，现在行动开始。随着狮子座一声令下，玩家们兵分3路行动起来。后续他们能否成功在这场危机中存活下来呢？全民穿越宿舍求生，所有人都被困在学校宿舍里。狮子座一声令下，所有玩家迅速兵分3路朝着各自的任务奔去。而龙傲天早就风风火火地闯入战斗试炼场，他一门心思要多杀怪，好多拿卡牌。正杀的兴起，龙傲天突然收到一条提示：发牌员对你的门牌号使用了卡牌效果，你的门牌号数字变更为9919。这个王八蛋！发牌员这搅屎棍能远程操控玩家门牌号，门牌号一旦清零，玩家直接就被秒杀。自由活动时间已经过了半小时，这时又来了一条坏消息：麻烦了，发牌员的出牌速度明显变快，咱们的卡牌快不够用了。我刚才打怪打出来一些卡牌，我会让 A 组成员给你送去。 A 组里有几个能打的，都有龙傲天来指挥。他把卡牌交给其中一人，让他火速支援狮子座。没过多久，龙傲天的门牌号又被发牌员动了手脚，降到了2919。按游戏规则，门牌号数字越低越危险，可龙傲天稳得一批，他手里卡牌多着呢，才不会傻乎乎全交出去。心里门清，命运得攥自己手里。这一回合的地下试炼还出现了新的怪物，是一些穿着古代衣服、长着长长的獠牙，正是古代僵尸。战斗试炼场里玩家多，所以刷新的僵尸也多，他们一蹦一蹦的朝着玩家们冲过来。你们攻击后面的，我平推前面的。龙傲天大声一吼，给自己加上增益棒，随后手持宝剑朝着前面的3只僵尸猛冲过去。这些僵尸皮糙肉厚，龙傲天一套连招下去，居然没能把他们秒掉。好在僵尸行动迟缓，没一会儿3只僵尸就都倒在了龙傲天的剑下。这一下给 A 组成员都看呆了，不愧是龙傲天大神，这也太猛了吧！此时距离第4回合结束只剩最后3分钟，龙傲天带着 A 组成员刚清理完最后一批僵尸，赶紧往1楼赶。龙傲天把1沓负面效果卡牌塞到狮子座手上，本回合最后一批卡牌，剩下的看你了。压力好大，就看最后一次绝杀能不能成功。狮子座一改往日沉稳，紧张的不行。龙傲天回到宿舍，此时他的门牌号是4358，发牌员使劲把龙傲天门牌号变小， C 组成员则努力把龙傲天的门牌号变大，一来二去就成了这样，剩下的得靠龙傲天自己了。他掏出9张卡牌，全是加法类型，准备在最后关头改门牌号。时间来到最后1分钟，1楼发牌员门前只剩狮子座和一个叫烟圈的玩家，烟圈宿舍离这儿最近，几秒钟就能跑回去，所以最重的担子落在他身上。这时发牌员的门牌号还在变，已经涨到7960，要是按这个数字结算，大多数玩家都得被抹杀。狮子座手握1沓卡牌，举起来就用，把发牌员门牌号降了些。稳住，待会儿等我的口令，我的速
宿舍离得远，我都没走，你也不用担心。烟圈满头大汗，连衣服都被湿透了，承担的压力简直爆表。他们得卡住时间，对发牌员门牌号来个绝杀，不给对方改数字的机会。结算倒计时：12秒、11秒、10秒。时间滴答流逝，狮子座终于出手了。他连续使用几张卡牌，有的效果被抵消，有的成功了。还不动手吗？动手吧！狮子座大喊一声，转身撒腿就跑。他宿舍在楼上，现在跑回去时间已经是极限，最后几秒钟。烟圈按计划先使用一张卡牌试探效果，接着使出关键性的绝杀卡牌。玩家烟圈对发牌员的门牌号使用了卡牌效果，发牌员的门牌号数字变更为0001，门牌号只剩1点。烟圈释放完卡牌转身就跑，一路跌跌撞撞，几乎是摔进自己宿舍。此刻，所有玩家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等待命运的裁决。第4回合进入结算阶段，发牌员的最终门牌号为9001，数字相加等于10，凡是门牌号总和大于等于10的玩家都可以存活。最终结果会怎样？龙傲天是否能拿到大奖？又有哪些玩家能成功存活呢？全民穿越宿舍求生，所有人都被困在学校宿舍里。第4回合终于进入结算阶段，门牌号总和低于10的玩家都逃不过被抹杀的命运。好在烟圈在最后几秒钟出手改变了发牌员的门牌号，玩家里只有极少数门牌低于10的抹杀。此时剩下的玩家还有63人，活下来的那叫一个高兴，纷纷在群里发言庆祝。可是管理员们却在那儿幸灾乐祸。他们高兴得太早了，下回合发牌员会直接大杀四方。发牌员的等级是20级，再加上 BOSS 的属性加成，就算是龙傲天也很难扛得住。就看玩家们能不能发现发牌员的弱点了。龙傲天听到这些也是一惊，不过他也注意到了发牌员弱点这个信息。然而管理员们也没有透露弱点到底是什么，必须找到发牌员的弱点才行。龙傲天开始战斗准备，他先是在工作台上导不出扩容弹匣，一下子把子弹容量提升到了12发。这回合龙傲天升到了12级，并且解锁了第2个天赋槽位。他把天赋垂死挣扎安装了上去。这张天赋卡的效果能免疫死亡1次，并保留1点生命值，是能救命的底牌。时间1分1秒的过去，突然一个男子的哼唱声回荡在所有玩家耳边，正是发牌员的声音。你们的表现真出色，仅仅杀掉几个人并不能让我得到满足，所以我决定亲自将你们稳稳。只见1楼正门轰然开启，发牌云大摇大摆地从中走出，他矮矮胖胖的，那走路的姿势简直是六亲不认。他一路晃悠到一名玩家的宿舍门前，伸手轻轻敲了敲房门，而这间宿舍的主人正是刚才绝杀发牌员的烟圈。烟圈刚才还在为存活而高兴呢，听到敲门声汗毛都竖起来了。你们快出来帮帮我，上回合可是我把你们所有人都救了。你顶住，我这就带人过去帮你。A 组的战斗成员，你们下楼向1层汇合，我也会过去的。烟圈的求助马上得到了狮子座回应，一些有实力的玩家也陆续朝着1层赶去。龙傲天也积极响应号召，原因很简单，他一心想着获取击杀 BOSS 丰厚奖励，可他们还是晚了一步。等狮子座赶到1层的时候，烟圈已经被干掉。发牌员正把烟圈的尸体往外拉，正好看到第一个赶来的狮子座。终于有人出来迎接我了。发牌员扔下尸体，朝着狮子座的方向大步走去。狮子座赶忙掏出一台遥控车，这小玩意速度飞快的直奔发牌员而去。在这个游戏里，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都能当武器，当然遥控车也不例外。这时发牌员手杖末端弹出一柄雪亮的利刃，对着刚跑到他脚下的遥控车刺出雨点般的攻击。不过这也触发了遥控车的效果，砰的一道火光瞬间绽放，强大的冲击力直接把发牌员震退数步。狮子座看到几个伤害数字从发牌员身上飘出，可他也不确定发牌员的血量到底还剩多少。这时又有玩家陆续赶到，其中就有龙傲天。就看到了烟尘散去后，发牌员身上的西装完好无损，动作姿态依旧优雅得很。不过他也被刚才狮子座的攻击激怒了，冲着狮子座的方向猛然甩出2张扑克牌，这飞牌速度快得惊人，狮子座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半条血瞬间就没了。大家小心，这个 BOSS 很强。龙傲天见状迅速掏出枪，悄咪咪地绕到发牌员的背后，然后砰砰连开数枪。可让人意外的是，子弹打在发牌员身上，竟然连他的西装都无法洞穿。发牌员猛然转身，同时甩出3张扑克牌，好在龙傲天及时掏出盾牌，成功挡下了攻击。他躲在盾牌后面，对着发牌员又开了几枪，直到把弹匣里的子弹全部打光。这时发牌员的仇恨值已经被龙傲天彻底吸引走了，他放弃了攻击别的玩家，专门朝着龙傲天冲了过去。所有人帮助龙傲天一起打 BOSS， 只要干掉 BOSS， 大家就可以一起通关了。听到狮子座的呼喊，有些胆子大的玩家留了下来，可一个个心里都直发怵。在这个游戏里，有能力跟 BOSS 正面过招的玩家那只是少数。发牌员速度惊人，嗖的一声就冲锋到龙傲天近前，举起手杖就刺了过去。只见发牌员打出凌厉的一击，龙傲天急忙抄起飞轮盾一防，这一下他直接像和破皮球一样把他飞出鸡蛋里，他打起来就开始狂奔。发牌员则是一边追击一边甩出多张卡牌，龙傲天在楼道里蛇皮走位狂逃。这精彩的一幕让管理群的几人都看高兴。即使是龙傲天也不可能是发牌员的对手，就看他能不能找到发牌员的弱点了。管理群里多次提到发牌员有弱点，可谁也没搞清到底弱点在哪。龙傲天就这么像遛狗一样带着发牌员到处跑，此时他正好跑到1层发牌员宿舍的门口，这货会不会把弱点藏在家里了吧？他二话不说抄起武器就来了一下，房门的耐久直接掉了1点，他当即给狮子座发去了消息，我好像发现发牌员的弱点了，我来负责牵制，你带人去偷他的家。好，这件事交给我。龙傲天在前面边跑边回头，贱兮兮的挑衅，发牌员在后面追得暴跳如雷，狮子座则是带着敢死队疯狂拆门，房门的耐久一点点的开始减少。这时发牌员察觉到自己的房门受到攻击，转头就往回走。龙傲天急忙发出了消息，发牌员下楼了，你们小心。狮子座等人收到消息后跑到较近的宿舍里躲了起来。发牌员刚回到自己宿舍门口，背后就挨了2枪，还没玩够呢，你怎么就走了？龙傲天开完枪就跑，发牌员又被激怒了，继续追击。就这样，龙傲天负责牵制，而狮子座他们则是攻击房门，反复拉扯不下10次。堂堂的发牌员被他们溜来溜去，到后来发牌员回到自己房门前不肯走了，无论如何挑衅都没用。
此时玩家们聚集在2层楼梯口，焦急地商量着。狮子座斗志满满的开始动员。既然发牌员不肯走，我们接下来只能强攻，一起冲下去把他的房门打破。发牌员不走了，不就等于我们已经安全了？又何必过去拼命呢？连傲天大佬都被发牌员追得到处跑，我们一起下去，肯定会有伤亡吧？这人说出了所有玩家的心声，他们不像龙傲天和狮子座那么有野心，对 BOSS 的奖励根本没兴趣，更没必要再去赌命。现在的显示的界面是这样的：结算条件 A， 存活到本回合时间结束即可通关。结算条件 B， 击杀发牌员可提前通关游戏并得到高级奖励。玩家们纷纷开始离开，他们只想躲在宿舍里等游戏结束。即使是能言善辩的狮子座，此时也说服不了众人，到最后就剩下龙傲天与狮子座2人。不甘心啊，好想拿到最高奖励。搏一搏单车变摩托，门就差最后一下就能破开了。龙傲天和狮子座开始商量下一步计划，他俩势必要拿下发牌员的。几分钟后，此时的发牌员还在门口守着，这时3辆遥控车正急速向他的方向冲来，正是由狮子座在远处控制的。又是这条虫小技。发牌员甩出几张卡牌，其中有2辆遥控车被打中，瞬间报废，而其中1辆加速冲了过去，在接近发牌员的瞬间，遥控车喷出大量烟雾。这时龙傲天也在一旁出现，只见他拿出一颗手雷对着发牌员就扔了过去，由于烟雾遮挡了视线，等发牌员发现时已经来不及了。只见一道火光爆开，发牌员被炸飞了出去，等烟雾散去，门也被手雷给炸开了。门破了。龙傲天加速赶到门口位置，随后往里面一看，只见门内是个大房间，一名瘦成皮包骨的男人正瘫坐在床边，嘴里还嘟囔着什么。不赌了，一定不赌了，还想赌？再赌一把，这次一定能赢回来。不要靠近，快离开那！发牌员惊慌的样子让龙傲天确信屋内的皮包骨男人就是发牌员本体了。他二话不说取出了一个燃烧瓶，然后向屋里投掷过去，火焰迅速吞噬了发牌员的本体。不，快住手！门外的发牌员发疯般冲回到自己的房间，眼看着自己的本体烈火焚身，此时房间已经被烈火彻底吞噬，想救火也来不及了。伴随着本体被烧成灰烬，发牌员就这么死了。你以特殊的方式通关本轮游戏，获得4枚游戏币奖励。根据你本轮游戏的优秀表现，特别奖励1枚底牌在手徽章。本轮门牌号大作战游戏宣告结束，120名玩家参与者，存活55人，可以选择立即结束游戏，回归宿舍楼，也可以选择继续探索游戏场景，等时间结束再回归。满屏的奖励提示看得龙傲天热血沸腾，发牌员报的13级套装和利刃扑克堪称神器，尤其是那副扑克自带无限子弹特效，简直是远程输出的天花板。狮子座在击杀发牌员中出力巨大，分到了13级套装，龙傲天则是分到利刃扑克，其他的材料之类的则是2人1人1半。此时本场游戏也结束了，只见光芒一闪，龙傲天就被传送回9号宿舍楼。刚睁眼，他火速打开好友列表。里面曹青青、阿火和白小胖头像都亮着，唯独辣妹子的头像黑了。看着已死亡3个字，他心里突然空落落的。不过下一秒就被胖子的消息炸乐了，之前响应他的孤影居然在别的副本翻车挂掉了。为了庆祝，几人都在游戏里活了下来。他们在酒吧喝酒喝到嗨，每一局游戏都会死很多人，他们几个能活到现在也多亏龙傲天给了一些装备。聚会散场后，龙傲天接着又去了商城大厅。刚才跟胖子几人聚会时，他得到一条情报，就是可以在商城里买到下一轮游戏的提示，所以他决定买一份试试。购买游戏提示成功，提示下一轮游戏玩家可以在夜晚变身成为鬼怪，人类与鬼怪2大阵营战斗，失败的一方将全部抹杀。夜晚变身鬼怪，双阵营对抗，看来要准备针对鬼怪的武器才行。他果断开始疯狂扫货，但凡能对付诡异的统统都买了下来，这让他对下场游戏信心增加了不少。当龙傲天带着刚买的装备回到宿舍时，游戏开始的提示出现，白光吞噬他的刹那，系统提示音在脑海炸响。你已进入百鬼夜行游戏场景，每位玩家自动发放1张变身符，使用后可以变身为鬼怪。变身鬼怪后，玩家实力将大幅提高，鬼怪至少要击杀1名人类玩家才可通关游戏。游戏结束时，人类与鬼怪人数少的一方将被集体抹杀。其实规则也不复杂，人类一方和鬼怪一方最后按照人数一决胜负，哪边数量多就赢了，失败的一方全部抹杀。选择变身鬼怪能获得实力提升，选择人类阵营结算时的游戏币奖池更丰厚。获得变身符，只见1张巴掌大的符箓落了下来，这符使用起来很简单，贴在自己脑门上即可生效。龙傲天习惯性的打开玩家群聊，此时群内已经开始热议。各位，我想到了必胜的攻略法，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全都保持人类状态，撑过这一天，熬到游戏结束即可。白痴别做梦了，200个人各怀鬼胎，肯定会出现变身鬼怪的人，到时候平衡就会被打破。我们这么多人，谁变成鬼怪就把他杀了。变成鬼怪实力加强，谁杀谁还不一定呢。看着群里吵得不可开交，龙傲天一时也拿不定主意该加入哪一方。这时他耳边传来管理员们的声音：这场游戏白天没什么意思，到了晚上才是重头戏。除了人类和诡异2阵营之外，还存在一些特殊身份，比如内奸、审判者、猎魔人、死神等，就看他们能不能找到线索。你们猜哪一方阵营会获胜？按照以往的经历，鬼怪一方获胜的几率更大。鬼怪赢面更大，而且还存在一些隐藏身份，就是不知道怎么获得了。突然，一个好友私聊发了过来，是他的好朋友白小胖。傲天大佬，没想到咱们刚一起喝完酒就分到一起了，嘿嘿，这把游戏稳了。跟老熟人分在一起真不错，放心，我会罩着你的。那就好，这局游戏里我的1号接20号，大佬你在哪了？龙傲天自己在2号街，他走出宿舍来到走廊，只见宿舍前面是一条宽敞的街道，街道上店铺林立，楼房高矮不一。龙傲天很久没看到这种宽敞的街道了，还挺舒服的，甚至有种回到了正常社会的错觉。再往远处看，则是被迷雾包裹着，肯定是无法到达的区域。随后他发现街道上空无一人，散落着几辆汽车跟电瓶车之类的。这时他给白小胖回去消息：我在2号街，这场游戏玩法还没搞懂，你多注意安全，一旦有危险就来找我。
百鬼夜行游戏正式开始，由200名玩家共同参与，直接分成人类和诡异2大阵营。游戏结束时，人数少的阵营全员抹杀。更绝的是，选诡异阵营虽然变身后实力暴增，但奖金比人类阵营少50枚游戏币。到底是保命还是拿更高的奖励？这道选择题直接把咱们的龙傲天整不会了。正纠结呢，玩家群突然炸了，是顶流明星刘亦轩发的消息：粉丝家人们，快来3月18号找我，咱们一起组队通关，爱你们么么哒！我是你的铁粉了，凡是你拍的电影、电视剧，我全都看过。这个游戏还真是一视同仁。不管你是穷光蛋还是女明星，都会强制拉进来。评论区全是女神我来了之类的，可龙傲天一眼看穿，这哪是找队友，分明是拿粉丝当人肉盾牌。娱乐圈那点小心思在求生游戏里都玩上了，当务之急是搜刮资源。龙傲天抄起消防斧就冲到楼下，对着路边轿车疯狂输出，汽车零件跟不要钱似的哗啦啦往下掉，全是升级必备的材料，正砸得带劲呢。一个拿着大扳手的玩家走了过来，我叫青狼，看你挺能打的，要一起合作不？你想怎么合作？趁着白天玩家不能变成诡异，咱俩联手把2号街的玩家全杀光怎么样？这话听得龙傲天汗毛直竖，他虽然也杀过人，但是有自己的原则，不会对无辜之人下手。青狼见龙傲天不吱声，立马又说道：咱们200人才分150枚游戏币，有可能连一个都分不到。如果把人数杀到只剩10个人，那每人就能拿10枚。诱惑虽然很大，但龙傲天果断拒绝。青狼被拒绝后也不生气，二人达成协议，不会对对方的宿舍出手后就分开了。随后龙傲天继续收集物资，开始砸一辆摩托车。金属材料的需求量很大，之后升级6级门、6级宿舍全都需要。这时就听见一声惨叫，就见青狼正用扳手疯狂砸向另一个玩家，没几下那人就没了动静。青狼还拍照发在群里，这货说晚上要变诡异杀光我们，这种玩家太危险了，留着就是祸害，不如早点清理掉。大家说是吧？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这是栽赃，但群里已经吵翻了天，有人骂青狼是疯子，有人居然支持这种暴行，更多人默默看着，心里打着自己的小算盘。短短1个小时，玩家人数从200直接掉到185，白天就这么血腥。等到了晚上那还得了？龙傲天开始在商铺里搜刮物资，居然在抽屉里发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内奸身份的秘密，只要不变诡异并且杀3个人类就能成为内奸，在最后游戏结算时还能自由选择变成人类或者诡异，这简直是能左右战局的外挂。还没等他消化完这个消息，群里又有人公开了伪装者身份线索，变诡异后杀3人就能成为伪装者，能在人类和诡异之间随意切换。这游戏里藏着这么多变态身份，人类阵营还能撑得住吗？难怪人类阵营的结算奖池更高，有150枚游戏币，这笔奖励可不容易拿。现在龙傲天怀疑青狼杀的人早就够3个了，说不定已经成了内奸。随后龙傲天继续搜刮物资，刚过了20几分钟，聊天频道又有人公布了新身份疯魔，变身为鬼怪后不可击杀人类，需要击杀3个鬼怪后可以进化为疯魔，疯魔可以识别出人类中的内奸。不错不错，总算有个对人类一方有用的身份了。龙傲天看到这个信息一下子恍然大悟，前期打打杀杀都是幌子，最后半小时的身份博弈才是绝杀。他果断改变了策略，不搞物资改找身份线索，7个特殊身份才出现3个，还有剩下4个需要收集。刚换条街搜索，对面突然涌来几十号人，龙傲天看到这么大的阵仗还是很忌惮的，当即停下了脚步。他们还打着标语横幅，上面写着轩轩粉丝团，人群 C 位站着的是大明星刘亦轩，他穿着一身复古的旗袍，真人比荧幕上还好看。这群人一边前进一边高喊着禁止自相残杀，重拾人类文明的口号。粉丝团走到近前，有人冲着路边的龙傲天问道：你要不要加入粉丝团？就算不认识轩轩也无所谓的，也不一定非得是他的粉丝，重要的是抱团取暖。上集说到顶流女明星带着几十号粉丝，举着禁止自相残杀的横幅在街道游行，甚至还想拉龙傲天入伙，但咱们的男主一下子就看穿这女人的鬼把戏，分明是想拿粉丝给他当肉盾，他可不会轻易上当。这时白小胖给他发来一条消息，只见对话框里一具女玩家的尸体扭曲的躺在血泊之中，看得人头皮发麻。哥，这是我无意中撞见的，这种杀人方式好变态，你说是不是诡异干的？规则上说白天不能变身诡异，应该是人干的，你那不安全，速来2号街找我。好嘞，马上就到。说完他撒开脚丫子一路狂奔，很快和龙傲天成功会合。他刚到就神秘兮兮的掏出张纸条递了过来，哥，你看我给你带了啥宝贝？龙傲天定睛一看，上面赫然写着忏悔者身份的秘密，变身为鬼怪，击杀1名人类之后再击杀3个鬼怪则失去变身效果，蜕变成为人类。从人类折腾一圈再变回人，没意义啊！不，变身鬼怪后实力会得到加强，可以利用这个优势，以鬼怪的力量击杀鬼怪，削减鬼怪的数量，最后还能变成人类，继续站在人类阵营这边。原来还能这么玩，大师我悟了。随后二人也不废话，麻溜的来到一个废旧街道开始搜索。刚走进一栋破屋，龙傲天耳边突然响起管理员冰冷的声音：龙傲天找到关键地点了，就看他能不能通拿到双管猎枪的零部件。4个街道，每一个街上都有一个部件，想要凑齐太难了，一旦凑齐，到了晚上就可以用这把枪大杀4方了。双管猎枪4个部件，龙傲天之前就心心念念着想要一把霰弹枪，但是在宿舍楼里根本买不到。要是能在白天集齐4个部件组成双管猎枪，晚上遇到鬼怪那不就跟切菜似的。随后二人在房间里一顿翻找，还真找到一个枪械部件以及5发子弹。获得双管猎枪部件 B 集齐 ABCD4个部件，可在工作台处合成完整的双管猎枪。这东西太强了，必须给它集齐了。随后二人一番商量后，就风风火火的开始分头行动。白小胖屁颠屁颠的赶回自己居住的1号街寻找线索，而龙傲天则马不停蹄的前往还没探索过的4号街。到了那他发现了一条地下街入口，此时外面已经乱成了一锅粥，好多玩家都红了眼。
眼，开始互相攻击。这还没到晚上就已经如此疯狂，这更加坚定了龙傲天获得猎枪的想法。这时白小胖发来消息：哥，我在1号街找到了保险柜，不过需要解开一个数字谜题才行。你现在那等着，我这边忙完马上就去找你。随后他顺着地下通道走了进去，发现这里竟然还没有被玩家搜索过，简直就是一片风水宝地。果不其然，他在一个消防箱子里发现了双管猎枪部件以及5颗霰弹，正准备去找白小胖呢，结果他的消息又发过来了：哥，这边出事了，有3个玩家把我给控制住了，你可得来救我啊！别慌，我马上到，你先以保命为主。他们这3个人都是全副武装，看着挺厉害的，你可一定要小心。龙傲天没有回话，而是把枪掏了出来。虽然这把手枪的等级低于7星剑，但是在很多人眼里，这黑洞洞的枪口更具威胁性。他一路冲到1号街，根据胖子说的位置，他很快来到一个房间外，先贴近窗口往屋里面窥探，看到了几个人影。白小胖被五花大绑的坐在一把椅子上，另外还有3人，1人负责监视白小胖，余下2人正在一个保险柜前面忙活，似乎正在破解密码。你不是说你能算出来吗？怎么这么墨迹？别催啊，再给我一点时间。要是输错了数字，保险柜就会锁定半小时，我们可等不起。实在不行就发到群里，让群里的人帮忙解开。不用，再给我一点点时间，马上出来了。就在这时，龙傲天翻身来到了屋里，这一番举动把屋里那3人吓了一跳。3人看到了黑洞洞的枪口，立即感受到了威胁，纷纷拿出武器。其中1人反应很快，还将一把小刀抵在了白小胖的脖子上。别动，再动就宰了这小子。我参加了3回合游戏，也没见过有枪的玩家，别以为拿把玩具枪就能吓唬住我。那人话还没说完，就见龙傲天将枪口对准一个花瓶扣下了扳机，则片飞溅的瞬间，3人都是一惊，意识到龙傲天手里的是真家伙。现在放人还是给你们放血？兄弟好商量，这密码锁我们研究了好久都没打开，你要能2分钟内解开，人你带走，密码箱里的东西也全给你。好，没问题。龙傲天答应的非常干脆，他的想法很简单，要是没能破解成功，还可以继续用武力解决问题。为了凑齐这把双管猎枪，龙傲天不介意出尔反尔。保险柜上的数学提示，有一片地种下了100棵梅花树，梅花树一共分为4排，第1排与第2排相加有35棵树，第1排与第3排相加有40棵树，第1排与第4排相加有55棵树，第1排的数量即为密码。这有什么难的？他心里套用公式，一阵加加减减之后得到了答案，很有信心的输入了密码15，保险柜的门开了，用时1分多钟，完全符合约定要求。龙傲天取出里面的零部件与子弹收入囊中。你特么是数学系毕业的吧？首领瞪大眼睛，一副吃了苍蝇的表情。事到如今是彻底没戏了，拼命又没有胜算，打赌又赌输了。敢不敢亮出游戏名？我的游戏名叫金刚，我叫龙傲天。行，山不转水转，等到了晚上咱们再碰一碰。金刚放完狠话后，带着2个同伙灰溜溜的离开了。龙傲天走过去帮白小胖解开了绳子。哥，刚才不能怪我啊，他们有3个人。没事，能理解，我没怪你。就在这时，群聊里又有人公布了新的身份情报：审判者不变身鬼怪，不击杀人类，不击杀鬼怪。游戏最后30分钟会变身成为审判者，审判者可以宣言处决内奸、忏悔者、伪装者，此效果可以无限次使用。龙傲天看了一下介绍，很快就弄明白了。也就是说，如果能做到游戏全程不杀任何人，也不变身，最后就会成为审判者。哥，这身份简直为我量身定制，我连蚂蚁都舍不得踩，肯定能苟到最后当裁判。行，你负责躲床底，我负责清场，但先跟我去1号街，双管猎枪还差最后一块零件。龙傲天带着白小胖火速赶往1号街，在赶路途中看到了横尸街头的尸体。这场游戏明明叫百鬼夜行，却预留了足足8小时的白天时间。白天的矛盾会变成晚上的后患，想报仇的就可以化身为鬼怪上门报仇，甚至连龙傲天都已经树立了好几个敌人。2人就这么在1号街搜索着，很快找到了保险柜，可打开一看傻眼了，已经有人提前拿走了里面的零部件，来晚了一步。咱们已经拿到了3个，剩下1个可以跟对方交换，或者是直接抢过来算。试着交涉一下看看。龙傲天打开群里开始发送消息，谁要是拿到了同系列的零部件，可以联系我，我可以用药品、装备甚至游戏币来交换。等了几分钟之久也没人发来消息，看来获得猎枪配件的玩家不愿意做交换。没办法，龙傲天只能把这件事暂且搁置，把重心放回到寻找身份信息上。他跟白小胖组队行动之后，终于找到了猎魔人的身份信息。猎魔人不变身鬼怪，不击杀人类，击杀5个鬼怪后进化为猎魔人。猎魔人可以识别人类中的忏悔者与伪装者。至此7个特殊身份已经揭晓了6个：内奸、审判者、猎魔人、伪装者、忏悔者以及疯魔。唯独不知道死神的形成条件，身份信息散落在各处，很多玩家都得到了陆续发到了群里，不再是什么秘密，只有死神身份继续保持着神秘感。龙傲天跟白小胖回到自己的宿舍里休息，顺便研究一下今晚的对策。游戏到现在已经过去了5个多小时，距离天黑已经不算遥远，结果那个女明星轩轩的粉丝团又开始作妖。全民穿越宿舍求生，所有人都被困在学校宿舍里，家人们接上集，女明星轩轩又在玩家群里作妖了。只见一张堆满变身服的箱子照片发了出来，配文直接开团，不交服就不配为人。希望大家自觉站在人类一方，放弃变身诡异，并且主动上交变身服。这局必须人类赢，如果有谁不配合，那就是以我为敌。消息刚发，评论区瞬间炸锅，有人晒出路灯下的尸体照片，血淋淋的拒交服者挂在灯杆上晃悠，很明显拒绝交出变身服的下场都挺惨。看来这位女明星不是一个简单的花瓶，跟狮子座一样，都是很有能力的人。而龙傲天这边的白小胖攥着变身服直发抖。老大，他们人太多了，要不咱交吧？当然要交，他们人多势众，咱俩不能硬碰硬，而且咱们要当审判者和猎魔人，变不变诡异不重要。好的，老大，都听你的。半小时后，龙傲天和胖子正在搜索资源，轩轩带着100人粉丝团杀到，几个粉丝拿着武器气势汹汹的围了上来。快交出你们的变身服，
别让我们为难。之前凡是拒绝上交变身符的人都已经被处死了。龙傲天没有废话，直接取出了2张变身符一起上交了。这是我俩的符，记好账别再来烦我。算你识相，群里实时更新名单，改天我们就等着被围殴吧。随后这些人也不墨迹，浩浩荡荡向下一条街进发。龙傲天懒得搭理他们，毕竟真要动手的话，这群臭鱼烂虾根本不够他自己砍的。而就在这时，突然弹出一条私聊，是一个叫老实人的玩家发来的，发的正是双管猎枪帝号部件照片，看得龙傲天一阵激动，毕竟他只差这一个部件就能组合成猎枪了。兄弟说吧，怎么交易？我最多出1枚游戏币，10张变身符换猎枪斗剑，天黑前必须成交，过时不候。龙傲天心中一凛，变身符可是用来变身诡异的道具，而10张符足以武装一个诡异小队了。可见对方名字叫老实人，其实一点都不老实。轩轩粉丝团把变身符都收走了，我可拿不出10张。那是你自己的问题，天黑前必须给我凑齐，不然交易作废。为了安抚住这个所谓的老实人，龙傲天答应天黑之前搞到10张变身符给他。结果他转头就给女明星轩轩发去了私聊。有人要我去收集10张变身符给他，他要这么多变身符，肯定没安好心，对人类阵营是巨大的威胁。随后龙傲天说明了事情的严重性，并且想先借10张变身符，让他去跟他当面交易，把事情查清楚。轩轩表示先考虑一下是否要借，并且答应晚点给他答复。很快双方结束了通话，龙傲天没有跑去傻乎乎的收集变身符，而是希望利用轩轩粉丝团的力量，把这个不稳定的10人团伙给找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距离夜幕降临只剩下2个小时了，玩家群内陆续有人收购死神的身份信息，7个特殊身份6个都公开了，唯独死神的信息至今还是个谜，光听名字就知道这一定是个强大的身份。有人甚至愿意花费1枚游戏币购买死神的身份信息，而那帮高高在上的管理员终于在群聊里提到了死神身份。游戏里没有记载死神身份的提示物，类似他们也找不到线索的。谁要是能成为死神，那优势就太大了，100%能够通关。人类加上诡异，一共杀死20个就能成为死神，条件还是很苛刻的。希望这轮游戏能够诞生死神，那样就更精彩了。管理群内的对话都被龙傲天听在耳朵里，至此7个特殊身份信息全部到手。原来成为死神的条件是这样的，要杀死足足20个玩家。管理员说了，一旦成为死神就一定能通关，可见这个身份的强大。此时的龙傲天已经有了决断，随后他将白小胖带回自己的宿舍。老大，晚上咱们就不出去了吧？你就留在这里，没有我的同意不许出去。行，躲在这里安全多了。龙傲天没有过多的解释，之后他便一个人出门行动了。这次出门，他准备火力全开，而本轮游戏的死神即将诞生。龙傲天为了觉醒最强职业死神，踏上猎杀20名玩家的血腥之路。当前他击杀数为2人，而下个猎杀目标竟是2名为争夺2级背包大打出手的玩家。这个2级背包是我先发现的，凭什么给你？谁规定先看到就是谁的？把背包放下，不然弄死你！来啊，谁怕谁！眼看着2人剑拔弩张就要动手，就在这时龙傲天出现了。抱歉，你们的游戏结束了。天外飞仙陡然发动，2个玩家吓了一跳，等回过神时已经来不及了。一剑扫过之后，他俩全部身首异处，死的不能再死了。刚好缺个大件背包，你们俩倒挺会送。龙傲天当即把背包装备上，这下能装的东西更多了。同时搜刮了一下死者的遗物，又收获了不少杂七杂八的材料。刚走出民居，轩轩的私聊弹窗亮起，附带的尸体照片里，死者眼窝空空如血洞。之前龙傲天在群里就发现过这种死法。这是一名教师和远方的玩家干的，如果你能把这个威胁除掉，我就借给你10张变身符。好的，成交。现在怪人在1号街一带行动，我的人在盯着他，你尽快过去吧。随后龙傲天马不停蹄地赶到了1号街，此时他身上正挂着一台收音机，这东西能感应邪物的存在，一旦有邪门的东西靠近就会发出声音。而此时管理群里注意到了他的行动，对此来了兴趣。龙傲天要去猎杀适合远方了，对方是邪术改造的畸变者，双眼能将人定住，一旦双方眼神对视，那他就死定了。近身战斗，龙傲天必死无疑，拉开距离打，那还有胜算。看来这一战必须拉开距离，避免与对方发生眼神对视。就在这时，收音机出现了沙沙的声音，龙傲天提高警惕，继续往前走。收音机的声音继续加大，证明诗和远方就在这附近。他在一个房间窗外停下，看到里有人影在晃动，他没有贸然进去，而是取出燃烧瓶。而此时的屋内正呈现出恐怖的一幕，有个玩家身体僵硬动弹不得，只有双眼流露出极度惊恐的目光，看着对面的怪人逼近，他彻底慌了。你要干嘛？求你别杀我！你的眼睛真好看，现在他们归我了。怪人一步步走过来，露出了尊容，他长了3只大大的眼睛，看上去非常的诡异。只见第3只眼发出了诡异的光芒，那名不能动弹的玩家就这么轻松杀死了。尸体的2只眼睛也不翼而飞。随后怪人走出房门，来到街道上。就在这时，一个燃烧瓶摔在地上爆裂开来，无情的火蛇将旁边的怪人吞噬，蔓延到他的身上。怪人一惊，试图扑灭身上的火焰，可是这种火可没那么容易扑灭。只见一道身影正半蹲站在屋顶上，举枪瞄准，而龙傲天瞄准的正是怪人的眼睛。只见3发子弹射出，怪人的3颗眼珠全部爆开。我的眼睛啊！诗和远方捂住双眼，扯着嗓子大吼，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又是连续几枪打在诗和远方的身上，再加上身上还被燃烧着，这时血条终于清零，彻底死亡了。龙傲天松了口气，还好自己掌握了情报，并且出手偷袭，如果正面交手的话，胜负就难说了。随后又到了搜刮战利品环节，龙傲天得到了一张名为旋风斩的技能卡，一把12级的血路尖刀，3张变身符，2枚游戏币，还有杂七杂八的一堆东西。随后他拍了一张照发给了女明星轩轩，你自己看吧，这个家伙被我干掉了。我看到他的头像下线了，你果然靠得住，我会遵守约定把变
变身符借给你，注意世界。我要这么多变身符也没用，之后会还给你的。那你在街边等着，我的人会尽快过去。双方很快谈妥了。其实现在龙傲天的手上已经有了好几张变身符，只是数量还不够10张。他实在太想要那把双管猎枪了。他在原地左等右等，结果等来的却是坏消息。不好出意外了，我派去送变身符的那些人受到了伏击，全都下了线，估计他们的变身符也被抢走了。你的人是在哪里出事的？我过去看看。是在2号街一带出事的。龙傲天关掉对话框，然后加速往2号街赶去。此时2号街的一个阴暗小巷里，5具尸体如垃圾一样横七竖八的躺着，一旁的5人团伙正在瓜分变身符。为首的叫老实人的家伙正晃着一沓符纸冷笑。龙傲天不是想要猎枪部件吗？现在变身符够用了，老子现在只要游戏币。与此同时，跑到半路的龙傲天突然收到一条老实人发来的消息：交易变更，步枪零件只要1枚游戏币就行，想换的话就来2号街找我。行啊，一定等我过去，不然我这3个零件算是白费了。龙傲天故意表现得很焦急的样子，甚至拍照给对方展示了一下另外3个零部件，为的就是勾起对方的贪婪。毕竟14级的双管猎枪谁不想要呢？很快龙傲天就到达2号街，他慢悠悠地顺着街道往前走，鱼钩放出去了，就等着大鱼上钩。才走了没多远，一支冷箭射了过来，他用盾牌轻松挡下了攻击。果然，大鱼终于上钩了。他看向了附近，那里有个手握弓箭的玩家。不止这一个，后方现身2名玩家，前方出现2名玩家，一共5人将龙傲天围在当中，形成了危险的包围圈。其中有个男玩家咧嘴笑道：“龙傲天是吧？交出你手上的猎枪部件，我们可以考虑不杀你。你就是那个老实人。”是啊，当初随便取的名字，后来想改发现要5枚游戏币，真够黑的。说话间，5个人一直在往前走，缩小了包围圈。有人拿着弓箭，有人拿着近战武器，而老实人手里则拿着一个装满绿色液体的玻璃瓶，里面大概率是毒药。看到这些玩家逼近，龙傲天反而在兴奋，因为他距离组成双管猎枪又近了一步。怎么，你们还不动手？是因为害羞吗？你很急着去投胎啊？那就成全你。老实人说着，就要将手里的毒药扔出去。龙傲天急速出手，甩出一张纸牌，是利刃扑克。这一下正好击中了毒药瓶，咔嚓一声，毒药瓶爆开，里面的毒液四散飞溅，连带着跟他站一起的2人都跟着倒了霉。几人捂着眼睛发出惨叫。龙傲天接连又扔出几张扑克，送这3名中毒的玩家上了路。另外2个仅存的玩家亲眼见识了龙傲天的恐怖，短短时间内就连续击杀3人，他们招惹了一个不该惹的人。不，都是那个老实人出的主意，不关我的事。我已经把你的照片发到老大那里，青狼老大会替我们报仇的。青狼，原来你们的老大叫青狼。这2人说完话，然后转头就跑。龙傲天并不打算放过对方，他要成为死神身份，正愁没有目标呢。而且这些坏人杀起来一点都不用手软。很快5人全被击杀。首先来到老实人尸体旁，从中取出了双管猎枪部件地，终于到手了。